正值6月，京城江阳侯府的后宅烟柳院。姨娘，大喜事啊！刚才侯爷屋里的金宝过来，说是侯爷晚上会来咱们这儿。哎呀，姨娘，你别看书了，快起来沐浴，梳妆打扮吧。哦，知道了，你去准备去吧。啊，来了，这该来的还是来了。穿越过来也有半个月了，得知自己穿成侯府小妾后，叶青芷很快就接受了。既来之，则奉之。嘿嘿嘿嘿嘿嘿嘿。这都离谱的穿到了古代了，还矫情什么啊？打工人打工魂，只要报酬合适，这没啥干不了的活。大夏天的，泡个花瓣澡还是挺舒服的，有人在一旁伺候着，不用自己倒水收拾，还给按摩，那就更舒服了。房门一声轻响，奴婢见过侯爷。叶青芷一个机灵，立刻睁开眼睛瞧过去，差点流氓的吹了个口哨。这侯爷长得也太俊了，没想到如今死后灵魂再就业，居然可以吃得这么好。妾身见过侯爷。叶青芷瞧了一眼侯爷，慌张的低下头，站起身行礼，露出白嫩嫩的素肩，下面的风情顿时半露不露，勾人心弦，可谓顶级诱惑。谢剑看到此美景，双眼立刻眯了起来，呼吸也变重了。叶青芷又似乎才想起他还光着身子，娇羞的低叫一声，赶紧藏在了花瓣下。侯爷，你能不能先去外间等一等啊？妾身好擦干身子，穿好衣服。起来，伺候叶更衣。谢晋盯着娇艳艳的叶青芷，当初纳她进府，除了叶府塞了她20万两银子，他也看中了她娇媚的长相。要是个无颜女，就是给她塞再多银子，他也不可能纳她为妾的。可惜人不怎么聪明，刚入府就着了道。哦，对，他还没上岗呢，就憋屈的嘎了，换成我了。针对小妾职业的危险性，叶青芷努力的思考了3天，最后因为脑子不够用，决定摆烂了。所以叶青芷很快立下了他的座右铭：与其委屈自己，不如逼疯别人。这一次他要做个不一样的打工人，拒绝精神内耗，有事就发疯，能活就活，不能活就一起死。前世作为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子，恋爱就谈过1回，小手拉过几次，嘴都没亲过就被劈腿分手了，更别说睡男人了。所以身子养好后，叶青芷这些天就一直有些紧张的等着上岗了。岗前培训的避火图都让他翻烂了，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了。哎呀，就等着实操了。谢晋来这里就是要睡他的，对小妾不需要谈感情，睡前不需要聊2句来段文戏，所以他直奔主题。行吧，比我还猴急呢。等一切结束后，叶青芷恍恍惚惚的被男人搂在怀里。如何？也伺候的好不好？挺好，看啥？刚才可以说真的是谢晋在伺候他，怪不得富婆喜欢抱养有着公狗腰的小白脸呢，是真舒服啊。这样的老板能处。这第一次上岗初体验给满分。谢晋本来是想吓吓他，倒是被他的反应给弄得愣了下。这女人胆子比他想的还要大，也没有特别羞涩，居然还可以在这种事情上和他开玩笑，看样子也没那么笨啊。看样子也真是给你好脸了。接下来
谢晋让他体会了一次什么是疾风骤雨，什么是雨打芭蕉，什么是老后的屁股摸不得。说变脸就变脸，狗都没你狗啊！还能咋办？不能拒绝，那就和他一起发疯呗。一整晚，叶青只让谢晋体会到了什么是九阴白骨爪，什么是狗啃骨头不松嘴，什么是媚人蛇缠腰销魂死。来啊，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叶青只最后直接被坐晕了，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谢晋这个在他身上疯了一夜的狗男人已经没了身影，第一天入职就被迫加了一晚上的班。我好惨啊，也不知道给不给发加班费，给不给工伤费，给不给劳务补贴。去主母那里投诉侯爷压榨小妾有用吗？想想看过的宅斗文宫斗剧，叶青之脑子再不好使，也觉得去主母那里哭诉不仅没用，主母指不定以为他凡尔赛呢。后果是不仅不给加班费和工伤费，还要打他一顿。叶青之自我反省，他工作效率确实不够高，人家伺候一回就能让侯爷满意了，他硬生生的干了一夜。唉，就这工作效率，找谁说理去？如意见他醒了，端来热水要伺候他起床。叶青只稍稍动了动，就觉得双腿间疼得厉害，而且他觉得自己有些发热了，工伤无疑了，他要申请劳动者保护。叶青只决定接下来旷工请假。如意，你给我倒杯水润润嗓子，我不起床洗漱了。你去夫人那儿跑一趟，就说我伤得厉害，求夫人给叫个大夫看看。再赐点药抹抹，再求碗避子汤。小姐你受苦了。侯爷怎么一点都不怜香惜玉？瞧你这身上这些伤，奴婢都以为你被侯爷给折磨了呢。哎呀，快别哭了，你家小姐还等着你救命呢。你难道想我这副样子跑到夫人面前，再被唾沫一顿？当然不想了，奴婢这就去求夫人找个大夫，去给小姐看看。叶青芷昨天得宠，侯爷一夜叫了4次水，直到天快明了，屋里才没有了动静。这个消息还没等叶青芷醒来，就已经传遍了后宅。贱人，真是个贱人，怎么就没淹死他，让他活下来了？哎呦，姨娘，你别为那种贱人生气，侯爷只是一时贪新鲜而已，过几日就厌弃她了。说来说去，她就只是个商贾女。我是贵妾，她也是贵妾，我入府半年，侯爷就宠幸了我3回，每次就要了我1次。可那个女人呢，落了水身子才养好，侯爷就迫不及待地上她的床了，一晚上就要了她4回，气死我了！不就是一脸的狐媚之相？我加起来还没她一夜得宠次数多呢。哎呦，我的好小姐啊，你别哭了，你要是见不得贱人猖狂，咱们就再弄死她一回。上次是她好命让她被人给救了，下次一准要她的贱命。走，去夫人那里，我倒要瞧瞧那贱人被侯爷滋润了一夜，会变得多么娇媚。眼见到了请安的时辰，姚茵茵斗志昂扬，眼睛红得像兔子精，要去打败叶青芷这个狐狸精。姚茵茵在这边急得的要死要活的。不远处的海棠院里的秦姨娘听到这个消息，反应就很平淡。侯爷想宠爱谁，想宠爱几次，咱们哪能管得着啊？行了，别嚼舌根了，来早膳吧。秦姨娘喝了一口，就突然恶心起来，
惊得春杏顿时变了脸色，跪地求饶：“春杏，我小日子多久没来了？”“回姨娘，晚了有10天了。”“侯爷有多久没来了？3个月了。”春杏声音有些发颤，这意味着什么？春杏懂，怕得很。一会儿你出去打听一下侯爷的行程，一定要把侯爷请到咱们院子里来。姨娘，侯爷不是奴婢能请得来的呀。你见到了侯爷，你就这样跟他说，你告诉他，就说。秦姨娘将春杏招到身边，冲他耳语道。门外面，丫鬟红桃见偷听不到了，急忙转身离开，免得被发现了。用完早膳，秦姨娘才去给主母请安。这也是侯夫人规定的。侯夫人张静怡自然也知道了，更在意此事。贴身周嬷嬷眉头一拧，冲着张静怡就道：“夫人，那叶姨娘本就长得像个狐狸精，还这么不懂事的缠着侯爷，可要给她好好立立规矩，否则她就要以为靠着这床上的手段能在侯府上天了。”“是该立立规矩。由此可见，商贾家的女儿和那些青楼妓子也没什么差别，都低贱不懂规矩。这般传出去，咱们侯府也没了脸面。”“回头奴婢就找2个教养嬷嬷送到烟柳院，督促叶姨娘学好规矩。”周嬷嬷贴心地说：“学规矩是主母搓磨管教小妾最名正言顺的手段了，因为这规矩可不是那么好学的。”有关叶青芷的话题也就到这儿止住了。很多事情需要他拿主意，他哪有那么多心思管一个刚侍寝的小妾呀？不过等张静怡给婆母请过安，用过饭，关切完一双儿女的起居，敲打完过来请安的几个庶子庶女还有小妾们，他还是没有等来请安的叶青芷。“夫人，这才第1天，那叶姨娘就嚣张起来了，没将你放在眼里了。这种不安分的贱妾，教规矩之前该给她一些教训才是。”“夫人，这叶姨娘从落水后就没来请过安，这也太猖狂了。”“夫人如此仁善，这晚了我们的请安时间，她还要以下犯上，不遵规矩，这也太让人气愤。不顾侯爷身子行那魅惑之事，更应该罚。”“哼，贱人一个！夫人，拉出去杖毙了算了。”听他一开口就要杖毙了叶青芷，大家都幸灾乐祸地等着瞧好戏。张静怡厌恶地看了眼姚茵茵，正要说话，便听到了外面起了吵闹声，好像还有哭声。“何人如此没有规矩？”周嬷嬷立即出去查看，便看见哭得伤心欲绝的如意，哭哭闹闹成何体统？“嬷嬷，是她不懂规矩，奴婢让她在外面等通传，她非要硬闯，奴婢拦她，她就打奴婢。”“叶姨娘呢？她怎么管教的？”“嬷嬷，求求你快让奴婢见见夫人吧，我家姨娘快不行了。”“你家姨娘不行了？怎么回事啊？”“是侯爷昨夜，反正我家姨娘伤得厉害，床都下不来，求夫人跟2个大夫救救我家姨娘了。”周嬷嬷眉头拧紧，吩咐如意等着，她赶紧回屋给张静怡汇报这事。其实如意声音大得很，屋里人都听到了。姨娘们眼里一个个闪着嫉妒或是幸灾乐祸的神色，都暗暗骂叶青芷不知死活。就侯爷的能力，你一个厨居然敢和爷缠绵一夜，活该被弄死。就算真的要死了，这种事儿也不能哭哭啼啼的闹外面来，这是在抹黑侯爷的名声，不懂规矩。喊上府医，你也跟去瞧瞧，到底伤得有多重。要是他耍把戏，立刻将他给我带过来，我亲自教他做妾的规矩。老奴晓得。
周嬷嬷应了声，忙离开。你们也都散了吧，记住，谨言慎行，不可抹黑侯爷脸面。是夫人，夫人。姨娘们纷纷起身应道，然后离开。姚茵茵带着嬷嬷直奔叶青芷的院子，脚底生风，走得飞快，趁他病要他命。谢晋深得圣心，又有手段，如今任锦衣卫指挥使，监察百官，收集情报，还有抓捕审问之权，被朝野上下忌惮。今天他一早就被皇上叫去，安排了差事，要他下徐州查一桩贪腐的案子。谢晋回府收拾行李，发现自己一直佩戴的玉佩丢了。这玉佩是他过世的娘亲给他的，不能丢。他想了想，应该落在叶姨娘那儿了。昨夜食谷滋味，让他有些回味，想临走前再尝尝那只牙尖嘴利的小狐狸精的味道。可到了地方，谢晋见院子里连个传话洒扫的丫鬟都没。人都死哪儿去了？奴才这就去找人问问。谢晋推门进屋，快步走到床边，就见烧得小脸通红的叶青芷。这么没用，这就病了？谢晋拧眉，碰碰他滚烫的额头，烧得够高的，人都不清醒了。谢晋难得反省了一下，昨晚上是不是有点折腾得太过了？要了他3次还是4次啊？对于雏来说确实多了，可是让他这么娇软可口，反应也不像其他女人那么死板，让他难免有些上头。没本事还一直缠着本侯，活该。来人，去请张太医过来给他看看。我就知侯爷没这么狠心，咱俩好歹也睡过一场，一夜夫妻百日恩，我死前你还是来看我了。可是我还不想死，我还有大把的嫁妆银子还没花，还没享受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哭了，你死不了。侯爷。哼，一夜夫妻百日恩，你野心还不小啊。侯爷误会了，妾身没那个野心，也没那个能力，那只是比喻。妾身就是个废物，什么也不懂，还是个身份卑微的上古女。侯爷就是因为妾身的美色晕了头，想要妾身当主母，妾身也不行啊。侯爷要是觉得妾身伺候得好，心疼妾身辛苦，多赏点银子，好物件，好吃的就行了。叶青芷使出洪荒之力在解释，表明自己的职场能力和志向。加薪可以啊，奖金福利多来点，绝不升职。哼，牙尖嘴利。就这时，姚茵茵带着婆子丫鬟到了。侯爷，奴婢见过侯爷。你来做什么？侯爷，妾身听说叶姨娘病了，过来探望探望。叶青芷也看向姚茵茵，虽然她不怎么懂得察言观色，可是姚茵茵眼里的怨毒和杀机都不遮掩的，她眼睛又没瞎，立刻看懂了。侯爷，他不是来探望，是来折磨妾身的。你看他盯着妾身的眼睛，好可怕。侯爷，你快救救妾身吧，我还不想这么快死。哇哦，来了，他的同事小瑶又来害他了。他刚入职干了1天，熬了个通宵，把自己干废了，还没喘口气儿呢，职场斗争就要开始了，这节奏也太快了。这就是没有试用期的职场生态吗？上岗后竞争压力真的好大呀。侯爷，妾身没有，叶姨娘污蔑妾身。爷，你要是不给妾身撑腰，妾身很快就会被姚姨娘弄死，可妾身还不想这么早死。姚茵茵气得浑身打哆嗦，她就没见过这么告状的，尤其是没有一点证据，叶青芷就一直攀咬她，简直猖狂。
他以为他是谁呀？侯爷怎么会听他的？只会甩他脸子。姚氏，你上次命人推叶氏落水，爷还没追究你的罪过，你这次胆子更肥了，都敢上门来杀人，真以为爷不会发落你？今儿个就在这跪着吧，给叶氏告罪。等他原谅你了，你再回去。姚茵茵一张脸顿时惨白，身子也颤巍巍地往旁边一倒，惊慌失措地看向谢晋。侯爷居然知道是他命人推的叶剑人下水，可之前爷一直没惩罚他呀，说明侯爷看中他。然而现在剑人仗着刚得了宠幸，稍微一求，侯爷就要发落自己，这前后落差都是因为那个贱人，太可恨了。让他给叶姨娘这个贱人下跪认错，还不如……好吧，他舍不得死，可是他好气，好气，好气！天哪！我的天！居然是姚姨娘让人把妾身推下水的！妾身差点就死了！他之前还想着怎么找到杀死原主的幕后黑手呢，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出来了，都没费他仅剩不多的脑子。果然有事找警察是找领导说情就对了，自己没本事别硬撑，别憋着，赶紧找领导背锅。侯爷，妾身不要他在这儿跪着，多膈应啊！他跪在这儿，妾身害怕他突然发疯要掐死妾身。侯爷，这报仇都讲究以牙还牙，就让人把姚姨娘丢进池子里去吧，让他也扑腾一会儿再给捞上来。你说好不好啊？来人，把姚姨娘丢池子里去。这样会做事的领导能处。姚茵茵满脸绝望地看着谢晋，他怎么能这么听这个贱人的话？他怎么能对他如此绝情？他真的好爱他呀，他做的一切都是因为爱他呀。侯爷，妾身爱您啊，妾身因为嫉妒才会做错事啊。侯爷，妾身的姐姐丽嫔娘娘怀着龙子呢，您不能这么对妾身啊！侯爷，你听听嘛，他还想利用他皇宫中的姐姐压你呢，真的是太过分了。她是侯爷的小妾，就应该急侯爷所急，忧侯爷所忧，而不是打着爱你的名义害你身边的人，搞得后宅争斗不休。哼，真的是太坏了。之前怎么没发觉他这么会说话，会拍马屁呢？谢晋俯身要吻住他的小嘴，叶静芷忙捂住他的嘴巴，不好意思的道：爷，妾身早晨没刷牙漱口，怕牵到了您。姨娘，夫人派了府医来给您看病，还派了周嬷嬷来探望您呢。奴婢见过侯爷。周嬷嬷面色不变，可心里翻江倒海呢。侯爷居然也在这里，侯爷果然对这个小妖精上了心。过来给他瞧瞧，一直嚷嚷着自己要死了，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死了啊？是侯爷。怎么样？是要死了吗？张口闭口的一个要死了吗？明晃晃的讽刺他呢。叶青芷在他的小本本上记下来，领导小心眼儿，以后慎毛虑，千万别硬来。回侯爷，若不好生调养，叶姨娘恐真的有性命之危呀。叶姨娘本就体弱，之前又落水了，心气郁结，留下了病根，这又被折腾狠了，就更虚弱了。多大事儿，就真要死了？奴婢就是废物，身子不好啊。奴婢昨夜就一直在给侯爷说，奴婢受不住了。
侯爷非要说奴婢身子比嘴巴更诚实。瞧，侯爷被打脸了吧？谢晋嘴角抽了抽，这种床上黄料居然也能被他说出来，偏偏还说得理直气壮，一本正经，丝毫不害臊，他可真能耐啊！可是谢晋莫名就有些心痒痒了，喜欢他这个纯真中透着妩媚的调调。而一旁的周嬷嬷眉头都拧一起了，在心里骂叶青只是狐妹子，骂了不下100遍。青楼女子恐怕都没她这么不要脸。爷，外面人催了，该启程了。务必把他给治好了，治不好就滚蛋。侯爷，你的玉佩掉在妾身这儿了。爷出趟远门，回府之前，你不准迈出烟柳院。哦，知道了，妾身不会出去的。望侯爷一路平安，事事顺心。周嬷嬷，告诉夫人，叶姨娘被禁足了，没爷的准许，不准放她出来，也不许其他人进烟柳院。是，侯爷。侯爷这是有多不放心这个小贱人啊！出门前还要费心思保她。哦，对了，一会儿张太医来了，让他多开些补药给叶姨娘。身子骨太弱，这么经不住折腾，怎么让爷尽兴？是，侯爷。周嬷嬷脸都要扭曲了，还请了张太医，哼，让身份尊贵的张太医给一个妾看病，也就他们爷干得出来这事儿。太医还不敢发脾气，只能捏鼻子认。谁让他们爷是指挥使呢？谁不敬畏几分？哼，叶姨娘可真是好手段，短短时间就让侯爷对你上了心。嬷嬷真是高看我了，就我这废物样，这性子不讨喜，脑子不够用的，身子也撑不起事儿，侯爷哪能真上心啊？我呀，就如那阿猫阿狗的，侯爷看着傻的有趣，逗一逗罢了。周嬷嬷傻了，要说叶姨娘也不张扬跋扈，也没恃宠而骄，说的话更是把自己贬到了泥地里。可是听她说话怎么那么噎人呢？让人有种想掐死她的冲动。叶姨娘明白就好，叶姨娘也该学学规矩了，明白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刚才你和侯爷说的那话，比青楼妓女还要浪荡，要是传出去了，还不得丢死个人？哦，是什么意思？叶姨娘可真的明白了，就是懂了。叶青只头痛，刚才和谢晋扯了一堆，那是带病上班，伺候领导，可领导都走了，谁还上班啊？周嬷嬷，给我拿一碗避子汤来。是，老奴这就。哼，叶姨娘倒是规矩，知道主动要避子汤喝。一个商户女怎么有这么强的气场？可现在再看，又蔫巴巴的，没有一点规矩教养的样子，好像刚才那当家主母的气势只是她的错觉。叶姨娘这身子，避子汤就不必喝了，她宫寒体弱，极难有孕。叶青只一听这话就不乐意了，他最讨厌什么极难有孕的说法了，那还是有可能怀得上啊。万一谢晋就是牛，那么多次呢，他就倒霉的怀上了呢。避子汤必须喝，孩子绝不生。他只是上个班而已，还不想揣个娃，带娃上班太难了。什么人在职场最难混啊，最受歧视啊？就是孕妇啊，坚决不能要娃。嬷嬷，以防万一，还是端来一碗吧，我还不想这么早就死。他真是这么说的，一定要喝避子汤。张静怡听完周嬷嬷的回话，也惊讶了。是的，老奴亲自给她端的避子汤，看着她喝下去的。倒是个听话的，也是个有手段的。刚才传来消息，姚姨娘被侯爷丢池子里去了。啊？为了叶姨娘？要不然呢？
在床上把男人哄高兴了，果然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哎呦，夫人，以色示人，那只是贱人的下作手段。您是侯夫人，没人能越过您去。侯爷也是尊重您的。夫人，虽然叶姨娘还算识趣，可是侯爷对她真的上心了。你是没瞧见，侯爷对她宠得尽头，不光让张太医给她瞧病，还尽足保护她。行了，侯爷难得有个看得上眼的美人，对方还是个乖觉的，只要他让侯爷开心，咱们就护上一护，别让他那么快死了，让侯爷烦心。这时外面的丫鬟来禀报，说是秦姨娘身边的丫鬟红桃求见。夫人，秦姨娘这个月的小日子吃了有10几天了，她刚才用了早上还呕了一声，这几日也有些嗜睡，奴婢怀疑她怀孕了，还请夫人定夺。贱婢，先当作不知，盯好秦姨娘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不寻常的立刻过来禀报。秦姨娘还想见侯爷，要打听侯爷的行程。她似乎有法子笃定侯爷会去海棠院见她，只是奴婢不知道是个啥法子。哼，这不用你管，先回去吧。夫人，秦姨娘那边，侯爷可是许久没去了。周嬷嬷说的极为小声，又有些心惊。这秦姨娘这是打着灯笼去茅厕找屎呢，居然敢给侯爷戴绿帽子，孽种都揣肚子里了，她怎么敢的？奸夫是谁？夫人，咱们要暗暗查一查吗？不用管，等侯爷回来，让他定夺。姚茵茵被从池子里捞出来后，虽然是盛夏，池子里的水没那么冷，可她还是病了，主要是被气的，也是真的被谢晋伤狠了，伤心的不得了。嬷嬷，你替我给我爹还有姐姐写信，我现在收拾不了那个贱人，就收拾他娘家。不过一个生护女，居然仗着是这么羞辱我，我要她家破人亡。哎呦，姨娘你别生气，注意身子，老奴一会儿就往府里送信，你放心吧，那个贱人蹦跶不了多久的。姚茵茵听到这话一点都不开心，她要的是叶青直现在就死，弄不死他，姚茵茵就吩咐贴身丫鬟做了个小人，写上叶青直的生辰八字，拿着针疯狂扎扎扎扎扎扎，杀死你个贱人！哎，姚姨娘被侯爷丢池子里了。啊，他怎么得罪侯爷了？不要脸，在花园里就勾搭爷了？是因为叶姨娘，之前叶姨娘落水啊，就是姚姨娘干的，侯爷给叶姨娘出气呢。叶姨娘居然有这么大脸面，怪不得爷一夜宠幸她这么多次呢，是真上心了呀。秦姨娘听到姚茵茵被丢池子里都没多开心，因为侯爷出远门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她见不到人了。要是侯爷这一走就3、4个月，秦姨娘害得脸色雪白。她思考了半晌，终于让春杏出府一趟，为她偷偷买来堕胎药。可药买回来了，她又舍不得吃了，心里还存着侥幸，想再等半个月，说不定那时候侯爷就回来了，兴许还能再留下这孩子。红桃知道秦姨娘买了堕胎药，又赶紧禀告了夫人。静观其变，不管他吃不吃药，都先别管他，让他自己折腾去吧。嬷嬷，怎么样？我爹怎么说？是不是很快就能让叶府破财败落了？姨娘，今天御史参了老爷一本，弹劾老爷骄纵出嫁女，祸乱后宅，导致咱们侯府的后宅不宁，要老爷好生反思，所以老爷很生气，让老奴劝慰小姐安分一段日子，别惹是生非。实则老爷勃然大怒，骂小姐就是个祸害，当初不要脸的非要嫁给谢晋当妾，
还要仗着娘家的权势欺压其他小妾，脸面都丢尽了。老爷不仅让小姐以后别再指望娘家会给她出头，甚至还放出狠话，说不愿意再认小姐这个女儿。侯爷对我怎么能这么狠些？他那么爱她呀，不，他不能这么算了。娘家爹爹不给他撑腰，他还有其他得用的人呢。嬷嬷，你去找钱儿，让他找些乞丐，传叶青只是狐妹子转世，专门勾男人，还会害男人。我就不信了，夫人能容下一个会害死侯爷的狐狸精。烟柳院外面的这些纷扰都打扰不到叶青芷，吃了药，叶青芷好好的养了2天就不发热了，身上的痕迹也淡了。行了，不用一直守着我，你呢也出去溜达溜达，打听府里一些消息，或者是外面有什么新鲜事儿，回来说给我听啊。在职场，消息灵通很重要，要耳听6路，眼观8方，千万不能当睁眼瞎，要不然背黑锅了，你都不知道锅是谁丢过来的。姨娘，打听消息有银子会方便很多，奴婢多拿一些银子行吗？我有多少嫁妆银子？银票是有10万两，还有1000两的碎银子，方便姨娘平日里用。有这么多钱养老了，他还是要苦逼的在这里当小妾打工，依旧不能辞职不干，否则就是个死，好像比前世更惨了呀。哎，生活这个小妖精啊，总是给你喂一点糖的同时再加一口大药渣。银子你随便用，别舍不得花银子。对了，你一会儿呢可以回到叶府一趟，就说我已经得了宠，想要去打点府里，再要一些银子。小姐，我们还有不少银子，这若是再要的话，就算老爷会给，夫人也不会同意的。哎呀，不用在乎那坏女人，如今叶府还是父亲当家，说一不二，你就这般给他说。要是想让渣爹掏银子掏得心甘情愿，就不能忘记给他画大饼，比如等他成为宠妾，叶家成为皇商，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又比如等他成为宠妾，生下孩子，叶家再也不怕官府欺压，遇见问题报侯府名号，问题迎刃而解。可想让他成为宠妾，银子少不了，没银子在侯府办不成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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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不成事也不怕，只要说想成事，哪那么容易啊？要是觉得我不行，那你让行的人来呀。姨娘，你终于长脑子变聪明了，真好。叶青芷满头问号啊，不，他还是个废物。京城叶府，老爷，好消息，好消息啊！咱们姑娘得了侯爷宠爱了，听说侯爷对咱姑娘满意的不得了。青芷得宠了。哎呀，好啊，总算是迈出第一步了。老爷，青芷娇美可人，侯爷定然喜欢，很快就能成为宠妾了，到那时就也能在侯爷那儿说上话了。哼，还宠妾呢，指不定哪天就死了。映雪啊，怎么说话呢？哼，当初你要死要活的要进侯府，后来反悔不去了，又在这幸灾乐祸起来了，你哪来的脸？谁也不知道，他前些日子做了个噩梦，梦见他进了侯府后受尽了折磨，没撑过2年就死了。可叶青芷嫁的男人却是明年春闱高中了状元，她成了状元夫人，风光无限。她既然做了噩梦得到启示，就不可能还傻乎乎的入侯府，所以她想方设法换了亲。没过2日，外面竟然有人传江阳侯府的叶姨娘是狐妹子出身。听说侯府的姚姨娘是4品大官的女儿，而且爱侯爷爱得疯狂，根本容不下人。姐姐得宠，
便招他极恨。那狐妹子的流言，想必就是他让人散播的。爹，你们也要小心，他对咱们的铺子动手。4品大关，这岂能是我们能抗衡的？惶惶不安的过了2天，如意居然回来了。如意，你怎么回来了？你家姑娘被赶出侯府了？怎么没见你家姑娘？难道是被打死了？老爷，我家姨娘好着呢，您别听信外面的流言，那什么狐妹子的流言根本就是对我家姨娘没有影响。呵呵，在这儿打肿脸充胖子呢。如意啊，你就别遮掩了，我们都知道侯府有个不好惹的姚姨娘，想必姐姐承宠后日子很艰辛吧？是，二小姐你在说姚姨娘吗？确实，姚姨娘仗着娘家在府里跋扈得很，姨娘刚入府2天，她就把姨娘推到池子里。可姨娘得宠后，姚姨娘又来挑事儿，侯爷当面就发落了姚姨娘，让人把她丢进池子里不说，还让御史大人弹劾了姚姨娘的爹，弹劾她纵容女儿作恶，让她反省呢。现在的姚姨娘都成病猫了，窝在院子里不敢出来。如意，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不可能啊！叶映雪摇着头，根本不相信。侯爷谢晋最是无情无心了，他就是把女人当泄欲的玩意儿，一点温情都没有的，怎么会给叶青芷撑腰，给他这么大的脸面？这么大的事情，只需要用点心花些银子就能打听得到，奴婢哪敢撒谎啊？对，这事啊，如意不敢撒谎的。如意啊，你回府来，可是你家姑娘有什么吩咐啊？我家姨娘说银子不凑手，再回来拿些银子。给他10万两银子还不凑手？府里的吃穿用度都有份例，他上哪花这么多银子去？二姑娘你恐怕不知，那点份例银子哪里够啊？而且侯府后宅要打点的地方太多，还要讨好侯爷和主母，样样都花银子，不舍得花银子，还想让我们家姨娘得宠后帮府里成为皇商，哪这么便宜的事情？叶永元觉得如意说的很正确，都花了30万两了，也不心疼再给个几万两了，先给1万两银子安排。他觉得女儿这势头不错，明显入了侯爷的心了，说不定很快就能有孕了。如意接了1万两银票后，又哭诉姨娘身子骨不好，侯爷专门请了太医调理，说要用名贵药材养着。等如意离开时，除了1万两银子，又带走了一堆的名贵补药，还有根百年人参。一下子没了这么多银票和名贵药，别说叶映雪生气愤怒，顾曼这个当家夫人也不开心，脸色沉下来。这叶府的银子都是要留给他的儿子和女儿的，给叶青芷前后后花了30万两，已经够多了，再多给他花1两银子，顾曼都不愿意。就叶青芷那呆板无趣的样子，江阳侯居然这么宠他，实在是让他始料未及。要是那小贱人真的得了势，他和他儿子女儿的日子可就艰辛了。按照姨娘的份例，我这院子里能够有2个1等丫头，如意已经占了1个名额，你们2人中只有1个可以成为1等丫鬟，为期1个月，谁表现好我就提拔谁，明白了吗？奴婢明白。你们最好都是听命于夫人的丫鬟，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是其他人的眼线，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们要记得，我只是个姨娘，你们的主子不是我，是侯爷和夫人。我们烟柳院的事儿都可以告诉侯爷和夫人，但是绝不可以再告诉其他人，告诉了就是叛主，明白吗？2丫鬟震惊又意外地看着这位姨娘，真新鲜啊，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忠心耿耿的话，但是细想又没有任何问题。叶姨娘可真会做样子啊，表忠心都表得比其他人有意思，要不人家受宠呢。春雨、夏蝉，你们先向夫人禀告，说我想在院子里搭一个凉棚方便纳凉，还想要有个小厨房，
得到夫人准许之后，你们呢再找府里的管事干这2个活，银子我自己出。哦，对了，府里有没有厨艺不错的丫鬟或者婆子啊？希望夫人能调一个过来。这种小厨房做好，我每日的吃食自理，银子花自个儿的。还有啊，这天气太热了，府里给的冰不够用，记得拿银子去多买一些冰回来。春雨和夏蝉忙应下来，表示记住了。等如意回来，你们再去夫人那儿禀告，先去给我弄一些冰镇西瓜来。还有，你们看着人呢，把东厢房去收拾出来，我做书房用。舒坦，真希望侯爷出差晚一些回来，让我养宫伤的时间可以拉长拉长再拉长。不用上班的日子太爽了。到了下午，如意从叶府回来了。姨娘，今儿你是没看见二小姐那张脸，臭死了，还张嘴闭嘴嘲笑姨娘不会得宠。奴婢看她是后悔没有进侯府。还有老爷，听完奴婢的话，给银子给的可痛快了，提起姨娘那嘴巴都能咧到天上去，对奴婢也是客气的不得了。这些都是侯爷给我的脸面，没有侯爷撑腰，我什么也不是。等我身子彻底养好了，得要好好伺候侯爷，回报爷。这身子啊，也得要好好练起来才行。姨娘，这府外面都在传你是狐妹子转世，专门勾搭男人，你名声非常的不好了。这种话咱以后就少说吧。我是当妾的，我又不是当主母。狐妹子呀是对我的赞誉，声明我做的不错。啊，真的是这样吗？蹲在树上的暗卫嘴角抽了抽，把这话记下来，回头写上面寄给爷。姨娘，这事真的不用管吗？要是流言越传越烈，铁定让侯府和侯爷的名声有损，说不定就会处置您呢。这事儿铁定得是有人管，但不是咱们能管，这也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儿。哎呀，就别心烦了啊。在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干自己职责之外的活了，一定要拎得清，一定要有边界感，别傻乎乎的被人当免费的骡子使。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姨娘，原来咱们侯爷不是老夫人的嫡子，听说当年老侯爷宠妾灭妻，非要抬侯爷的生母做嫔妻，又坚决要把爵位传给咱们侯爷，所以咱们得要小心大房二房那边，没事别接触。那夫人也太可怜了。还有，他怎么这么讨厌听到宠妾灭妻、抬平妻的字眼呢？一定是他小妾职业操守够足，没野心转正，才如此排斥。伺候婆婆就够费心的了，这婆婆还和自个儿丈夫有嫌隙，天天挑你的刺，关键你还不能躲不能骂，这还得天天主动送上门被虐。这太惨了呀。如意无语了，哦吼，听起来是有点惨，原来当家主母也这么憋屈啊。蹲在树上的暗卫惊得差点脚滑，这叶姨娘怎么能如此语出惊人呢？对了，如意，以后呢咱们就不要在背后妄议侯爷和夫人的事儿，太过僭越，下不为例啊。虽说我真心为夫人抱不平，可到底是冒犯了夫人。春雨、夏蝉，你们拿着这些药材送去给夫人赔罪吧。她再喝药就要变成药罐子了，是药3分毒，调养身子还得靠食补，就等她的小厨房上线了。别忘了向夫人申请凉棚和小厨房的事儿。奴婢记住了。贵心院，春雨和夏蝉捧着2个盒子的名贵药来到夫人这里，然后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今天在烟柳院发生的事说了。他真是那么说的？说都听我和侯爷的，说骂他狐妹子是夸他，还说我可怜太惨了。春雨和夏蝉都用力的点点头。叶姨娘明明什么狠话都没说，可他们对这个叶姨娘就是莫名的有点发怵，什么小心思都不敢有的，伺候她也是很用心。夫人，叶姨娘这个人虽然有些不知规矩，说话太直白，为人也太放浪，可她也确实有些小聪明，
知道这府里能依靠的除了侯爷，还有夫人您。不过就是不知道他能做到哪一步，是不是真的可以对夫人不隐瞒？怎么可能不隐瞒？不过既然他都这般表忠心了，给他送了大礼来，侯爷还那般护着他，自己也不能对他太苛刻了。他要弄凉棚，想要小厨房，想要厨娘，想要买兵，这些小事儿通通都可以满足他。反正花的不是侯府的银子，更不是侯爷的私房钱，他一点不心疼的。还有那外面的传言，张静怡眼眸闪过冰冷，真以为他家侯爷离了京城就能肆意的往侯爷和侯府身上泼脏水了？嬷嬷，派人去找宋锦宋大人，让他好好查查关于叶姨娘的流言是谁传出来的，把传的人都抓了。姨娘，您想要凉棚、厨房还有厨娘，夫人都准了。夫人说烟柳院是您的院子，您爱怎么折腾都行，前提是不花府里的银子。夫人还说府外的流言过2日就会查清了，但夫人也要姨娘多学学规矩，说等侯爷回来再派个教导嬷嬷过来。夫人可真好啊。看来侯夫人也不是那种表面大方背地里耍阴的人，更不是想独占侯爷的恋爱脑。虽然这位女领导也能处，是个好消息，夏日炎热都无法出来活动，可是这一直闷在房中也憋闷。不如我出银子，也给少爷和小姐的院子里搭个凉棚，多弄一些冰，再做个秋千，弄一些攀爬架，也能让少爷和小姐在院子里玩耍玩耍。还有夫人的院子里呢，也给弄一个凉棚，没有我这一小妾在院子里享受清凉，让当家主母受这酷热之罪的道理啊。春雨听了叶青芷的话，都愣了下，再次感叹：叶姨娘真有钱啊，脑子也聪明。其他的姨娘顶多是在夫人还有公子小姐生产的时候，送上自己做的什么鞋子啊、袜子啊、帕子啊、香包的，都不值钱。看看人家叶姨娘，一开口就是上千两银子撒出去了，关键是这份大礼绝对送到夫人心坎上了。夫人难道不想自己多用兵吗？不想让少爷小姐多用兵吗？当然想了。然而虽然夫人长着府里钟馗，但是还有老夫人大房他们在一旁盯着呢，夫人想多用点银子都不行，哪怕用自己的嫁妆银子补贴，也铁定会被指责带头奢侈。晚上过后，张静怡让丫鬟点上灯，又开始看府里的账册。这天是越来越热了，冰的价钱也越来越贵，老夫人那儿用的冰越来越多，这都破了份例了。夫人，咱就吃这闷亏，为老夫人添这份银子。咱们不填，让大房去填，年年都是这样的手段，腻歪死人了。今年咱们说什么也不填了。这时外面丫鬟通传说是春雨求见，张静怡便知道叶姨娘那边又有事儿了。她让春雨进来，就听她禀告叶青芷要出银子给她还有少爷和小姐的院子里都搭凉棚的事儿，倒是个有心的。张静怡没想到她居然会被一个小妾给取悦到了，还觉得这个小妾特别贴心，难怪后爷喜欢她呢，这么会送礼她也喜欢。看来往后要多护上一护，不能让叶姨娘早死。赵妈妈，明天你亲自带着干活的人去烟柳院，先将叶姨娘的院子给她整好，一应要求都满足她。对了，周嬷嬷，让人盯着宋大人那边，让他往深了查，一定要揪出放出流言的幕后黑手。花了3天时间，工匠们就把夫人还有小少爷还有小姐院子里的凉棚还有秋千和攀爬架都给做好了。母亲母亲，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凉棚和架子，好凉快，好好玩。要完成先生布置的功课才可以玩耍。母亲，我会的，我今天已经完成了。
夫人，这叶姨娘还挺有巧思的。燕姐也想玩吗？母亲，我可以吗？可以去玩一玩，但是在外不可忘了规矩。你穿着襦裙不方便攀爬，先让嬷嬷带你去换套武打衫。谢谢母亲。傍晚时分，张静怡收到了宋锦的调查结果，流言是从府里的孙姨娘那里传出去的。把孙姨娘先禁足，等侯爷回来再决定怎么处置她。再给爷去封信，简单说说这府里的情况，让爷也有个准备。秦姨娘的事还说吗？不必在信中提了，等爷回来我亲自说。姚茵茵这边，外面在散播抓流言的人，他们自然也知道。王嬷嬷胆战心惊了2天，发现没查到他们头上，不由松了一口气。可她还是害怕得很。小姐啊，这次多亏了钱二够机灵，发现还有孙姨娘的人也在散播流言，就顺势全栽赃到孙姨娘那边了，咱们才得以脱身。哎呦，我的好小姐呀，老奴知道你委屈，可你再委屈也要忍耐一下。咱们侯爷是谁呀？可是锦衣卫的指挥使，做的就是暗查稽查的事情。这侯府里不知道安插了多少暗卫，他们都是侯爷的眼线啊，咱们暗地里搞些小动作，不可能瞒得住侯爷的。丽嫔娘娘也来信说了，让你安分一些，别再惹侯爷生气了，这样他也能帮你在老爷那边说说话，让老爷原谅你。否则你可真的要失去娘家这个靠山了。夫人竟然也被那个贱人给收买了，没有收拾那个狐妹子就算了，还为她破除流言，不就是几个凉棚和冰块？夫人的眼鼻子也太浅了。王嬷嬷心想，那几个凉棚和冰块可不便宜，这一个夏天供应下来5000两银子打不住。他们姑娘出身是高贵，可是他们手里能动用的银子也就只有2000两，哪里能盖得了凉棚啊？这就是差距。老夫人听说了这事儿，面色沉沉地叫来张静怡，各种暗示她的院子也要搭个凉棚。可张静怡根本不接茬，全装听不懂。老夫人再说，她只是无奈地倒苦水。那叶姨娘刚得了侯爷宠爱，娘家又有银子，行事就难免猖狂了些，奢侈了些。母亲，我也是难做呀，心里苦啊。你也是知道，这妾室得宠后，我们这当家主母的也是打不得骂不得，只能干瞪眼不说，这脸面上还要过得去，该有的赏赐还不能少。老夫人哪能听不出她阴阳自己也是被宠妾灭妻的那个妻，气得浑身哆嗦，让张静怡赶紧滚出去。夫人，您对老夫人是不是太不敬了？哼，我以前对她多恭敬啊，还不是落不得好。这2日我强硬起来，你看她除了憋气，又哪里敢真的冲我下手？我算是看明白了，她就是欺软怕硬。以后啊，我只会更硬气。徐州，谢剑又收到了府里的飞鸽传书，都禁足了还不消停，哼，倒是越来越聪明了。大人，案情告一段落，周府大人今晚想在翠晴楼宴请大人，还请大人赏光。谢剑没有拒绝，当晚在翠晴楼宴饮，以他尊贵的身份，伺候他的自然是花魁胭脂姑娘。下去把自己身上的味道洗干净再过来。谢剑扫了眼他刚沐浴完的模样，不由得和叶青芷比了比，只能说叶青芷完胜，不得不说有些扫兴。妈妈，我就这么差吗？我就这么丑吗？我居然被侯爷这么嫌弃，我都不想活。
哎呦，我的姑娘啊！哎呀，咱有差距，不要怕，妈妈送你去京城的怡红院学习。啊？胭脂懵了。哦，倒也不必，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啊。时隔半个多月，谢晋终于办完了徐州的案子，押着贪腐的官员回了京城，交给大理寺，从皇宫复完命，回到了府里。回府后，首先回的是贵心院，给足了张静怡这个侯夫人脸面。秦姨娘应该怀孕了，此事还没声张，本侯爷处置呢。别知道了，我会处理，你全当不知就好。还有孙姨娘让人传流言污蔑叶姨娘是狐妹子转世一事，我在信中给爷说过了，爷说该怎么处置孙姨娘。丈30，能不能活，看他自己。瞧我，光说糟心的事儿让爷心烦了，倒是也有件让人开心的事儿。叶姨娘出银子给玉哥还有燕姐搭了个凉棚，还有玩耍的攀爬架。自从那之后啊，玉哥吃饭都比之前多了一碗饭，人瞧着也比之前壮实了。燕姐儿也邀请了不少小姐妹来家里做客，在那凉棚里呀，乘凉荡秋千，吃些点心的。那些小姑娘啊，回去后争相效仿，一时间不少高门大户都搭起了这凉棚。都被禁足了，他还能这么折腾？叶姨娘还是挺安分的，人也识趣，也有巧思，对伺候爷的事儿也很上心。听说她这些日子在练身子，动作好像还挺有趣的，一会儿爷不妨去瞧瞧。张静怡自然知道叶青只练习浪荡动作的消息，当时她听后静默了片刻，也只能感叹叶姨娘真的能豁出去了。不急，叫玉哥和燕姐过来，一起用晚膳。夫人，侯爷才刚刚回来，你怎么还主动把爷往外面撵呀？强扭的瓜不甜，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侯爷若是有留下的心，自然会拒绝去叶姨娘那边了。烟柳院，谢晋没让院子里的丫鬟通传，推门进来，就看见了他这只穿着小肚兜的清凉装扮，还有那十分不正经的动作，可谓观音坐莲，妩媚入骨，魅惑丛生。谢晋呼吸都一紧，眼眸变深，看着他的眼神直勾勾的，如盯着可口的猎物一般。叶京只听见动静，朝门口看去。哎呀，侯爷您回来啦！妾身刚才还在想侯爷呢。想爷什么了？是想爷这么疼爱你？爷，你可真是明察秋毫，断案如神。妾身想的就是这个。你这些日子倒是养得不错，风雨不少。爷喜欢我这样吗？是胖些好，还是之前好？也喜欢现在的手感，可以再多吃些。谢晋要他再吃胖点儿，叶青芷也就听听，根本不会照做。再胖下去，他就没这么好看了。现在才是最性感的身材，最好的状态。说他真的听侯爷的，等他变胖了，侯爷又该不满意了。在职场一定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样就不会被领导轻易的 PUA， 也不会吃口领导画的大饼就感动的为他拼死干活。也就是侯爷轻易为他处置姚茵茵，又给他提供了新手保护期，福利待遇很高，叶京芷才愿意多花心思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要不然呵呵，给的钱少，还想要全能优秀员工，像屁吃呢。谢晋到底怜惜叶青芷的身子刚养好一些，没有可劲儿折腾她，反而多了不少的怜惜。动作练得不错，从哪儿学的？妾身入府前，爹爹特意找了懂行的嬷嬷教的，要妾身好生伺候爷。
我记得入府前，你似乎还有婚约，听说是个寒门才子，才学很不错，在江南学府也能排上名号。不光秋闱有望中举人，明年春闱也有望中甲等进士。你放着正经的官娘子不做，就这么愿意伺候爷？哎呀，不瞒爷，妾身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还为此寻死过一回。叶京只装作长长的叹了口气，心想：来了，来了，领导要的表忠心来了，就看他能不能装得像了，立得住人设了。或许侯爷不知，原本叶府想要送叶映雪给爷做妾的，妾身那妹妹啊，原本也是欢喜异常，日日催着父亲赶紧走动，定下此事，盼着能入侯府。可这不知怎么回事，等真定下此事之后，他就忽然变了卦，说什么也不想进侯府。然后春日宴上，叶映雪与妾身之前的未婚夫就衣衫不整地抱在了一起。妾身原本憧憬着嫁人后，等夫君高中做了官，可以护住我和娘亲兄弟，不再被故事任意搓磨，却不料遭到这样的背叛和羞辱，这美梦落空，希望也没了，就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被救下之后，顾氏拿妾身娘亲和兄弟的安危逼迫，要让妾身去代替叶映雪入侯府。父亲也在不停地劝说，妾身也就同意了。不过经过这几次生死经历，还有上次侯爷为妾身处置姚姨娘，护妾身安全，妾身也想明白了，只有像爷这样的高官侯爵才值得依靠，才能够帮助妾身护住娘亲和兄弟。妾身当然是要努力的伺候爷，让爷满意。叶青只说完，眼睛清亮亮的看着谢晋，眼神里是坦坦荡荡，全心的信赖。反正他该说的都说了，爱信不信吧。他这个小妾的工作能干多久，全看侯爷这个领导了。唉，这事情之下也不允许他辞职不干，更不允许他跳槽换下家。敢辞职逃跑？嘿，侯爷可是干锦衣卫的，他哪里跑得掉？敢跳槽？敢给侯爷戴绿帽？只会死得更惨。这时外面传来吵闹声，你家姨娘不舒服，你去求夫人找府医给看病，你来这儿找侯爷做什么？侯爷又不会治病，想截胡就说截胡，装什么病？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如意说的又没错啊。爷，您要去吗？也不知道是哪个姨娘按耐不住出手，要爷就宠幸她。以后出门说话前，也让你的脑子管管你的嘴。爷，知道了啊。以后妾身出门都不带嘴，把它给缝上。就说爷给下的命令，让妾身修炼闭口禅。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两人斗嘴的功夫，如意来敲门了。禀告外面秦姨娘身边的春杏求见，说是秦姨娘病了，而且有重要的事要禀告侯爷。知道了，让他等着。侯爷你别看了，再看咱们又要滚到床上去了。前姨娘还等着您过去呢。您要是喜欢妾身这身打扮，妾身就多准备几套，下次专门穿给您看。给爷闭嘴！这女人真是爱口无遮拦。哦，爷不喜欢妾身的安排，那算了。谢晋离开了烟柳院，随着春杏去秦姨娘那里。见过侯爷。爷，妾身许久不见爷，特别想念您。谢晋在他的面前目光冷漠地看着他表演。秦姨娘见谢晋不说话，爷，妾身听父亲传信说，他治下的马场抓到了一匹马王，桀骜不驯，日行千里。过段时日就运来京城，献给爷。你肚子里的孽种是谁的？侯爷，奴婢该死，求你不要迁怒我父亲他们，他们对侯爷忠心耿耿，是奴婢自己该死。
奴婢这就去死，求侯爷息怒。我那个好大哥倒是有本事，让你不怕死的跟他通奸，临死了还死心塌地的护着他，也可以给你一条生路。不光是你父兄等人的性命全在你一念之间，是听我吩咐还是现在死，选吗？奴婢全听侯爷吩咐，只求奴婢完成侯爷吩咐之后，能给奴婢的父兄家族一条活路。你没有和爷谈条件的资格，他们能不能活，全看你表现。侯爷，您是不是从大爷第一次接触奴婢，您就知道？护好肚子里的孽种，爷留着还有用。秦姨娘脸色苍白的应下来，心里一片绝望。可这条生不如死的路是她自己选的，又怪得了谁呢？姨娘，可是惹爷生怒了，还有热水备好了，姨娘洗一洗吗？丞相，我成功了，刚才爷要了我。恭喜姨娘，只要在瞒国府医那边就没问题了，到时候弄个早产，谁也瞧不出孩子月份不对的。是吧？是这样，我的好日子要来了。姨娘，今天要去给夫人请安，是打扮的艳丽些还是素净些？我的禁足令取消了。刚才夫人那边有让人传话过来，说姨娘不用被禁足了。哦，我第一次正式向夫人请安，这太素净显得我做作，太艳丽显得我嚣张，中规中矩的来，显得出我安分懂事就行。手艺不错，眼光也不错。叶江只照了照镜子，满意的冲春雨说，见夏蝉进来，又问他可擅长梳妆，能不能赶上春雨的手艺。回姨娘，奴婢梳妆的手艺不及春雨。姨娘，外面太阳已经毒了，奴婢拿了伞过来，我们撑着伞过去也能遮阳。不错不错，有心了。如意看着春雨和夏蝉，两人围着小姐各种讨好献媚，撇撇嘴，他就不信这两人能越过他去，他可是姨娘身边第一人。叶京只来到贵心院，等待通传后进去，便看见屋子里已经坐满了各式各样的美人儿，除了夫人这个领导，在座的各位都是他以后的同事了。妾身见过夫人。看叶姨娘的样子，调养得不错。谢夫人关心，多亏了夫人给的厨娘手艺好，妾身胃口好了，这不光身子养得好，还都吃胖了呢。这脸蛋圆润了，腰身也胖了，以前的衣服都快要穿不下了。还是这样更好看些。入座吧。其他姨娘们都满头问号。这就完了？叶姨娘，这通常是姚姨娘坐的地方。待她坐下后，旁边的一个小美人儿小声地冲她说，你还是找个其他地方坐吧，要不然等会儿姚姨娘来了，恐怕又要不愿意了。坐个凳子都有坑，不愧是勾心斗角的翟斗文，这处处都是翟斗点。夫人，这椅子是姚姨娘的专座吗？妾身不能坐吗？旁边这位姐妹说让我给姚姨娘让位。单坐无妨，没有专座一说。夫人，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是觉得姚姨娘来了铁定会不高兴，为了避免没必要的纷争，奴婢才好心提醒了一句叶姨娘。姚姨娘不高兴，我就要给她让位，这都是贵气，她怎么就比我高贵了？人生那么短，我凭什么委屈自己给她脸？你站起来回话别发抖啊，好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咱们对事不对人，你解释清楚这事儿就算完了。行了，徐姨娘罚1个月的月银，这事儿就过去了。一个座位而已，也值得你们吵来吵去的。徐姨娘憋屈的谢罪，叶青芷也不会不依不饶，到最后
重新坐下。可众人看他的目光都微微变了，这是个不好惹的，嘴皮子也厉害，受一点委屈都要给你闹大了。没事别轻易的招惹他，平白惹一身骚，最后可能还坑了自己。叶姨娘，昨晚上对不住了。无需道歉，你能把侯爷请走也是你的本事。谢谢了，小琴，下次继续努力，侯府就需要你这样上进的好员工。说话间，姚茵茵进来了。叶姨娘，你坐了我的椅子，你故意找事儿对不对？顿时间，其他人都笑了起来。性子温婉的就用帕子捂着嘴笑，有那性子豪爽的就哈哈大笑。不是，你们都笑什么？说话间，一个美人站起身，征得了夫人同意后，笑着给姚茵茵解惑。听到叶青芷刚为这事闹完，夫人还发落了徐姨娘，姚茵茵顿时一张脸通红，她脸色难堪地向夫人请罪。张静怡淡淡地训斥了2句，便接过此事，让姚茵茵赶紧坐下。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前些日子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传言，说叶姨娘是狐妹子转世之类的，散播谣言的是府里的孙姨娘。去，把孙姨娘给带过来。叶姨娘，你有什么要说的？妾身看着孙姨娘，突然间还真是多了不少感触。那妾身就起来好好说说啊。孙姨娘抬头看他一眼，没什么反应的，又低下头。成王败寇，他输了，没什么好说的。孙姨娘，咱们这当妾的，想争侯爷的宠爱无可厚非，咱们就是伺候爷睡觉的，这不争不抢才是对爷不上心呢。谁一旦得宠了，这心生嫉妒更是正常事儿。咱是人，又不是石头，怎么会没情绪呢？可是你嫉妒了，眼红了，你不花心思想着怎么提升自己业务能力，就是提升自己伺候爷的本事，不想着怎么哄爷开心，怎么变出花样吸引爷的注意力，你光想着消灭竞争对手，这就太愚蠢了。今天你灭了我，明天还有别的得宠的人，你就算是杀光了府里的美人，还会有新进府的美人，你杀得过来吗？哎呀，孙姨娘，你说说你呀，你这长得也很漂亮，听说还很会唱曲儿，也是得过宠的，说明你身上有爷喜欢的特质，那你就应该找到让爷厌弃的原因，改正错误，再发挥自己长处，努力创新出一些新花样，重新获得爷的宠爱。你费那银子和心力找我麻烦干嘛？你再想想，咱们爷是做什么的？锦衣卫指挥使。哎，你搞流言这事儿，你不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搞笑呢吗？现在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没把我拉下来，还把自己给坑死了。哎呀，何苦呢？真是被你给蠢哭了。姚茵茵在一旁听得脸色难看，她总觉得叶青芷指桑骂槐，也在骂她蠢呢。她就是得宠一个想杀一个，道理她当然也懂啊，可就是臣妾做不到啊。她那么爱谢剑，她得不到侯爷的宠爱，也不能让其他人得到。你比我聪明太多了，怪不得你能得爷的宠爱呢。我这输的呀，一点都不冤。我这不是聪明，是自我认识清楚。我知道自己不聪明，算计不了别人，什么小心思都瞒不过侯爷和夫人，我也就不费心思去做那些蠢事了。夫人，妾身想说的都说完了。说得极好。嬷嬷，回头赏叶姨娘一些布匹，让她多做些新衣服，这衣服瞧着都要不合身了。你们也都好好思量一下叶姨娘的话，她是个通透的，比你们都瞧得明白。侯爷喜欢安分聪慧、心地善良的，不喜欢自作聪明还心思歹毒的女人。孙姨娘，你派人散播流言，害侯爷和侯府脸面受损，必须要罚。侯爷说杖30，你活下来，既往不咎。
奴婢认罚。叶姨娘，你刚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说什么何苦呢？你既然这么同情孙姨娘，你怎么不为她去求求侯爷呢？丈30，他可真的会死的。我是人，不是菩萨。面对害我的恶人，在他被惩罚时我不落井下石已经是很高尚了，我怎么可能还去求情？哎，你看看我这脸上写着大冤种3个字了吗？我今天若是为孙姨娘求情，你们表面上夸我良善，可这背地里指不定是怎么骂我傻逼，骂我虚伪。然后我以后就成为了被你们求情利用的大冤种。我要是拒绝求情，你们又要开始骂我心黑，臭婊子装不下去了是不是？既然里外都不是人，那我就选择做一个心黑的贱人。这样你们还想要害我的时候，就得要掂量掂量，要害我，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我这个人小心眼儿，被狗咬了一口，我都得要追上去咬2口回来。虽然我什么事情都能看得开，可不影响我记仇啊。张静怡都有些服了叶青芷了，她的小嘴是真敢说呀，什么遮羞布都能让她扯下来了。人家发狠也是光明正大的发狠，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装的。平日里大家伙谁说话不是3分藏7分的，表面上和和气气的，背地里在捅刀子。可人家叶姨娘刀子攥在手里，明晃晃的亮着，谁敢欺负她，她就直接给谁一刀。把赵姨娘扯开，将孙姨娘拉下去，就在院子里行刑。你们随我一起观刑。观刑是为了震慑，只有见过真正的刑法，在做坏事时才会有敬畏之心，才会犹豫衡量。一板子打下来，孙姨娘发出惨叫。等10个板子下去后，孙姨娘的惨叫声都低下去了，身上渗出鲜血。观刑的姨娘们个个面色惨白，叶青芷也受不了这个阵仗，所以她华丽丽的选择了晕倒。晕倒前，她还不忘给了一个理由，给自己立了一个人设。血，好多血。随着叶青芷晕倒，有几个姨娘福龄心智，跟着有样学样，也都陆续的晕了。其中苏冉冉体弱多病，没看过这场面。随着孙姨娘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是真的晕了。还有姚茵茵，她是心虚加后怕，也撑不住的晕倒了。张静怡看着这一个个不顶事儿的小妾，嫌弃的皱着眉，让他们都下去了。孙姨娘最后活下来了。姨娘，听说孙姨娘醒过来了，应该不会死，挺好的。希望这一次她能重获新生，别干蠢事儿了。不少姨娘去探望，送东西给孙姨娘，咱们送吗？别送东西了，送什么都可能让人觉得东西暗藏杀机。就送1张100两的银票给孙姨娘，祝贺她活下来吧，就当是给她的新生洗3礼，愿她喜去铅华，美丽绽放。姨娘，你是认真的吗？这头孙姨娘收到叶青芷的100两银票，不由心生感激。银子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回头等我烧好了，我亲自上门给你们家姨娘道谢。你不急恨加害我家姨娘就行了，道谢就不必了。转眼间时间过去了半个月，谢晋一直没来烟柳院。姨娘，侯爷都好久没来了，府里都在传你失宠了的话。姨娘，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奴婢说话？你失宠了，你就不着急吗？叶青芷当然不着急了，她的失宠就是放假，打工人哪有嫌弃假期长的？叶青芷巴不得经常放假呢，还是带薪假期。不过放假了，虽然歇着挺爽，可是只能拿基础工资了，什么脸面啊、地位啊、赏赐等福利待遇就没有了。瞧瞧，才放假半个月，她在府里的脸面就没了。如意姐姐，侯爷这半个月统共就在后宅留宿了3次，一次是夫人那儿，一次是苏姨娘，那是去探望苏姨娘身子的，一次是武姨娘，
还很可能是去看九公子的，这不能说明咱们夫人就失宠了呀。春雨分析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一直这样不得宠，不能伺候爷。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喊夏蝉过来，问一问我让他准备的战袍可弄好了。奴婢这就去问问。做好了。奴婢大致按照姨娘画的图样做的，有些地方稍作修改了一下，姨娘瞧瞧可对。不错，夏蝉这几日辛苦了，赏10两银子。如意，你去问问金宝，爷今晚上有空吗？能不能过来？啊，姨娘就这么说吗？那是侯爷，不是金宝。那就说我想爷了，想要和爷共度春宵。姨娘，你再换一个吧。这个奴婢说不出口。哎呀，那我就写封信，你呢就拿去交给金宝，让他交给侯爷，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经过修改之后，叶青芷传给谢晋的纸条是这样的：妾身这几日胃口特别不好，食不下咽，只想吃侯爷的豆腐。妾身也不知怎么这般魔怔，就觉得侯爷很甜很甜，想要尝遍侯爷身上的每一寸。原来是妾身是中毒了呀，需要我和侯爷深入亲热才能解毒。侯爷，你能来救妾身吗？人家还不想这么早死。金宝哥哥，这是我家姨娘给侯爷的信，还请你转交给侯爷。金宝接过来，心想叶姨娘也终于按耐不住出手了。这半个月来，因为叶姨娘那一番争宠的话，让府里的那些姨娘可是找到事儿干了，都卯着劲儿往侯爷跟前凑啊，送汤的，送香包的，送衣服的，半路偶遇后装摔倒的，绣眉毛的，弹琴的，唱曲儿的，哎呦，花样也就这几样吧，但是频率特别高啊。侯爷都被惹恼了，烦的。如意姑娘，就只有这个信笺吗？如意不好意思的点头，她也觉得拿不出手。再想想新的内容，她的脸更红了，就没见过比她家姨娘还奔放的。那你在外面等一等，我这就去给侯爷，一旦侯爷有什么吩咐，你也好传话。侯爷，叶姨娘让丫鬟送来一封信，奴才见不是什么汤药香包的，就给爷送来了，爷可要看？拿来。谢晋扫了眼金宝，这才打开信纸，等看见上面的小红心和红唇，还有那浪出天际的话，顿时脸色变得极为精彩。他用力地将信纸合上，咬牙切齿地说了句：如此淫词浪语，真亏他写得出来，白瞎了一手的好字。告知叶姨娘，爷今晚上过去。金宝恭敬应下来，心里却想着，哎呦，还是叶姨娘有手段啊。其他姨娘也献媚，没一个人能成功把侯爷给调回屋的。到底那张纸上写了什么淫词浪曲啊？烟柳院，叶青芷还吃着晚饭呢，谢晋就来了。爷，你可用过膳？还没。这都是妾身爱吃的菜，侯爷等等啊，妾身这就让厨房给爷做几个菜。春雨，通知李大娘，让她再做一些菜过来，油饼也要多弄几张。谢晋坐在一旁的贵妃榻上，捡起来丢在一旁的书册子，瞅了眼，顿时嘴里抽抽。看字迹是他写的，可上面写的内容，谢晋有些辣眼睛。这是什么？哦，这些啊，是一会儿和爷玩角色扮演游戏的剧本子啊。哎，爷，你喜欢演什么啊？这调戏乡下小夫人的恶霸？谢晋扫了一眼上面的台词，顿时嘴角抽搐。什么小娘子你就从了我吧，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呵呵，还不从？那我可就要用强了，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之类的。谢晋瞪他一眼，怎么也像恶霸？那就叶慧小姐的书生，斯文败类型的。谢晋又看了看台词，只见上面写着：小姐，小生对你一见倾心，再见魂牵梦萦，
只想马上就和小姐共度春宵。看来他送自己的那些信的内容还含蓄了不少呢。你脑子里就不能想点有用的？青楼妓女都没你这能耐。爷不喜欢就算了吧，那妾身把这些污言秽语的册子就给烧了吧。爷又没让你毁了。叶青芷哼笑一声，这局明显他胜了。叶青芷小小作妖了一下就老实了，也没敢吃太饱，怕一会儿上班被侯爷一颠会吐出来。然后在他换上他的战袍之后，谢晋整个人就颠了。事后当事人叶青芷就很后悔啊，特别后悔，太累了，这班就不是人上的。你这性子怎么会差这么多？之前在叶府都是装的。在侯爷这儿装的，因为侯爷喜欢骚浪的。侯爷不知啊，这妾身平日里也端庄的很，就上床才这样的。备好热水。如意和夏蝉赶紧进来，顿时被屋里的味儿给熏红了脸。再看地上，到处都散落着碎布。夏蝉心疼地看着自己缝制了好几天的战袍，就一夜呀，报废了一半，效果应该很不错。他们姨娘又得宠了。后半夜，叶青芷又做噩梦了。这次是大婚背景，洞房花烛夜，她穿着红嫁衣，戴着红盖头，等在新房中。终于门被推开了，新郎官走进来。我早已心有所属，我只能给你当家主母的体面，更多的你就别妄想了。男人冷漠的话传出来，叶青芷气得想要给这个装逼贩子一巴掌。奶奶的，妄想个屁！你的一颗烂花心谁稀罕啊？就算是双手捧在我面前，我都要丢到地上，再用脚踩个稀巴烂。你发什么疯？爷，对不起啊，我刚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个男人想要非礼我，这气得我抬手就想要给他一巴掌。以后少写那些乱七八糟的剧本子，你就不会做那样的梦了。爷，你真是吃饱了饭就打厨子啊！昨晚上不知道谁上头，扮演的比妾身还投入。被昨天晚上的噩梦影响的，叶青芷心情又不好了，被恶心了好多次了。叶青芷也开始发动不多的脑容量，猜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梦里那个恶心的男人到底是谁啊？这个梦到底几个意思啊？难道是原主的前世记忆？他那个妹妹叶映雪应该是重生的，若不然也不会之前一直想进侯府，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愿意进侯府了，还想方设法地抢了原主的未婚夫。他可是网文资深读者，重生后换亲这种老梗他可太熟悉了。说不定原主也是重生呢。从噩梦中可以看出，他前世过的只是表面风光，背地里憋屈得很，所以重生后索性也就顺势选了入侯府当小妾这条路。只是原主可能太大意了，没成想府里的姚茵茵这么心狠手辣，他一进府就要弄死他，所以原主被推入池子里，倒霉的被姚茵茵给害死了，就换他穿越过来了。叶青芷越想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可是真是这样那又如何？那是原主的前世，又不是他的，难道要他收拾渣男，原主的怨气平息，他才能不做噩梦？这个项目难度有点高啊！哎，不急，立项的前期调查还没有呢，说不定噩梦也不是他猜的那样。谢晋这人啊，狗一天猫一天呢，他今天得宠，明天就会失宠的，他哪有精力搞新的项目啊？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清自己的能力。吃完早膳，叶青芷又去给夫人请安了。见过夫人。夫人，昨天侯爷在妾身那儿用晚膳，不太喜欢李太娘的厨艺，妾身能从外面去寻一个擅长做辣味菜的厨子养着吗？给厨子的月银，妾身可以自己掏，以后侯爷再去了，也能有口可心的菜。这是给侯爷养厨子，哪能让你掏银子？
回头我让人找个厨艺好的放你院子里，银子从中宫出。谢夫人。其他姨娘一听这个，哎呦，那个酸呐！叶姨娘那儿养了个厨艺好的厨子，侯爷又多了个理由去他院子里了。他怎么那么会争宠啊？他们这些天都白忙活了。今天没什么新鲜事儿，一套流程走完，喝完花茶就散会了。姨娘，那些被撕坏的衣服还重新做吗？不做了，天天这么玩吃不消。当天晚上，谢晋又来了烟柳院。叶京芷正在摆弄围棋呢，一手黑子一手白子，自己跟自己玩得不亦乐乎。叶姨娘，你棋艺如何？妾身也不知道，平日里都是看棋谱自己下，也没个对弈的。只看棋谱？爷见你写的一手好字，也是下了功夫的，是从何人？叶京芷拧眉想了想，没从原主的记忆中找到这方面的记忆，相反，他发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之前他猜测原主重生的论点。原主的亲娘在他5岁的时候就因残害子嗣被关家庙了，从那之后，原主就一直在顾氏手底下讨生活。顾氏面甜心苦，也给原主请了女先生，可是那女先生天天只教原主念女戒、女德等书籍，根本不教他其他的本事。至于练字，更是敷衍的教了教。原主的字迹和他现在写的根本不一样。叶京芷之前都没有深扒过这一点，今天被领导一问，才发现了问题。叶京芷心里咯噔了一声，心想，他的这些记忆应该是从重生后的原主那里继承的。可是这个问题若是深想，就又有问题了。原主重生的也是灵魂，不是身子，他根本就没有原主重生后的记忆，只是做了一些模糊的噩梦而已。怎么那些技能就掌握得这么清楚啊？该不会原主的灵魂其实一直还在这副身体里吧？这就让他有些惊悚了。家人们谁懂啊？突然间发现自己穿的身体可能是有主的，他太吓人了。也不过是问你的习字先生，怎么还能吓成这样？难道叶姨娘早已经被调包了？爷，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妾身忽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谢晋心想，若这都是他装的，他演的，这女人演的也太好了。什么事情如此可怕？给爷说说。侯爷你也知道，妾身差点死了2回，一次是3个月前上吊，听说妾身啊被从房梁上救下来，是脸都青了，气都没了，府里都要准备后事了，但是妾身又很神奇的醒了。第2次呀是1个月前落水，高烧了3天才醒过来，人也差点没了。这2次死后复生，妾身性情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妾身也没在意，这人死一回遭逢大难，性情变化不是很正常吗？可是你刚才问妾身棋艺，问妾身从何处习字，妾身这仔细想了想，居然没有这块记忆。而且你可以去问问如意啊，我以前的字不是现在这样的。侯爷，妾身不会被什么脏东西给附体了吧？难道妾身真是狐狸精转世？别胡说，根本没有神鬼之说，或许你只是忘记了一些事情。侯爷这么一说，妾身顿时就觉得就是这样的。你是狗吗？又是蹭又是闻的。我在蹭侯爷身上的阳气啊，这样邪气小鬼就不敢近着妾身，妾身就不怕了。哼，那换个方式。谢晋开始扒他衣服，让你更好的吸阳气。哎，等等，这棋还没下完呢。侯爷，你不能看自己要输了就耍这种不入流的手段。爷，赢了有没有彩头啊？你想要什么彩头？谢晋问。他有些意外，这女人的棋艺居然这么好，是他输了。他身上隐藏的秘密让他更好奇了，难道
真是失去记忆了。爷应该也知道妾身被送进来，那是因为妾身父亲想要叶家成为皇商，甚至想要做江淮之地的官盐买卖。不知道这个目的，妾身现在求一求，能不能满足啊？可以。哇，侯爷真可以啊！那这彩头是不是也太大了？妾身进府之后的奋斗目标之一就这么实现了，这么轻松？妾身提的这个高要求啊，就是想着侯爷拒绝，等侯爷拒绝，妾身再说个别的彩头，估计爷就答应了。哦，那你的真实彩头是什么？妾身是想要回叶府一趟，妾身得宠了，这怎么着也得要回去耀武扬威一下，锦衣夜行多没意思啊！我就是想看我那个坏妹妹和继母一副气得要死，可又干不掉我的憋屈样子，还想看看我那亲爹讨好我，卑躬屈膝，对我谄媚的样子。过来，把爷伺候好了，你的2个彩头都能满足。来了！哎呀，爷您别动啊，躺着享受就行了。领导给了他这么大块饼，不是画的饼，是真的馅儿饼。叶青芷说什么也要吃进嘴里去啊，吃撑了吃累了算什么事儿啊，只要饼够香就行。说是让侯爷躺着不要动，可最后他还是如脱水的鱼儿一样瘫在床上一动不动。夫人，侯爷对叶姨娘宠得也太过了，您看是不是也该敲打一下叶姨娘啊？侯爷虽然是宠了些，但那叶姨娘也很老实本分，从不主动挑事生非。叶姨娘，你给大家解释解释，侯爷为何准许你回娘家？昨天我和侯爷对弈，侯爷输了，我讨要彩头说想要回娘家看看，侯爷就准了。你们极度羡慕我也知道，可这是我凭本事赢来的，你们眼红死也没用啊！下次你们赢了侯爷，也可去讨要彩头啊！你可真能吹牛，侯爷棋艺好得很，你怎么可能赢得了？不过是冲侯爷献媚赢来的彩头。你和侯爷下过棋吗？你和我下过棋吗？什么都不知道就信口开河，这么蠢还总喜欢挑事儿。要不是你有个好爹有个好姐姐，你这种人早就被自己蠢死了。哎呀，你呢就继续作吧，作的你老爹你姐姐都不想再跟你兜底的时候，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到那时，多的人是想要踩在你头上碾一碾。呸，一定不会有这一天的。叶青芷先让如意回了趟叶府，告知他要回去的消息，也给渣爹透露一下皇商和官盐生意都有着落了。叶府，哎呀，青芷真的是太能耐了。青芷如今是江阳侯府的宠妾，不是任你拿捏的府里姑娘了。你见到她把姿态放低些，更别生出不该有的坏心思。顾曼听到这话被气了个半死。叶青芷才刚得宠，她在府里的地位就不行了，若是长此以往，那她还不得被休弃了？给叶青芷的亲娘重新腾位置，绝不能让这个贱人再猖狂下去。英雪，明天叶青芷回来，你让陈元凯也过来。娘，你别打袁凯的坏主意，他还有2个月就要参加秋闱了，需要好生念书，他可是有状元之才，你要是耽搁了他的前程，我和你没完。英雪啊，这袁凯那么厉害啊，那可是不能就这么毁了。娘可等着你成为状元夫人呢。可是你也看见爹的态度了，叶青芷那个小贱人才刚得宠而已，他就巴结的不得了。咱们在你爹眼里啊，他都没地位了。我就怕还没等到明年春闱陈元凯中状元，你爹就要为叶青芷那个贱人把我给休了。咱们得想个办法，让那个小贱人在侯府失宠。娘本来想着让袁凯过来，营造出他心里还有袁凯的样子，回来他就是要和他偷偷私会的。娘，绝对不可以。谢晋就是侯爷那人很小心眼的，你这个办法是能搞死叶青芷，可袁凯也会被侯爷给烦上了，以后袁凯的仕途铁定会受影响的。说的也是，那你说该怎么办？
明天可是个绝佳的好机会，错过可就没了。娘，没有袁凯也可以换其他人啊。你还记得那个叫宋逸轩的寒门学子吗？此人也颇有才学，就是得罪了人，无法留在江南考乡试了。听说叶青池给了他赶考银子，他来京城找门路了，想要获得京城学子的乡试名额。我打听到他已经到了京城，还在打听咱们府呢。他应该是想找叶青芷道谢，只要告知他叶青芷明日回家，他铁定会来的。好好好好，那就听你的安排。第二日，眼见已经到了4时，叶永元赶紧带着人到门口等待相迎。还没等到叶青芷，宋逸轩倒是上门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陈元凯。叶映雪看见他，脸色顿时变了。元凯怎么也一起来了？不是说不让袁凯出现在这儿吗？是怎么人来了？难道计划有变？叶永元则是带着浓浓的警告看了叶映雪一眼。居然还不消停！今天是青芷回来，把袁凯喊来是几个意思？想羞辱谁呢？要是让侯爷知道了，会不会恼羞成怒啊？会不会误会青芷和陈元凯还没断干净啊？哈哈，两位贤侄啊，今日府上有贵客要来，恐怕没法招待了。明日我派人亲自再请两位过府宴饮，可好？伯父，这么大的阵仗，这是迎接哪位贵客呀？哈，我那入侯府为贵妾的小女今儿个回来，她是女眷，你们是外男，实在是不方便。陈元凯脸色微微一变，竟然是入侯府的叶青芷。看着阵仗，他入了侯府必然得宠了，否则叶伯父可不会这么给他脸面。那叶青芷原本可是他的未婚妻，你和姐姐毕竟有过婚约，还是避嫌的好。我那姐姐在侯府特别得宠，公子若见了我姐姐，侯爷恐多想，对公子的前途不利。陈元凯听到这话，觉得受到羞辱的同时，心中还生出了一丝别的念头。陈公子，思月，你快走吧。叶伯父，小生受了叶姑娘的恩惠，今日特意来找她谢恩的，小生可否在这儿一起等待？哎，贤侄再称呼叶姑娘不合适了，一会儿叫一声叶姨娘吧。老爷，是侯府的马车来了，马车来了！赶紧擦擦汗，都挺直腰板，面带笑容，精神一些。不一会儿功夫，马车驶过来了。哎呀，女儿在侯府看来确实十分得宠，居然有这样的阵仗。叶映雪看到这场面，惊讶又有些羡慕，还有些被比下去的屈辱感。她也是入过侯府的，知道里面的日子有多不好过。她在里面过得举步维艰，可叶青芷呢？她居然这么容易就得了侯爷宠爱，还这么有脸面。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啊！好在今天是他最风光的日子，也是他的忌日。陈元凯眼神闪烁，看着这仪仗队，愈发肯定了他之前的念头。叶青芷绝对可以利用。叶映雪看着娇艳贵气的叶青芷，甚至有些恍惚的看到了梦境中的叶青芷。难道她也重生了？所以有了前世记忆的她，才能够在侯府快速立住脚跟，才能够得到谢晋的宠爱。那她会来纠缠陈元凯吗？铁定会的。不要盯着我姐姐看，她现在可是江妖侯的宠妾，不是你能这样放肆看的。青芷啊，爹果然没有看错，你是有能耐的。我再有能耐，也架不住你们在我背后捅刀子啊！青芷，你这说的什么话呀？爹怎么可能给你捅刀子啊？
爹呀，就盼着你在侯府能一直得宠，尽快生下个孩子，好傍身呐。你不给我捅刀子，那你叫来陈元凯这个和我有过婚约，又和我妹妹勾搭在一起的外男做什么？难道不是故意膈应我的？难道不是让有坏心的人借着他做文章，说什么我对他还念念不忘的，想给侯爷头上戴个绿帽子？哎呦，青芷，你小声点，大家都听到了。如意，回侯府，太扫兴了。看这样子，这叶府一定还有其他黑招等着他呢。他傻了才会再进去，还不如发发脾气走人呢，威慑力更好。这可是他 PUA 渣爹的好机会。别走啊！哎呀，如意，赶紧的拦下你家主子啊！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老爷，你让我们家主子蒙羞难堪，还想让我家主子给你脸，这怎么可能？哎，这位夫人好有脾气啊，一看就是心不虚的，指定对那什么未婚夫没情了。哎呦，何止没情啊，铁定还有恨呢！你没听见呀？那未婚夫不要脸的和他妹妹勾搭在一起了。这也太不要脸了吧！叶青芷怎么能这么的对他？怎么能对他这么的无情？因为他的口无遮拦，他都要沦为笑柄了。若是此事闹大，一定会让他在学子中的名声受损的，这很可能影响他未来的仕途之路。真是岂有此理！叶青芷不进府，这尾戒布置不就没用了吗？啊，气得我胸口疼。这贱人现在怎么这么难搞？他就是来克我的吧？扬州学子宋逸轩感谢叶姑娘指点迷津以及赠送赶考银子的大恩，等他日高中必定百倍还之。不是原主什么时候赠送他赶考银子了？他刚才搜索了一番原主的记忆，也没找到这段记忆。按照他说的时间点，赠送赶考银子应该是原主上吊后的事情了，所以他并没有原主上吊后再次入侯府的记忆。叶青芷仔细想了想，还真是这样。这段事情都是他从高烧中醒来，如意告诉他的。我观公子面相必定高中，等你做了官有了俸禄之后再还也不迟啊。谢姑娘吉言，以后还请公子称呼我为叶姨娘，碍于礼法不便多言，就此别过。叶青芷走得干脆，让吃瓜群众都没有吃过瘾。叶青芷更是没发觉，他在怒斥渣爹等人叫来陈元凯，就是在背后捅他刀子的时候，谢晋在不远处正巧看着这一幕呢。爷，您这位新过府的姨娘还挺厉害的，瞧着也不像是狐媚之人，之前的传言果然是对她的重伤。谢晋冷了脸，不许他讨论叶氏如何如何。属下这就掌嘴。叶永元也狠狠地打了顾漫一个巴掌，厉声喝道：贱妇，今天陈元凯过来，是不是你想的馊主意？你是不是想要害青芷失宠？哎呀，老爷，妾身没有，妾身不敢呐。你要相信妾身，我这不是那样拎不清轻重的人。不信你问映雪，他还盼着陈元凯高中呢，怎么会做出这样破坏他名声的事儿啊？爹，今天真的是巧合，是误会。姐姐就算是恨我抢了陈元凯，也不能大庭广众都嚷嚷出来呀。元凯的名声都被他破坏了，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的秋闱。你自己有脸做，就要做好被人揭脸皮的准备。你怎么有脸抱怨上的？我看呀，幸亏是青芷进了侯府，要不然就你这性子，侯爷一准不喜，兴许还会给家里招了灾祸。再让我知道你搞小动作，我就休了你。江阳侯府当天晚上，爷，可是出什么事了？不是，以后在你这儿备几件爷的常服。
夫人找的厨子已经到了，做的面不错，让他给爷做一个油泼辣子面。谢晋点点头，就让他这么安排。爷穿朝服的样子好威风啊，妾看的都有些移不开眼。哼，就你嘴甜。听说你今天去了叶府，门都没进去就回来了。顾氏还有叶映雪指定是憋着坏水，我可不想再掉进坑里去。侯爷，那什么皇商的事还有关妍的事情就算了吧。你不是说这是你进府的目标，怎么不要了？哎，侯爷，人都是贱骨头，好东西得到太过容易，就不知道珍惜了。本来触手可得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才会让人心疼，心痛了才能长记性，才能知道我不再是他们能轻易算计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们好，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做一个不拖侯爷后腿的钱袋子。谢晋心想，以后谁要是再说这个女人蠢啊，他就给那人的脑袋一刀劈开了，给他放点脑子进去。也瞧你这个脑瓜子挺聪明的。那个宋逸轩，你怎么想到给他赠送赶考银子？你们之前就认识？说出来也可能不信，我根本不记得给他银子这回事儿，我也不记得见过他。什么？看来爷说的很对啊，我真的失去了一些记忆。妾身有点害怕，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人认识自己啊，自己却不记得的感觉真的很不好。我真怕我曾经干了啥不好的事情给忘记了。你一介小女子，能干什么不好的事儿？你就算杀了人，爷也能给你兜着。也是啊，我现在啊可是有侯爷当大靠山的，有什么好怕的？爷，可是您刚才说的，就算人家杀了人，你都可以给人家兜着。以后真出了事儿，你可不许不管人家。那要看你犯的事儿了。爷也不是什么锅都能兜住的。出门在外，给爷多动动脑子。乔爷说的，妾身一小妾，又不出去交际，哪里会有那么多出门的机会？想犯事儿都没机会啊！爷，都要子时了，你快吃完面咱们睡吧，明儿一早你还要上早朝呢。困了，他要下班睡觉。谢晋却不知来了什么劲儿，也不去吃面了，将他往怀里一捞，压上去，要求他加个班儿。翌日，姨娘，叶府那边传递消息来了，问皇上和官言的事还能不能行？你让人去告诉父亲，就昨天他们做的那恶心人的事儿，侯爷不治他们的罪啊，那是因为我在前面顶着呢。还想要皇商名额，想要官言的经营权，做白日梦来的更简单些。如意就这么去回话了。叶影元听了之后，又冲顾曼和叶映雪狠狠地发了一通火，警告他们不准再搞小动作。哎娘，你别过于惊慌，那侯府里处处都是危机，叶青芷即便今天得宠，也很有可能明天就失宠的。还有1个半月就是秋闱了，到那时候袁凯高中解元，形势就会立刻不一样了。父亲铁定会更重视袁凯的前程了，对咱们的态度也会好起来的。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就先憋屈的忍着，什么也不做？娘，小不忍则乱大谋，就1个多月的时间，忍一忍又何妨？一起看吧。侯府里魑魅魍魉多得很，叶青芷很快就会失宠的，或许咱们都不用忍1个月。姨娘，侯爷走的时候说了，让您在屋里歇着，不用去给夫人请安，一会儿有府医过来给您看看，别又病了。姨娘，现在侯爷可关心您了，还特意叮嘱了这么多，给您叫了府医。是啊，侯爷对我可真好啊。姨娘，夫人又没有让您喝，侯爷也没不让您生，您干嘛要主动喝？您难道不想要生孩子吗？现在生孩子啊不合适，有了孩子我就没办法伺候爷了。趁着我现在年轻漂亮，爷爷喜欢，我想要全身心的好好伺候着爷。若是生了孩子当了母亲，对爷的心铁定会被孩子分走一半。这等再过个3、4年，我没那么年轻貌美，我再向侯爷求个1男半女的，好傍身养老。
呸呸呸！谁生孩子是傻缺？夫人，您是不是故意纵着叶姨娘啊？想看她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算是吧。其实并不是，他对侯爷宠爱叶青芷，真没什么火气。反正不是他，爷也会宠爱其他的人。是叶青芷，他心气还顺一些，因为叶青芷会用银子砸他和他的一双儿女。他赏赐了那么多年小妾们东西，还是第一次从小妾那里得到好东西呢，就被另外一件事情给盖过了。秦姨娘怀孕了。恭喜你啊，秦姨娘，能为爷开枝散叶了。秦姨娘真是好命啊，最近就得了爷一次宠爱，就怀上了。不像其他人，天天霸占着爷，也不见那肚子有动静。姚姨娘，我肚子里没动静，那是因为我每次都喝了避子汤。不想要现在生孩子，不是我不能生，我要是想生，以爷的能力，早就让我的肚子鼓起来了。明明是你自己宫寒不能生，你还说得这么猖狂。叶青芷闻言眯眯眼，她宫寒的消息虽然没刻意瞒着，但是也只是有限的一些人知道而已。她的烟柳院出现叛徒了。行了，爷的子嗣虽然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给爷开枝散叶确实应该，可伺候好爷更是你们的责任。叶姨娘的想法没什么问题，女人年纪太小，生孩子也艰难，过2年再生也可以。以后咱们院子门口呢，就挂个牌子，写上秦姨娘和狗不得入内。姨娘，您是认真的吗？姨娘，你还是嫉妒秦姨娘怀了孩子啊？不，我是怕秦姨娘肚子里的孩子出了点什么事儿，再怨到我头上来。以后你们看到了秦姨娘，都给我躲得远远的，免得惹了一身骚。我听说高门大户的后宅内什么残害子嗣的都很残忍，我是真怕背上这口黑锅。姨娘，你不要怕，咱们府里没那么脏。自从夫人生下嫡子后，咱们府里的妾室就停了避子汤，可以随意生孩子了，没听说多少孩子被害流产的事儿。那怎么3、4年的时间啊？那么多女人才给侯爷生了3个孩子，是咱们侯爷不够努力吗？哎呦，我的姨娘，你快别乱说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暗卫差点狡猾的从树上摔下来。叶姨娘，你是真敢开口啊，什么都敢说。这种事关子嗣的事，怎么小心都不为过。我们不要有害人的心，但也不能蠢的背黑锅，明白了吗？对，你们查一查，是谁把我宫寒的消息给透出去的？我们烟柳院不留叛徒。那个给姚茵茵传递消息的婆子很快就被揪出来了，扭送到夫人那里，由夫人发落。张静怡让人把那婆子打了10棍给发卖了，一时间后宅院里的婆子丫鬟们的嘴巴都紧了许多。这已经过去了1个月了，你们2个人的考核也结束了，根据你们2人的表现，夏蝉评分高出1分，提拔为1等丫鬟。你们2个人也都认识字，自己来看看吧，要是觉得不公平也可以提出来，别把怨气憋在心里，想着以后背刺我。奴婢不敢。你们2人的职责从今天也就变一变了啊。如意心不够细，以后夏蝉你就负责我的嫁妆和院子里的小库房，还有平日的一些女工。春雨负责我的梳妆打扮、首饰匣子、衣服搭配等。姨娘，奴婢掌库房，那如意姐姐做什么呀？她负责在外打探消息，你不用怕如意有意见，她呀早就想要把这活给交出去。你们把要做的东西交接好，别忘了去夫人那里报备一声。春雨和夏蝉忙应下来，真的就没见过姨娘这样的小妾，真心把主母当顶头上司一样处。叶姨娘有巧思，也有本事，做事也足够细致。夫人，瞧着叶姨娘这1个月的做派，似乎还真是什么都不瞒着夫人呢。你俩现在都管什么活计？可讲她的嫁妆册子和库房。你们可知叶姨娘有多少嫁妆银子？夫人，叶姨娘让奴婢掌嫁妆和库房，奴婢用了1下午清点了一遍叶姨娘的嫁妆，
如今姨娘有7间京城的铺子，都是知名的铺子，名气奴婢都听过，想必收益不会少。陪嫁的物件不多，可件件是珍品，尤其是银子，足足有11万5千两银票。夏蝉说到后面，声音都发颤了。11万5千两啊！他第一次看见那么多银票，他当时人都看傻了。11万5千两银子，不愧是江南首富叶府的女儿啊！又过了几天，叶青只吃了胡太医开的安神药，晚上睡得倒是踏实多了，也没再做噩梦。从那天离开，谢晋就离开京城去外地办差了，终于能放个安心假期了，不用担心半夜会被领导叫起来加班，还是往死里干的那种。当然表面上叶青只装作思念谢晋的样子，叹了口气，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为了做样子做得再像一点，他又写了一封寄托相思的骚浪信，让监视他的暗卫寄给谢晋。别慌张，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藏身之地啊，就是炸一炸，没想到还真的有啊。叶姨娘，您快别说了。越说他越心凉，感觉他的暗卫生涯已经到头了。这封信给爷看，你别看啊。小的不敢。姨娘还有其他吩咐吗？我还能命令你？我配吗？您可以，夫人可以，其他人不行。叶青直顿时觉得自己地位还挺高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宠妾的味道了啊。哦，我也没事要吩咐啊，你隐身吧。隐身是什么鬼呀？听起来为何如此奇奇怪怪的？应付完侯爷这个领导，这天请安结束后，叶青芷又被夫人留下来说话了。然后他从夫人那里拿到了一张采购清单。我想要换掉府里的采办商，可他们是老夫人之前用惯的老人了，想要换掉他们就要有正当的理由，证明他们报的价位一直偏高，贪了府里的银子。我想让你的娘家来采办这次的宴会用品，我需要在他们不赔银子有利润的前提下，给我一个实惠价格，物品的品质更不能差了，能做到吗？夫人，方便把府里之前的采购账单给我看一眼吗？我这心里啊也能有个底，看看这事儿能不能给夫人办妥。这是办宴会的一些账册，你看看吧。叶青芷拿过来账册，翻看了2页。夫人，这府里的账册都是这样的？哪里有问题？哎，夫人，这些账册做出来就是要故意骗您的，简直没眼看。夫人，下面人这么做账，把各种条目故意混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人理不清，然后趁机把一些有问题的账目漏掉。因为也没有实物可以清点，这账本和实物能不能对得上？不过看这个样子，9成9是对不上的。还有吗？太多了，不少篡改数字的地方，这做的粗糙的很，就不一一给夫人看了。叶姨娘，让你见笑了，我实在是不擅长看账册。也没有谁规定主母就一定要会看账册啊，这种事情何必要亲力亲为？您可是侯夫人，是当家主母，您是管人的，又不是看账本的。夫人找几个信得过的、拿捏得住的账房先生就可以啊，别在这样的小事上难为自己。叶姨娘，你说的对，非常对，我要谢谢你点醒了我。领导你开心就好，倒也不必这么客气。现在看完账册了，叶姨娘对采办一事有章程了吗？能办好吗？夫人如此给我脸面，夫人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给夫人办砸的。我回头呢就让人把采购单子送去娘家，让我父亲亲自操办此事，定然是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品质最好的货品。好，3天后我能不能看到账册和物品？没问题。我看叶姨娘很擅长查看账册，不如陈年的那些账目。夫人，我只是个小妾，没有小妾插手府里事务的规矩，这被外人知道了，侯府铁定是会被人耻笑的，夫人也会失了脸面。
夫人抓紧时间多找几个账房先生，查2天就能查出来了。夫人，你想要撤掉旧的采买商，这光有陈年旧账不行，因为有大把的空子让他们钻。这份采买清单，夫人应该也是要让他们采买一份，有了清晰的对照，才更方便夫人到时候发难。好，叶府，叶永元从如意手中接过来那张采购清单，又听完叶青芷的训话后，激动的脸色潮红啊！真是他的好女儿啊！不声不响的，居然办下来这么大的事情。办好了，从此他们叶府是侯府的采办商了。这种事儿就不想着能赚多少银子了，因为要的是脸面，是地位，也方便在办其他事情时扯大旗拉虎皮，用侯府充当保护伞。你回去让青芷放心，这事儿我一准办妥帖了。姨娘担心夫人和二小姐会再坏事，希望老爷也多注意，这次采办特别重要，绝对不能出岔子。3天后，叶永元完美的向叶青芷交了差事，还按照他的要求让账房做了2个账册，一个是正常市价的采购价，就这个价格也比张静怡之前的采购价钱便宜几乎1半，还有一个是内部的采购价，叶府只是赚一小部分钱，剩余的利润都给了张静怡，这也是变相的为侯爷和侯夫人奉上孝敬银子了。好，叶姨娘，这次你立下了大功，你想要什么奖励？我现在没什么想要的，不如就先攒在夫人这儿，到时候再兑换。行，那我就先给你记下来。夫人，刚才说的2000两那是市场价，我这里呢还有内部进货价，只需要1500两就能置办齐全。这个册子以后就不做了啊，夫人心里有数就行了，以后的账目都按照市场价格来。可这银子啊，我们叶府是按照内部价格收，多出来的银子，夫人可以自己收着。一开始我确实有这个打算，但2000两已经低于我的心理价位了，那500两我也不必再摊着。我若是这样做，与老夫人和大房又有何益？平白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你既然得侯爷宠爱，那也不能让你在娘家没脸面。你没脸面，就是侯爷没脸。以后不用做双面账，就按照市场价来就行。侯府不占你娘家的便宜。夫人大气。映雪，咱们真的不想什么办法啊？就这么忍耐下去？再忍下去，这叶府就真没咱们地位了。哎娘，还不到1个月就要秋闱了，你别那么着急啊。珊儿，等他找到陈元凯，看到的却是他被其他学子耻笑的场面。你们或许不知，他的未婚妻不仅是商户女，一身铜锈味，他与他的未婚妻还早有苟且，道德败坏，有违礼法。我实在不屑与这种伪君子为伍。他呀，就因为名声败坏，被江南学府夺了考乡试的资格。不过他未来岳父给他掏了足够的银子，在国子监给他买了个外院学子的名额。原来如此啊，难怪他一个江南学子不留在江南贡院考乡试，非要来京城抢名额。嗨，只能说这小人实在是太猖狂了。叶映雪听到这样的耻笑，哪里还能忍得住，飞奔到陈元凯面前。我看你们就是心胸狭窄，嫉妒别人学问的小人，所以在这里肆意抹黑。等到陈元凯高中解元，你们指定会后悔今日羞辱他。高中解元，好啊，我们且等着看呐。陈元凯，听见没有？等你中了解元，我们躺平，让你羞辱回来。陈元凯也不顾礼法了，拽住叶映雪的衣袖，疯狂地将她往一边拉，逃离这个让他要疯掉的地方。哎呀，陈元凯，你松开我！等到无人的小巷，那些人如此羞辱你，你为何要忍耐啊？如何不反驳回去？就像你那样说荒唐话的反驳吗？只会招来更大的嘲笑。叶映雪，
当初是你非要缠上来，是你破坏了我和叶青芷的婚事，是你害我名声扫地，你今日居然还要在其他学子面前捧杀我，我到底和你有什么仇什么怨？你就这么想要害死我？不，我没有，我不是捧杀，我是说真的，你一定可以高中结缘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凭什么说我会高中结缘？你一介女子根本不知科举有多难，信口开河污我名声，居然还这么信誓旦旦，真是蠢透了。我真的知道，我梦到了。那主考官是谁？科举题目又是什么？主考官好像姓蔡，题目我哪里懂啊，梦里也没这个。陈元开冷笑一声，根本不信他，转身离开。怎么会这样？侯府张静怡这边的惯用采办商拖拖拉拉的用了6天时间，才终于把所需的东西给准备好了。张静怡看过呈上来的账目后，6000两银子，之前都是5000两，怎么一下子贵了那么多？6000两银子，之前都是5000两，怎么一下子贵了那么多？哎呦，夫人呐，您有所不知啊，5000两那是去年的价了，现在呀，许多东西都在涨价。这个1斤的涨半两银子，那个涨3000银子的，这加起来就多了。张静怡冷眼看他表演，忍着没立刻发作，要去查看一下货物的情况。武管事立刻推脱，说什么放货物的地方太过杂乱，夫人去了那里实在是不体面，只要派个管事妈妈一块儿去看看就行了。张静怡一脚踹向他，哎呦！本夫人要去查看货物，你却一味阻拦，是何居心？明显做贼心虚。来人，跟随本夫人一起前去，我要一件一件的查验清楚。哼！把武管事从地上拽起来，让他在一旁瞧着，免得一会儿到了老夫人那里，他再喊冤枉，说我欺负他。夫人饶命啊！奴才这是被猪油蒙了心，才会犯下大错，还请夫人给奴才一个机会，奴才定然会将货品补齐。因为这批货他是得了大房夫人的嘱咐的，就是要以次充好，还要缺很多东西，到时候办宴会的时候，大房那边就会就此发难，逼迫夫人交出管家权。他就说嘛，这报价不能要6000两那么高，还是要5000两合适。可是大房夫人非要说最近手头银子紧，让他想办法多扣出一些给他。这下惹得夫人要动真格的了，可怎么办才好呀？完了，他要完了。好，我知道你全家老小的卖身契都在老夫人手里，我即便审问你，你也不会说实话。没关系，没那玩意儿，只要我想，也照样能轻松弄死你们。我是动不了老夫人和大夫人，没关系，我弄死你这样的臭宠出气也可以。夫人饶命啊！是大夫人，这次的采办都是大夫人的主意。夫人，只要您愿意饶过小的家人，保住他们的性命，小的愿意什么都说出来。想要你妻儿老小的性命，那就让我听到有价值的东西。是夫人，奴才一定什么都说。铁证如山之下，老夫人和大夫人除了把事情都推给身边的奴才，大骂他们胆大包天，奴大欺主，试图在脸面上把自己摘出来外，再多的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了。等到傍晚大爷谢林下衙回来，得知此事后，也冲着王氏一顿疯狂输出。那妾身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咱们儿子能袭爵吗？能把侯府的爵位从谢晋手里夺回来。秋闱过后，儿子必定高中，我们这房在府里的势头也能长一长。
一旦张静怡办宴会出了差错，我和婆婆联手就能夺了她的管家权。等我长了这府里的钟馗，再给儿子说一门好的亲事，有了好的岳家，明年儿子再中一个甲等进士，正式入朝为官，那至此就可以平步青云了。不出几年，这侯府西决铁定会回到儿子的身上。可现在我才刚刚走出第一步，就被张静怡那个女儿给发现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软活了那么多年的她最近突然变这么硬气，这次居然早就做了准备，把武管事抓了个正着，真是可恨。现在别管掌家权了，明庆秋闱的事打点好了没有？还没有呢，我听说花上1万两银子就可以给考生安排一个好点的考试号舍，还有专人给热饭，给倒公桶，重点照顾。这有了好的号舍，考试是不必那么受罪，想必就能发挥得更好一些。可我这不手头紧，还没凑齐这1万两银子吗？那个姚姨娘的父亲是礼部侍郎，负责科举一事，想要一个好的号舍，不过一句话的事，何必多花那1万两的冤枉银子？你把那个姚姨娘喊过来，就说你会帮她除去侯夫人，扶她坐上夫人的位置，她铁定听你的话，尽心尽力的为你办妥考试号舍一事。是啊，我这怎么忘了姚姨娘这一茬的事儿了？爷，还是你聪明有头脑，知道该如何拿捏人。2天后，谢晋风尘仆仆的回来了。侯爷，妾身这些年打理府中钟馗，因为能力不够，一直被小人蒙蔽，导致中宫每年至少上万两银子都被老夫人和大房那边通过采买仪式给贪了去。妾身做的实在是不好，辜负了侯爷对妾身的信任，还请侯爷责罚。起来说话，你是爷的夫人，不是下属。谢谢爷。你这些年打理后宅，尽心尽力，识大体懂分寸，已经做得很不错。钟馗一事些许银子，不必那么在意。侯爷，叶姨娘真的很聪慧，妾身都觉得，说是让她打理侯府的庶务还有钟馗，她一定比妾身做得好。妾身本来想让她帮着管管府里的账册，可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说不合规矩，说要专心伺候爷。她这么安分守己，妾身倒是看不习惯了。他那不是守规矩，他那是懒。晚上喊着燕儿姐和明玉一起用膳。谢剑丢下这话，起身走了。看他那步履匆匆的样子，明显就是有些等不及了，想要去宠幸叶青芷。嬷嬷，你猜爷是不是去烟柳院了？夫人，爷对叶姨娘越来越上心了，再这么下去，爷会不会……宠妾灭妻4个字，周嬷嬷在嘴里转了转，又咽了回去。爷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那位叶姨娘，嬷嬷，叶姨娘不是个想当主母的，你信不信？爷就晕头了，是想让她当，她都会摇头拒绝。周嬷嬷自己先摇头了，表示不信。这世上还有不想当主母的，只想当小妾的女人，怕不是疯了。姚姨娘的事儿还没说呢，算了，也没那么重要，晚膳时再说也一样。烟柳院，爷，您这真的是刚回府吗？瞧这满面风霜的样子，妾身真是心疼死了。谢晋一把把他揽在怀里，吻住他那让人朝思暮想的柔软小嘴儿。当两人再分开时，看着彼此的眼神儿都能拉丝儿了。爷，你胡子扎疼人家了，要不妾身给你刮了？哼，爷倒是看你挺喜欢的，口是心非。谢晋抱起他就往床上走，两人折腾了一场，把叶青芷也给折腾累了。许久不上班，突然上班了，就觉得好累呀。死亡周一，名不虚传。爷是不是还没用膳？
看爷都清简了，在外办差真是太辛苦了。是，没你天天躺在凉棚里舒坦，你又失胖了。没有吧，爷，善事一会儿才能好，要不你再陪我锻炼一会儿，减减肥。也听说你帮着夫人查看账目，发现了不少问题，还帮着夫人撤掉了贪腐里银子的武管事，换了你们叶府当侯府的采办商。爷怎么发觉你越来越聪明能干了？没有，妾身还是那样，除了满脑子的黄色废料，啥也没有。爷，妾身给你寄的信收到了没有？哼，你那也叫信？浪费爷的信鸽。那好吧，爷这么不喜欢，下次妾身再也不敢给爷送了。爷，马上就要秋闱了，有没有开赌局的？赌谁会是解元之类的？有，你要赌吗？小赌怡情，反正是闲着嘛，压着玩玩。就那个我送了赶考银子的宋逸轩，我压他能中解元，压1000两银子。爷要不要和我一起压？对他这么有信心？你认识蔡学仁大学士吗？大学士？我一个商户女，怎么可能会认识他呀？爷，我该认识吗？我找人问了宋逸轩，他说你不光给了他赶考银子，你还推荐他拜入蔡大人名下，而且言明蔡大人一定会收他的，而蔡大人是这次乡试的主考官。等等，爷，你让我缓缓啊，我先捋一捋啊。叶青只确定了，原主第一次上吊自杀后一定重生了，然后他就开始布局了。宋逸轩就是他埋下来的一颗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送他一个名师，一个光明前途，一场泼天富贵。可是原主却在进了侯府的第2天，被姚茵茵给推入池子里溺死了。这种窝囊的死法，自己要是原主估计刚醒来又要被气死了。爷，你说我会不会是什么隐秘组织的高级探子，身怀各种绝技，暗中布局，谈笑之间强掳灰飞烟灭？一看你是个傻子。爷，人活着的时候糊涂点也是没什么不好的，兴许什么时候就知道真相了。我们还是先压住赚银子吧，就压宋逸轩中解元。好。就在这时，外面有人来通传，说是姚姨娘身边的王嬷嬷在外面求见，说是姚姨娘有重要的事情要禀告爷。姚姨娘这不是学秦姨娘来接胡了吗？估计还盼着能够一举怀孕呢。只不过也恐怕是就算是过去，也有心无力呢。真是个妖精。谢晋虽然离开了燕柳院，可也没去姚茵茵那里。他对姚茵茵实在是厌烦，根本不想搭理他。嬷嬷，侯爷没来吗？姨娘，侯爷刚回来，铁定很忙。他很忙，可是他有时间去睡叶姨娘那个贱人，一去就是几个时辰。我让你去亲自请，他都不来。侯爷为什么对我这么绝情？他怎么能这么心狠？王嬷嬷心疼的不停劝他，总算是让姚茵茵止住了哭泣。嬷嬷，你知道吗？等侯爷来了，我是打算告诉爷，大房那边想拉拢我的事儿。大房一直和爷关系不和，我怎么可能和大房联手呢？那是背叛爷呀。可是侯爷就连进我的院子都不愿意，我都得不到侯爷，其他贱人也休想得到。你说我和大房的人联手，先弄死叶姨娘那贱人，再弄死夫人，好不好？哎呦，姨娘，你别听大房王夫人的话，她那是想利用你呢。咱们爷哪里是那么好糊弄的，弄不好咱们的下场就和孙姨娘一个样。嬷嬷，这次我学聪明了，
我要用一招驱虎吞狼，我要让大房的人去除掉叶剑人。他们不是想要好的考试好胜吗？想什么都不付出，就凭几句话就让我去找我爹要，我难道就这么傻吗？姚茵茵冷哼一声，哼，还有半个月可就要开始乡试了，我反正不着急，我就不信大房那边不急。姨娘啊，虽然你这招驱虎吞狼确实挺好的，可是一旦大房的人失败了，把你给供出来，那也不行啊。那他们也别想好了。我不信和夫人斗了那么多年的大房，对府里各处都烂熟于心的大房，手里还有那么多得用的仆人，就连悄无声息的搞死一个小妾都做不到。叶府，陈元凯得知主考官真的姓蔡后，被吓了一跳。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还是叶映雪真的梦到了点什么？你那天说你梦到了我中解元，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到了明年殿试，你还会被皇上钦点为状元呢。我的经学还不错，发挥好可以得甲，可是我的策论一直是弱项，有时候破题的角度总是不对。莫非这次考试他的策论能写到主考官的痒处？对了，你梦里有宋逸轩吗？他考得如何？我梦里这一次科举没有他，可是3年后他会在下一次科举中状元。袁凯哥，你可一定要小心他，他一直和你作对。都怪叶庆之，是他横插一脚，给宋逸轩赶考银子，让他上京找门路，重新有了考试名额。中状元？宋逸轩果然有状元之才。袁凯哥，不如我们想个办法，让宋逸轩无法参加几天后的考试吧。摔断胳膊，被人狠揍一顿，这些都挺容易做到的。想要做到也没那么容易啊。交给我，袁凯哥，我会找人办妥的，你就安心代考吧。只要毁掉一个寒门学子，花些银子找几个小混混就可以了，这还不简单？以后我不会辜负你的。我等哥哥明年高中状元了来娶我。侯府大房的王夫人发现自己还真是小瞧了姚茵茵，她居然让自己除掉叶青芷。王夫人应下了此事，可是3天后她发现自己错了，她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那个叶姨娘简直就是个刺猬啊，不是乌龟，根本就让人找不到动手的机会。她一天就上午去给侯夫人请安的时候才出门，每次出门都是3个丫鬟2个婆子跟着，将她围得结结实实的，就连靠近她的机会都没有。请完安了，她就往她那院子里一缩，哪儿也不去了。烟柳院，夏蝉，赏给小翠和小红10两银子，以后他们的月钱加1两，从我这里出。奴婢谢姨娘赏赐。小翠和小红欢天喜地的谢恩，再次确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对方让自己给姨娘的茶水里下毒药，可承诺的银子才只有20两，一旦发现他们就是个死。可是他们反手告诉姨娘，姨娘就奖励了他们10两银子，还给他们涨月钱了。姨娘可真是太大方了。姨娘，到底是谁要害你？不清楚，等会儿你去请爷过来啊，就说有人要害我，让爷给做主。爷，有刁民要害妾身，你要好好保护人家，人家还不想就这么早死了呢。怎么回事？谁要害你？我也不知，这2天我就老觉得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出门去给夫人请安，都让如意他们都围着我走，没想到还真的是有人要害我。只要你不出府，在府里没人能要了你的小命。爷，谢谢你啊，人家才不会乱跑呢，要不你再给我进个足，夫人那边的请安我也先不去了，保命要紧。哼，爷看你是想趁机偷懒。爷，这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哼，
爷也是跟你学的。爷，因为有人要害妾身，我倒是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爷要是方便的话，就派个人保护一下宋逸轩吧，别让他考试前出事儿，要不然咱们的2000两银子就打水漂了。你为什么觉得会有人冲宋逸轩动手？爷问我原因，我还真答不上来，只能说是女人的直觉、第六感，但是这玩意儿有时候是很准的，所以防患于未然嘛。咱们毕竟是在他身上压住了银子，保护一下咱们的赛马还是很有必要的。爷一直有派人跟着保护他，我就知道自己是瞎操心，凡是有爷盯着我呀，就放心的吃吃喝喝，到时候数银子就好。不出半日，谢晋得到了调查结果，是姚茵茵联合大房那边的人做的。谢晋脸色微冷，这个姚茵茵留不得了。先盯着他们。你换一个条件，弄死叶姨娘这个不行。那叶姨娘跟乌龟似的，让人找不到机会冲她下毒手。你怎么那么废物？一个小妾你都弄不死，怪不得轻易就被张静怡给收拾了，现在也没机会贪银子了。我听说你爹前段时间扬言要不认你这个闺女了，你说能帮我办妥考试好社的事儿，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我爹那只是一时的气话，现在早就不气了。我姐姐最是宠爱我了，我爹也要听我姐姐的，他不可能不管我。我只是让我爹丁主人稍微照顾一下府里的大公子，这点脸面我爹当然要给了。那你再换个条件，要怎么样你才能帮我办妥此事？既然收拾不了叶姨娘那贱人，那就把她身边的丫鬟如意给弄死吧。我要让她过得不安生，不如意。行，3天内我会让你看到结果的。你一定要先给你爹打一声招呼，这考试眼看着都没几天了啊，你那边别误了我的事儿。两人特意选在了花园的亭子里说话，视野开阔，也让心腹、丫鬟、婆子守着周围，防止有人偷听。可是他们自认为已经很谨慎了，然而早就盯上了他们的暗卫，根本不惧这点小困难。暗卫依旧把他们的对话都监听到了，转头就汇报给了谢晋。继续盯着，必要的时候救下那个丫鬟如意。王嬷嬷，我爹怎么说的？那好舍的事情能办妥吗？办妥了，老爷说了，咱们府里和侯府怎么也算姻亲，既然大房的人求上门来了，这面子怎么也要给的。等几天后乡试开始，会给大公子安排一个视野开阔、远离茅厕，还有专人照顾的好舍的。太好了，我爹还是疼爱我的。哎呦，那是自然的。姨娘，你有这样的娘家，和那些贱人们都不一样的。只要你不做错事，侯爷一定会给你脸面的。嬷嬷，我要的不是脸面，是侯爷的宠爱。哎呀，姨娘，侯爷只是暂时被小贱人迷了眼。等，姨娘，这会儿傍晚天没那么热了，不如出去走走。出去干嘛？去喂蚊子呀？眼看天色都要黑了，姚茵茵只能不甘心地回去了。可是这一次走到一处假山的后面时，便听到了从里面传来了一声女子娇喘，还有男人的闷哼声。大爷，轻一点，小心孩子。姚茵茵顿时面色大变，立刻就要上前看看是哪个贱人勾搭府里的主子。大爷喊的应该是大房的主子谢林，现在他和大房的王夫人联手，说是他能多一些筹码，在接下来和王夫人的接触时也能多占据主动。尤其是这男女之事，还是偷欢的，就更能成为拿捏人的把柄了。嘘！王嬷嬷赶紧拉住冲动的他，将他拉到后面的花丛里躲了起来。姨娘，别冲动，咱们先看看是谁。该死的蚊子，怎么不去咬死他们呢？终于又过了一会儿，那对狗男女做完了。呸，也没多久啊，
废物男。姚茵茵终于看到了从后面走出来的女子，顿时脸色大变，眼睛变得贼亮。怎么会是她呀？怎么会是秦姨娘？怎么能是她呀？她和大爷啊！天哪，这事儿要是闹出去了，这侯府都要沦为京城的笑柄了。嬷嬷，我觉得真的是时来运转了。今天让我发现这样一桩丑事，能让我利用的太多了，太多了。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哎呦，小姐，你就把这事告诉侯爷就行了，千万别想着那些有的没的了。咱们告诉侯爷，利用这事儿让侯爷看到你的心意，侯爷定然会感动，会宠爱小姐的。嬷嬷，我们先回去，这里蚊子太多了，咬死我了。该死的蚊子，吸得我都要毁容了。嬷嬷，你看看我这咬的红疙瘩，抹上药能消下去吗？我还想今晚上就见到侯爷呢。哎，嬷嬷，我现在沐浴梳妆，你赶紧去请侯爷，要不然时间就太晚了。2刻钟后，这次我家姨娘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还请侯爷去见一见我家姨娘吧。若是姚姨娘真的有重要的事，可以先向夫人禀报，夫人会告知侯爷的。那怎么能一样呢？王嬷嬷，侯爷不愿去见姚姨娘，你再求也没用，赶紧回去吧，别让我找人把你给撵出去，到那时可什么脸都没有了。我家姨娘对侯爷一片痴心，真心付出，为什么侯爷要对她这么的绝情啊？哼，你家姨娘对侯爷一片真心，可她对其他人是一片杀心呢。就她那德行，侯爷能容她这么久已经不错了。嬷嬷，侯爷是不是不在府里？姨娘，侯爷他有事要忙，不方便来，明日吧，明日一定会来。嬷嬷，我的心好疼啊！姨娘，嬷嬷，这样也好，我死心了呢。这一边，金宝回到书房，又给谢晋汇报，盯着姚茵茵的暗卫有事禀报。谢晋让暗卫进来，就听暗卫说，姚姨娘撞破了秦姨娘和谢灵一事，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谢晋挥手让他退下，继续监视。要是你在花园里遇见了偷欢的男女，你要看个究竟吗？这是能免费看的东西吗？铁定要付费的，他才不看，他天天演就够够的了。那有什么好看的啊？妾身会立马离开，留下来说不定还惹一身骚。不过要是一群人看热闹，我也会一块瞧瞧乐子。哼，你倒是拎得清。2天后，如意像往常那样出府买东西，顺便打探一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回去讲给姨娘听。可是他才离开侯府没多久，他就被人给打晕扛走了。嘿嘿嘿，不愧是高门大户里出来的人呐，就连个小丫鬟都这么的水灵。奶奶的，瞧这肌肤又白又嫩。今儿享福了，大哥，咱们先别急着弄死了，带回村里关起来，养着供咱们多玩一段时间呗。我给你们银子，放过我吧！我给你们1千两银子。就在他们犹豫的档口，门被打开了。暗卫6一同学看了看屋里的情形，暗暗松了口气。还好，总算是赶上了，人还没凉呢，要不然凉的可能就是自己了。真是职业生涯的失误啊！特别冷酷的一人一飞镖，让他们都凉了。谢谢你。收拾好自己。阿伟大哥，去哪儿呀？你别走那么快，你等等我。你怎么会突然出现救我？是姨娘让你来的吗？姨娘真是太好了。别哭了，要不
回去再哭。姨娘，小姐，奴婢差点就回不来。怎么回事？有人要杀奴婢，还要侮辱奴婢，是那位大哥救了奴婢。如意抽噎着，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叶青只一听这话，哪里还有不明白的？这是那幕后黑手见无法冲他下手，就改为对如意动手了。春雨，你照顾一下如意，弄些热水让她洗洗，换身衣服。是，姨娘。夏蝉，你去多找几个身子壮的力气大的婆子过来，一人给20两银子。姨娘，要他们干什么呀？别问，按照吩咐干活。出去一圈，一说姨娘给20两银子干活，哗啦啦，一群人围上来要报名。随后，夏蝉挑了6个身子最壮实的婆子，带回了烟柳院。我现在要去姚姨娘那儿砸场子，到了那里之后，你们就负责拦住那里的婆子丫鬟，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明白吗？怕事的就站出来，把银子还了就可以走了。婆子们惊得互相看看，可是谁都舍不得把那20两银子交出来，还没捂热呢。而且就是去拦婆子丫鬟，又不是让他们动手打姚姨娘，前面还有叶姨娘顶着呢，怕什么？就算是事后被罚了，有这20两银子也值了。事后你们被罚被打，亦或者是被卖出去，我还会补偿你们50两银子。姨娘，现在就出发吗？出发。夏蝉，带路。夏蝉心想，他是谁啊？他在哪儿啊？他要去做什么？他们姨娘是疯了吗？这是姨娘应该干的事情吗？小姐，你等等奴婢。姚茵茵听到外面丫鬟通传，说叶青只带着一堆人闯进院子里来了。叶姨娘，你要做什么？你是疯了吗？你要是今天敢动我一根手指头，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叶青只给那些婆子们使了个眼色，他们立刻动了，拦住想要跑出去喊人的丫鬟，拦住焦急的王嬷嬷等人。叶青只自个儿上前，抓着姚茵茵的衣领，甩手就给她4、5个耳光，等将她给扇懵了，将她给推到地上后，再一脚踩上去。姚茵茵，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再敢动我身边的人，我下次打的就不是你的脸。你怎么敢的？我要弄死你！如意、春雨，过来把他给我绑住，嘴巴也给堵住，太吵了。夏蝉，你搜一搜这屋子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东西。夏蝉麻木地开始干活，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自己是被杖毙啊，还是被发卖。然后他就看到枕头旁边扎满了银针的2个小人儿，一个是他们姨娘的，另外一个居然是夫人。夏蝉又惊又喜，有了这个他就能活了，姚姨娘，谢谢你的作死。姨娘有发现。姚茵茵，你可真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啊。收工，我去向夫人请罪，你们散了。算了，都跟着吧，看看夫人怎么发落你们。奴才都听姨娘的。桂心院，你去找姚姨娘之前就得到消息了，知道她在行巫蛊之术诅咒你我？那倒没有，就是她动了我的丫鬟，我纯粹是去出口恶气。这2个呢，纯属是意外之喜。你倒是实诚，不管姚姨娘做了什么，你这次行事都太张狂了。你平日里不是挺安分的，挺安静的，这次为什么就非得用这样的手段？就为了出口恶气？叶姨娘，我看你是恃宠而骄，仗着有侯爷给你撑腰，你就彻底失了分寸。夫人教训的对，妾身知错了，妾身认罚。你先回烟柳院思过，这事儿要由侯爷来定夺。哦，那妾身告退。夫人，那个扎小人诅咒不准的啊，你别放在心上。有这卖乖讨好的心思，就更加说明你是故意猖狂行事，性质更恶劣。
这次不好好教训你一次，不让你长点记性，吃点苦头，下次你只会更跋扈。是，夫人说的都对。滚滚滚，快点滚蛋！叶青只带着一群丫鬟婆子冲到姚姨娘的面前，狠狠地打了她一顿。这个让人惊掉眼球的消息迅速的就在后宅传开了。回府，这小狐狸精是被爷给养的胆子变大了。爷回来了，谢谢爷让安慰保护如意。爷，你对妾身可真好。爷怎么听说你带人砸了姚姨娘的院子？为了如意的事儿，你这是仗着爷给你撑腰，觉得爷不会因为此事怪罪你？妾身承认，妾身是有点恃宠而骄了。这还不是爷平日里待妾身太好了吗？让人家就有些飘了，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哪怕妾身知道爷铁定会给我做主，可是妾身就是想要去扇他几个耳光，先出口恶气。你倒是敢做敢当啊！爷，你要如何惩罚人家？谢晋没体罚他，而是丢下一句让他好好学规矩，他人就走了。姨娘，侯爷这是生气了吧？没事儿，侯爷没生气。叶府哎呦，这小贱人实在是太猖狂了，居然敢干这样的事儿，这下他一定失宠。看来姐姐一时得宠就迷失了，这样嚣张跋扈的事情都干出来了。切，这人得宠哪有不飘的呀？哎，行了，不先说那个小贱人了，反正他下场都注定了。这还有2天就乡试了，袁凯那边准备怎么样了？我看他很有信心的样子，应该没问题。娘，你等着好消息吧。当然，在那之前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呢，那就是找人暴揍宋逸轩一顿，让他无法参加科举。可是叶映雪并没有等到什么好消息，反而他等来了前来抓捕他的官差。你们为什么抓我？你买凶伤害乡试学子宋逸轩，人证物证都在，随我们走吧。要是拒捕，我们可就不客气了。顾曼听到下人传话，吓得赶紧出来查看，想要用银子贿赂官差，求他们先把人放了，通融通融。哼，这可是锦衣卫那边传过来的案子，还想贿赂爷？你这是送爷去死啊！滚蛋！娘，你赶紧去求父亲，请父亲救我，救我啊！这现在为何做什么都不顺？侯府，叶青只被禁足1个月，还要学1个月的规矩。嬷嬷，你是哪里的人啊？就是我们侯府里的教养嬷嬷吗？我第一眼看见嬷嬷啊，就觉得嬷嬷好亲切啊。叶姨娘，还请您快放开老奴，这不合规矩。啊，抱歉哈，冒犯了嬷嬷，实在是看见嬷嬷就觉得心生亲昵，忍不住想要亲近。张嬷嬷心想，呵呵，说实话，对着这么一个亲切讨喜的笑脸，真是有火气也发不出来。这难道就是叶姨娘得宠的原因？姨娘之前可学过什么规矩，学过什么妇德、女戒？学过一些，只是略懂，还需要嬷嬷多多教教我。对了，嬷嬷，你喜欢吃什么菜啊？一会儿吩咐小厨房按照你的口味多做几道菜。我最喜欢吃锅包肉了，嬷嬷你吃不吃啊？叶姨娘，老身只是个奴才，不必考虑老身的口味，有口吃的就行。我有种直觉，嬷嬷最喜欢吃的应该是荠菜饺子、马齿苋鸡蛋，还有凉拌蒲公英。嬷嬷，我说的可对？叶姨娘，老身是来教你规矩的，不是来这逗趣的。好，那嬷嬷咱们就正式开始吧。刚才和嬷嬷闲聊了几句热热场，这彼此熟悉一下，有什么冒犯的，还望嬷嬷别放在心上。嬷嬷，我听说皇宫选妃就是这样筛选女子的，是真的吗？要这么脱光检查吗？为皇上选妃，标准自然更严一些。
要检查得更细致，身子的每一寸都要被触摸检查的。老奴让姨娘脱掉外衣，只是方便查看姨娘的形体，好方便之后的矫正。哦，嬷嬷还要帮着校正形体啊！哇，嬷嬷好厉害啊！恭喜姨娘，姨娘的体态很美，很匀称，不需要在这方面耗费苦功夫了。嬷嬷，你也觉得我的身材很棒，对不对？除了天生丽之外，我这也是下了苦功夫的。我天天做瑜伽，就是形体训练的动作啊。叶姨娘，不过叶姨娘你的脊背太过放松，腰背不够挺直，这会让你更显媚态，失了端庄大气。嬷嬷说的是，不过我这一个做妾的，要那么端庄做什么？惹爷厌烦。嬷嬷，你知不知道钱姨娘？听说她出身百花楼，当年还是花魁呢，国色天香，娇媚入骨。可这进了府呢，她就开始学起了大家闺秀端庄守礼，爷都不乐意进她屋子了。你说你这何苦呢？学得四不像的，还失去了原本的争宠优势。张嬷嬷抚额，有种想堵住叶姨娘嘴的冲动。真的，她就没见过叶姨娘这种。你说她跋扈吧，没有；你说她鄙视你呀，更没有。人家态度很随和，对她特别亲切，还和她聊八卦，就像是当她是个长辈一般。叶姨娘，老奴不知侯爷是否因为钱姨娘太端庄厌弃她，可这是女子该守的规矩，也是你要学的。你还是收起你的小心思，用心跟老奴学习吧。啊，是，都听嬷嬷的。张嬷嬷绷着一张脸，点点头，开始给叶青芷讲第一课：如何行礼，如何请安，如何行走坐卧等等。姨娘，注意看老身的动作，老身就只演示一遍。叶青芷认真看着，越看越觉得很熟悉，一点都不难。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很明显，她又继承了原主的福泽了。姨娘，你先来一遍行礼请安的动作。嬷嬷，你觉得如何？可规范？姨娘很聪慧，叶青芷什么规矩一学就会，动作也十分标准，而且只要她想，她行走坐卧的仪态端庄大方，优雅柔美，就如那些早已经将这些规矩刻在骨子里的闺秀和贵妇一般。总之一句话，只要她平日里想守规矩，叶青芷根本不用再学规矩。叶姨娘，你既然规矩都学好了，为何不告知夫人和侯爷？嬷嬷，其实我脑子不太好使，不记得学过这些规矩了。叶姨娘，你是不是故意戏耍老身呢？嬷嬷快别生气，吃口这个西瓜沙冰降降火。我当然没有戏耍嬷嬷，我可是寻死过2回的，死里逃生之后确实是忘了不少东西。叶姨娘，侯爷的宠爱不能长久，侯夫人是个宽容的主母，你除了争宠外，最要讨好的是夫人。说是你可以让夫人容下你，愿意护着你，才是你的真本事。姨娘给夫人还有少爷小姐送凉棚送冰，就是不错的做法。可是姨娘一受委屈就直接打别人的脸，这就太过了。下次你有委屈，找夫人和侯爷为你做主，不该自己动手的。嬷嬷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些道理啊，我不会迷失的。叶姨娘，既然你的规矩都会了，明日老奴就在夫人那里交了差，便不过来了。那哪里能行？嬷嬷，学规矩可是对我的惩罚，我要学满1个月呢。而且虽然说这些规矩大多数我都会，那可是要在嬷嬷的提点之下才能想起来。嬷嬷不说，我这也记不起来，嬷嬷就当是在帮我复习了，该教的都要教一遍才行。张嬷嬷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便又应下来，左右不过1个月。嬷嬷，你在府里当什么差？在哪个院子？主子又是谁？嬷嬷，我身边都是小丫鬟们，懂得有限，就缺一个经验老道的嬷嬷在身边提点一二。不知嬷嬷想不想来我身边啊？
老奴不适合来伺候姨娘。是我这个姨娘身份配不上嬷嬷吗？姨娘真是说笑了，老身就是个奴才，姨娘可是主子，老身告退。哎，嬷嬷等一等，今日嬷嬷辛苦了。春雨，你拿10两银子过来给嬷嬷。如意，你出去打听一下张嬷嬷的消息，能有多详细就要有多详细，不要怕花银子。小姐，你真的想要张嬷嬷来身边伺候啊？你先去打听消息。不过半个时辰，如意就带回了不少关于张嬷嬷的消息。姨娘，那个张嬷嬷的来历还真没那么简单。姨娘，张嬷嬷其实不是咱们西院的，是东院平南侯府的。平南侯府？对啊，姨娘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江阳侯府和平南侯府是一个老祖宗的，比邻而居，中间的墙都打通了，留了角门，方便平日里下人们走动。平日里说起来，两府都说我们这边是西院，那边是东院。你说一说这平南侯府。如意只能忽略姨娘的不对劲，给她仔细解释两府的来历。50年前，前朝皇上昏聩，民不聊生，高祖揭竿而起，起义造反，谢家跟随左右，一路助高祖成就大业，建立了现在的大赵王朝。当年谢家的大爷因为平定南边的叛乱有功，被封为平南侯。谢家的二爷因为收复了江阳，被封为江阳侯。到如今，当年的谢家大爷还有二爷都已经故去了，可是他们的老母亲还活着。老太君已经88岁高龄了，真正的老祖宗，也是两府的定海神针。那张嬷嬷的主子是谁啊？平南侯夫人。对，她是故去的平南侯夫人的陪嫁嬷嬷，也是奶嬷嬷。平南侯夫人已经去世了，你可知她闺名叫什么？那位平南侯夫人闺名叫做林清婉，出身安乐侯府，是府里的嫡长女。她是去年得病亡故的。听说平南侯夫人死的时候，平南侯府前面正在办喜宴呢，是给现在的当家主母兰夫人办平妻之礼。还听说当时穿着喜服的平南侯听到死讯，立刻就吐了一口血，悲痛欲绝，这喜宴立刻变丧事，宾客们都傻眼了呢。叶青芷也有些傻眼，这剧情怎么有点熟悉啊？和他做的噩梦有点像啊。姨娘，平南侯夫人故去后，平南侯为她请封一品诰命，太后也下了懿旨，夸赞平南侯夫人是世家主母典范，还有大儒为她写祭文。现在世人都说平南侯对先夫人情根深重呢，可惜先夫人身子虚弱，早早故去，都为她可惜呢。哼，可别侮辱了情根深重这个词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平南侯夫人还真是倒了血霉，摊上了这么个垃圾男人。哎呀，姨娘，慎言慎言，那位怎么着也是平南侯，不是咱们能冒犯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平南侯夫人林清婉，你又是什么人呢？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姨娘，你还要继续听张嬷嬷的事吗？你继续说。平南侯夫人去世后，张嬷嬷就负责打理她的故居，还有留下来的嫁妆。这一次夫人让张嬷嬷来给姨娘教规矩，估计也是想要给张嬷嬷做脸面。听说夫人和那位平南侯夫人关系很好，平日里夫人也很照顾平南侯夫人留下来的奴仆们。可到底是东院那边的事情，咱们夫人不好过多插手。听你这意思，那些平南侯夫人的旧仆过得并不好？当然不好，主子不在了，没人给撑腰了，还不是任由人搓磨。新的侯夫人又是那位被抬为平妻的兰夫人，她给平南侯夫人的旧仆安排的都是脏活累活，还不少给发配到庄子上的，日子过得很不好。也就是张嬷嬷是那位平南侯夫人的奶嬷嬷，地位终究不一样。平南侯也经常找张嬷嬷说话，那位兰夫人才不敢明面上难为她，可这背地里的小手段没停过。反正吧，就张嬷嬷这身份，姨娘你是不能把她要到身边的，不合适不合适。什么小手段？奴婢听说那位兰夫人经常喊张嬷嬷去问话，
等张嬷嬷到了之后，就又故意晾着她，让她等上至少1个时辰。还有啊，张嬷嬷不是打理平南侯先夫人的护区吗？那兰夫人根本不派其他丫鬟婆子打扫院子，都是张嬷嬷自己做。那么大的院子天天清扫，这么大夏天的多累啊！奴婢还听说张嬷嬷已经累倒了2回，说不然夫人也不会让她来教姨娘规矩，估计也是想让张嬷嬷轻快轻快。贵心院，夫人，那位叶姨娘的规矩学得极好，她说她曾经学过，只是忘了。老奴试过了，确实如此。老奴本想着明日就不用过去了，可叶姨娘不同意，说是侯爷的惩罚，怎么都要学满1个月。嬷嬷，叶姨娘从开始伺候侯爷所作所为就够扎眼的了，说是她就学了1天规矩就不认真学了，指定更让其他人嫉恨了。张嬷嬷也是聪明人，知道我让你教规矩的另一层目的，我也只能护嬷嬷至此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心意，我也希望今晚在天之灵看着，不要怪我无能。谢夫人大恩，老奴遵命。只不过1个半月后就是我家主子的周年祭，老奴最多也就教叶姨娘1个月的规矩。好，那就麻烦张嬷嬷了。待张嬷嬷离开，周嬷嬷忍不住心生感叹：哎，若是林夫人还活着，该多好啊！张静怡抿抿嘴角，也心生酸楚。好人总是不长命。没一会儿功夫，春雨过来求见，张静怡让他进来，说说今日叶姨娘学规矩的情况。我家姨娘对张嬷嬷一见如故，态度特别亲昵，学规矩也特别的认真，特别聪慧，什么都一学就会。姨娘还想让张嬷嬷来身边伺候，等张嬷嬷一离开，她就让如意去打听张嬷嬷的消息了。她想让张嬷嬷到身边伺候。是的，姨娘特别喜欢张嬷嬷。我家姨娘已经知道了张嬷嬷是已故林夫人的奶嬷嬷，但是仍然想要张嬷嬷。姨娘想让夫人给拿个主意，还说她知道夫人也想帮张嬷嬷脱离东院，你们这次是统一战线的。姨娘说夫人想让她怎么闹都行，让她砸银子也行，让她去求侯爷也行。这事儿要先征得侯爷同意才可以，硕爷不同意，想什么办法都白搭。奴婢这就回去告知姨娘。夫人，这叶姨娘行事真是让人瞧不懂啊！她把张嬷嬷要到身边，除了惹一身麻烦，没任何好处啊。张静怡摇摇头，也看不懂。但是叶姨娘说的对，在张嬷嬷一事上，他们有着相同的目的。既然叶姨娘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她配合她一次又何妨？海棠院，姚茵茵被贬为贱妾，搬到海棠院已经3天了。这3天里，她受尽了其他几位贱妾的冷嘲热讽，还有各种刁难和折磨。嬷嬷，我想回娘家，我后悔了，我后悔了。哎呦呦，听听啊，又是谁在这哭鼻子呢？天天哭，真是晦气死了，怪不得侯爷都不愿意进咱们的院子里来呢。姨娘，奴才出去把他给打走。嬷嬷，算了，嬷嬷打了他，受罚的铁定是你，我身边就只有嬷嬷了。你要是再被罚被撵走，我身边就真的一个得用的人也没有了。嬷嬷，你去找王夫人，你给她带去一句话。姚茵茵趴在王嬷嬷耳边，冲她小声说道。王嬷嬷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变了。哎呦，姨娘，咱们不惹事了好不好啊？咱们忍一忍，等过段时间丽嫔娘娘诞下了龙子，地位升高，她再说句免了你的过错，再把你升为贵妾，搬回原来的院子，这不是挺好的？好什么好？嬷嬷，那个叶贱人带着人上门打我的脸，把我捆起来羞辱我。
可是侯爷只是罚他学1个月规矩，进他的族而已，简直不痛不痒。可是我呢？侯爷把我直接贬成了贱妾，要不是我有爹爹和姐姐撑腰，恐怕要直接大杀了我。嬷嬷，侯爷对我如此绝情，我为什么还要对他有情义？我就要搅和的这侯府后宅不得安生，我还要侯府和侯爷丢尽脸面，沦为全京城的笑柄。哎呦，姨娘，小声点儿，小声点儿。自从知道如意没死，还有姚茵茵出事后，王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整日提心吊胆的。就在她心焦的时候，王嬷嬷过来了。我家姨娘让夫人放心，她已经给娘家那边送了口信。那好事一事既然说妥了，就不会因为夫人办事不力变卦。那个丫鬟如意的事儿，确实是我办事不力，连累了姚姨娘。多谢姚姨娘大气不计较，这好事一事可就谢谢了。我家姨娘让奴才问一句，叶姨娘是宠妾，夫人不好收拾，也情有可原。可现在一个贱妾天天欺负我家姨娘，姨娘也不是让夫人弄死她，就让她生几天病，行不行？嗨，没问题，一个贱妾，这还不简单？多谢夫人。王嬷嬷从王夫人那里离开了，王夫人生气地打了一个茶盏，咬牙切齿地说：得想办法除了姚茵茵才是。一直受她的钳制，被她拿来当刀使，也太憋屈了。王嬷嬷从王夫人这里离开后，又去了秦姨娘那里一趟。两人说了没2句话，秦姨娘脸色苍白地落了泪，然后王嬷嬷告退离开。姨娘，这王嬷嬷刚才是什么意思啊？抓着你的把柄，让你用肚子里的孩子陷害叶姨娘？不过是个蠢货吧。姚茵茵以为自己运筹在握，以为自己能搅风搅雨，殊不知她自己早已经是砧板肉，瓮中鳖了。没过2天，徐姨娘就病了，高烧不退，上吐下泻。府医过来给她瞧了瞧，说是吃了脏东西，吃了汤药。徐姨娘也一直不见好，天天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根本就无力再去找姚茵茵的麻烦。烟柳院，姨娘，出事了，出大事了！昨天侯爷吸在了钱姨娘那里，然后今天钱姨娘就被抬为良妾了。姨娘，你听见了没有？钱姨娘都被抬为良妾了，你就不着急吗？这时候有什么可着急的？侯爷喜欢她，觉得她伺候得好，给她脸面，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姨娘，再这样下去，脸面都被别人赚去了，你可就一点不剩了。都怪奴婢，当初奴婢应该拦着姨娘的，不应该让姨娘去打姚姨娘出气。咱们侯爷可是最讨厌跋扈的女子。姨娘，要不老身先告退，今天的规矩就学到这儿吧。在这府里呀，姨娘还是要靠侯爷的宠爱才能过得舒坦的。学规矩一事，姨娘不必这么上心。哎呀，可是侯爷禁我族，让我学规矩，不就是让我反省的吗？我就算是想爷，也该憋着，等1个月之后再想法子求爷怜惜啊。哎，姨娘，侯爷只是让你学规矩进你的族，可没说不让你伺候侯爷了呀。对啊对啊，姨娘，你快点写封信笺，奴婢就给侯爷送过去。侯爷可喜欢你写的信笺了，只要你写了，侯爷一准会来。姨娘，要不奴婢给你打扮打扮，等爷来了，爷看见姨娘娇媚如花，一准就宠幸姨娘了。姨娘，奴婢这几日闲着没事，又给姨娘做了几件战袍，您要不要试一试？呵呵，叶京只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恨不得立刻把她打包好，送到谢晋的床上了。唉，快乐的假期又要结束了，休息时间太长是不太行，半个月是极限。好的，春雨过梳妆，如意去吩咐厨房做碗绿豆冰沙，夏蝉把衣服准备好。嬷嬷，咱们今天就学到这儿。金宝看见如意过来，
忙迎上去，笑着问道：“如意姑娘，这是姨娘给侯爷送吃食来了。哎呀，侯爷在书房呢，我这就拿给侯爷。”谢谢金宝哥哥啊，麻烦金宝哥哥在侯爷面前替我家主子美言2句，谢谢啦。呵呵，叶姨娘还用她美言？其实侯爷一直惦记着叶姨娘呢。那暗卫六一天天要来一趟，把叶姨娘一天天的言行说给爷听，他就没见过比叶姨娘还让侯爷上心的了。侯爷，叶姨娘派如意来给爷送了1碗绿豆冰沙，还有1封信笺。送进来，你先出去吧。谢晋眼眸微暗，将信笺放入暗格后，朝外面走去。是时候去检查一下叶姨娘的规矩学得如何了。烟柳院，妾身拜见侯爷，侯爷万福。起来吧。哼，看来规矩学得不错嘛。是张嬷嬷教导的好，侯爷可要安置？妾身伺候侯爷更衣吧。安置吧。半月不见，也好像又清简了一些。爷纵然公务繁忙，也要好生吃饭休息，最好不要太过纵欲，身子更重要。刚才说不让他过于纵欲，是夹枪带棒的讽刺他过去半个月换着人睡。谢晋觉得自己有点上头了，想听他说更多，想看他继续演下去。侯爷，妾身这半个月一直在学规矩，也没让如意出去打探过消息。秋闱可结束了？宋逸轩那边出事了吗？秋闱明天结束，宋逸轩也的确出事了。你的继妹用银子收买了几个混混，要他们打断宋逸轩的胳膊。锦衣卫把那些混混给抓了，你的继妹也被京兆尹的官差抓起来关牢房了。竟然有此事！那现在呢？我那继妹还被关着，还是使了银子放出来了？没有爷放话，谁敢放他？怎么，你想为他求情？恰恰相反，妾身觉得关着他挺好，一点都不想要求情。爷，妾身能不能求爷一件事情啊？说吧。爷，你觉得妾身的规矩学得好不好？极好。妾身规矩学得好，那都是张嬷嬷的功劳。妾身又和张嬷嬷一见如故，觉得她很像妾身小时候的奶嬷嬷，妾身就想要替张嬷嬷在爷这儿求个恩典。你想要什么恩典？妾身想要让爷除掉张嬷嬷的奴籍，还她自由身，再聘请她当府里的教养嬷嬷，专门教府里的姑娘们或者是姨娘们规矩。你不是要她到身边伺候吗？一开始妾身的确是有这打算，还为此征询了夫人意见。听夫人的意思，这件事情办起来有些为难。妾身了解完张嬷嬷的主子是谁之后，也知道要张嬷嬷来身边伺候可能是有一些打平南侯府的脸，还会让侯爷为难。妾身就想着不能让爷为难，可张嬷嬷留在东院那边又确实是被搓磨，日子过得很艰难。妾身这思来想去了半个月，就想出来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还有5天就是中秋节，爷能不能准许妾身参加两府的中秋家宴？到那个时候妾身出席家宴，言行举止规矩礼仪众目睽睽之下，妾身被教导的如何一清二楚。妾身有自信，这规矩学的没问题，谁考教谁看到都会赞一句好。因此家宴之上，侯爷借着张嬷嬷教导妾身规矩一事，为她除去奴籍，不仅给张嬷嬷脸面，平南侯府那边也会有脸面。因为张嬷嬷这么厉害，都是有个好的主子，就是那位世家瞩目典范的林夫人，这样一来皆大欢喜。侯爷你觉得呢？爷觉得几日不见，你这脑瓜子见长，又变聪明了。对张嬷嬷这么用心，就因为她长得像你的奶嬷嬷？也不全是，妾身听说了东院那边的事情，实在是想要为故去的林夫人鸣不平，多少为她的人做点事。也别嫌弃妾身不懂的事管得宽，妾身也不想管的，可有时候有些事就是忍不住，不做就心烦，唉，真是让人没办法。你一个小妾为人家主母鸣不平，你还觉得自己有理了？我给爷当妾可比那位林夫人过得幸福多了，有爷护着，我过得无比舒心，还不会早死，我当然可以鸣不平了。
可惜了，那位林夫人死得太早，有她操持平南侯府，平南侯府说不定能更进一步，子弟也能多出几个有出息的。修为结束了，不必再窝在号舍里打体睡觉。陈元凯走出贡院，就有种解放了的感觉。元凯，你可得想想办法救映雪出来啊！他做出那样的事，那都是为了你，你可不能不管他呀！伯母，您可不要这么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不会不管的。只不过这种事情，使一些银子应该就可以把人救出来的，难道是伯父不愿意？不是，我们也砸了不少银子进去了，可那金兆尹就是不放人，说这是锦衣卫叮嘱过的案子，这一定是叶青芷在里面使了坏，故意不让映雪出来。伯母，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呢，与其去求别人，还是要去求一求江阳侯府的那位呀。咱们先把怨气放一放，最重要的是要先把映雪给救出来呀。那地牢里可不是女子待的地方。我再派人去试试。前段时间那小贱人做下了猖狂的事儿，已经是被禁足了，都失了宠爱，可还不知道能不能使上劲儿呢。烟柳院，姨娘，叶府递过来消息，想请你向侯爷求求情，把二小姐给放出来。你给他们传个话回去，想要我救叶映雪也行啊，我要顾曼自请下堂，重回做妾。要是做不到，就等着叶映雪牢底坐穿吧，或者是等着我彻底失宠。如意冲他家姨娘投去一个佩服的眼神，兴奋的赶紧去传话了。顾曼得到消息，气得砸了一屋子的东西，想让他自请下堂，呸，做白日梦呢。他还有未来的状元女婿可以指望呢。过几日，等陈元凯高中解元，他再向老爷施压，不见老爷不想办法救映雪。贵心院，夫人，刚才金宝来传话，说侯爷准叶姨娘参加中秋宴。知道了。张嬷嬷的事儿一直没听叶姨娘那边有动静，这是要放弃了？要放弃也正常，相信叶姨娘了解了情况后，知道事情为难，又怕因为此事再遭了侯爷厌弃，就不敢要张嬷嬷了。这时丫鬟通传春雨求见，春雨就伶牙俐齿地把叶青芷交代的张嬷嬷的事情说了。好，我知道了，回去告诉叶姨娘，我会配合好的。嬷嬷，你刚才听见没有？她想的法子极好。咱们这位叶姨娘啊，真的很聪明。夫人啊，你可上点心吧，小心哪天这个叶姨娘把心思动到你和两位小主子身上。张静怡拧眉摇摇头，正要说什么，外面丫鬟又来通传，说是隔壁平南侯府的管事秦妈妈求见。快有请。老奴见过侯夫人。秦妈妈快请起。秦妈妈过来可是为了中秋宴一事。不全是因为中秋宴，这是我家夫人的周年祭也要到了。中秋宴到底是家宴，只是两府人聚在一起热闹热闹，这章程简单得很。我家先夫人的周年祭，我家侯爷要风光大办，可是兰夫人病了撒手不管，我们老夫人也只能担起此事。可老夫人还要照顾老侯爷，精力不济，就想着咱们两府本就是一家，便让老奴过来请夫人帮帮忙，看一看这宴请名单，别落了谁，失了礼数。你们兰夫人真的病了？前几日不还好好的呢？是真病了。周年祭这么大的事儿，若是兰夫人敢故意装病不管，我们侯爷那就第一个不愿意啊。夺他的管家权的都是有可能的，兰夫人自然是不敢怠慢的。时间过得可真快，清婉亡故都快1年了。自从清婉离世，我也缺了个能说话的伴儿了。你们府里那边也生了不少乱子，可没清婉在的时候井井有条了。你们侯爷是想怎么风光大办？可有什么章程？怎么风光怎么来。
侯爷准备请来唐念秋大儒，再为夫人写一篇祭文，再请相国寺的莱恩大师念往生经文，又请了青天剑的郝大人看了一处风水极好的墓穴，要为夫人迁坟。张静怡不知道说什么了，人都死了，再风光再深情又有何用？清婉死了，他又想弥补了，真是讽刺。叶姨娘有句话说得好，迟来的深情比草贱。清婉那般优秀的女子，倒了血霉才会嫁给平南侯。一日一早，因为是中秋节，朝廷放假一天，无需早朝。爷，难得放假一天，再睡会儿嘛。今日中秋，你也要向去老太君叩头请安。倒是梁府的女眷都在，你有一丝不守规矩的地方，张嬷嬷的事就别想了。妾身也要去向老太君请安？妾身以为自己不过一小妾，没有资格去呢。你就在院子里叩头就行，到时候听夫人的安排，随机应变，管好自己的嘴，别给爷丢人。爷你就放心吧，妾身知道分寸。妾身好啦，累爷久等啦，咱们走吧。不错，走吧。谢谢爷这般给妾身脸面。贵心院，谢晋和叶青芷到的时候，其他院子里的姨娘都已经到了，还有谢晋的几个孩子们也都到了，10几个姨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莺莺燕燕的，再加上几个奶娃娃，热闹极了。院子里的各种谈笑声、嘈杂声，在叶青芷和谢晋一起进院子的那一刻，全都消失了。刷刷刷，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叶青芷的身上，都不用有读心术，叶青芷光看他们的眼神和表情，就能知道他们在想啥。这个小贱人不是被禁足学规矩呢，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被侯爷准许参加中秋宴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和侯爷一起来了。你们傻呀？难道没听说昨天侯爷就是睡在他的院子里的，一起来也不奇怪啊。叶姨娘才是真的得宠啊，姚姨娘就没被准许参加中秋宴。哼，刚才还满面春风的钱姨娘脸色都难看了。侯爷虽然进了他的位分，可也就去了他那儿一晚而已。叶青只知道他和谢晋一起出场绝对惹人注目，可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炸裂。唉，这些人真是没见过世面呀，没见过负宠的要上天的小妾是不是？见过侯爷。起来吧。叶姨娘也来了呀，这是在外面一道碰上了。昨夜侯爷歇在妾身那里，早晨不用上早朝就晚起了会儿，在妾身院子里用了早膳就一起过来了。叶姨娘，你上次送我的9莲花我已经解出来了。哇，我们小少爷啊真的是太棒了，好聪明啊，我这可是解了几天都没解开。侯爷和夫人本就是顶点优秀的人，这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极其聪慧，又对少爷和小姐教导有方。少爷小年纪就这么聪慧之理，小姐更是已经有了大家闺秀之风，谁见谁夸。妾身能够进侯府，能伺候爷和夫人还有少爷小姐，真是妾身的福气。这女人也太会装了。说了2句话，时辰也不早了，他们一行人就一起去老太君的院子请安。叶青芷极有规矩，和贵妾苏冉冉、娘妾钱姨娘等人站在一处，给里面的老太君磕头。磕完头站起身，叶青芷继续等在一旁，等夫人张静怡出来，他们就能跟着走了。等了片刻，却是一个小丫鬟从里面出来了，询问谁是叶姨娘。婢妾就是。请叶姨娘随奴婢进屋，老太君要见你。平南侯府这边，平南侯、兰夫人还有老夫人、老侯爷都在。他们江阳侯府这边，老夫人、大房、二房的人也都在，都是嫡系一脉的。唉，张静怡在心中重重地叹了口气。侯爷这是打算捧杀叶姨娘吗？
他是真瞧不懂爷的心思。青婉啊，这怎么来了就跪在地上不说话呀？你这孩子都好久没来看祖奶奶了，这一来就这么见外，这是怪祖奶奶之前没给你做主啊。给本侯抬起头来。谢晋的脸色一下子就冷下来了。叶青只是他的小妾，是他的女人。谢明礼因为老太君一句糊涂话，竟然当众这般命令他，这不仅仅是在羞辱他，也是在羞辱自己。谢明礼，她是本侯的贵妾，你想做什么？对不起，小叔，刚才是我糊涂，冒犯了。这是我老糊涂了，忘了青婉都故去了。刚才看见这个叶姨娘从外面走进来的样子，我还以为是看见了青婉呢。奴婢的一身规矩都是跟着张嬷嬷学的，张嬷嬷又是林夫人的奶嬷嬷和教养嬷嬷，所以老祖宗将奴婢错认为林夫人，这恰恰说明奴婢的规矩学得极好。谢老祖宗如此给奴婢脸面，奴婢感激涕零。这女人真是有一张巧嘴，轻松的就化解了刚才的闹剧，给出了一个极为合理的解释，还拍了老太君的马屁。是个好孩子，起来说话吧。你往前一些，我老了看不清了。是个守规矩的漂亮姑娘，就是这打扮的也太素净了。你这般年纪可是该戴漂亮的首饰，打扮得娇娇艳艳的。老祖宗，奴婢出身商贾之家，不缺银子，也有很多漂亮的首饰，只是想着今日要给老太君磕头请安，就都没带。说不然这一低头一磕头，那不摇的碎碎，摇啊摇的光打脸，怪难受的。啊，那确实是这样。老太君这么一笑，底下的一众人甭管他们心里怎么想的，也都跟着笑了。老祖宗，那奴婢能为张嬷嬷求个恩典吗？为她除去奴籍，还她自由身，专门当府里的教养嬷嬷。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回老太君的话，张嬷嬷特别像奴婢小时候的奶嬷嬷，奴婢见她就心生亲切，得知她如今在打理林夫人的故居，每日都要坚持自己清扫院子，为此累倒了好几回，奴婢就难免心酸。唉，张嬷嬷年纪到底大了，就算想要为救主尽心，也没必要干这种粗活。奴婢建议嬷嬷换个方式怀念救主，她还不愿意呢。奴婢就想出了这么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让她以后想打扫院子都打扫不了。这就是你口中的善待？好，好得很。从今日起，府里的钟馗你不必管了。发完火，谢明礼又跪下冲老太君请罪，表明一定会好好处理张嬷嬷的事，善待她。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老太君说了那么久的话也累了，便让众人都先退下，一会儿中秋宴再见。让众人退下之前，老太君还不忘准了叶青芷想求的恩典。谢老祖宗，奴婢望老祖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孩子，有空啊就来我这说说话，给我这老婆子解解闷儿。老祖宗，奴婢只是个小妾，又不长家，也不需要教养子女，经营人脉，准备宴会什么的，每天都挺闲的。若不是怕打扰老祖宗休养，奴婢每天都能给你解闷儿。您要是闷了，就派个丫鬟来叫奴婢，奴婢随叫随到。好，下次再来可别跪下磕头了啊！记得打扮得艳丽点儿，咱可不怕那不摇打脸。叶青芷跪下谢老太君的赏赐，心里不知怎么泛起了浓浓的酸涩。等中午的中秋宴结束后，得到消息的张嬷嬷来找叶青芷谢恩了。谢叶姨娘大恩。张嬷嬷不必这么客气，你也成就了我。今日我在老太君那里得了脸面，全因为你教的规矩，还有你家主子的福泽，我还要感激你们呢。今天晚上中秋妥妥的放假，不用担心上班。
叶姨娘，请留步。哎，停！秦姨娘怀着爷的孩子，这身子娇贵，你就停在那儿，别靠近啊！咱俩就这么说话就行了。叶姨娘，我只是从你那儿抢走过一次侯爷，还因此怀了孕，你也不用这么记恨我，将我当做洪水猛兽一样防着吧。恰好姚茵茵也用她和大爷的秘密来威胁他，让他用肚子里的孩子拉叶青芷下马，陷害他，谋害侯爷子嗣。他心动了，利索地答应了姚茵茵。反正这也不妨碍侯爷交代给他的任务，一石二鸟。他要死前多拉几个垫背的，叶青芷是首选。怪只怪叶青芷太好命了，不仅得了侯爷宠爱，夫人也对他宽容。今日他还得了老太君的青睐。他本想着先和叶青芷套套近乎，可是他对自己的态度真是避如蛇蝎一样，他连靠近他都做不到。你要是蛇蝎猛兽，你往我身上靠，那我还能狠狠揍你一顿。可你比蛇蝎猛兽还可怕呢，别说打了，这碰也碰不得。你这孩子万一有问题，就把锅甩到我身上，那我就玩完了，太可怕了。你到底想要说什么？赶紧说，别浪费彼此时间啊！我可没空和你演什么姐妹情深。秦姨娘被他气得肚子都觉得有些疼了。叶青芷怎么像个刺猬一样，让人无处下手。眼见着没机会，秦姨娘也不想再继续找气受，敷衍地恭喜了一句，她得老太君青睐，就先走了。姨娘，我怎么觉得这秦姨娘刚才是故意搭讪，好像憋着坏呢？别让她近身，严防死守，憋坏也只会憋死她自己。叶青芷这次是哭着醒来的，不再是满心痛恨，而是因为想念亲人的伤心和思念。姨娘，怎么了？可是又做了噩梦？姨娘，不如再去求求侯爷，让侯爷找太医再给你开2副安神的药吧。上次开的吃完了，你又开始做噩梦了。没事儿，不吃药了啊，药太苦了，只是做做噩梦，不用大惊小怪的。姨娘，奴婢总觉得你的梦和别人不一样啊。别人做噩梦做完也就差不多忘了，可姨娘每次反应都挺大的。姨娘，要不然咱们去求夫人或侯爷开恩准你出门，咱也去相国寺拜拜佛烧烧香，再从高僧那里求一块平安符带着，防邪祟侵神。你还不如去找一个高僧念经，把我这邪祟给收了呢，一了百了。不用了，别让侯爷和夫人为这样的小事心烦。近期梁府的事情太多，这边在准备大公子秋为高中宴，那边又在准备林夫人的周年祭，乱糟糟的。没事，你们也少出门。叶青芷拒绝后，又叮嘱了一遍春雨，便转身抱着被子睡回笼觉去了。叶青芷再次补觉起来也没什么精神，蔫蔫的躺在贵妃榻上，也不看书，也不吃零嘴，也不和丫鬟逗趣聊八卦，就一个人愣愣的出神。春雨和夏蝉他们见他这副失了魂的样子，觉得有必要去给夫人说一声。叶姨娘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回侯爷，回夫人，我家姨娘昨夜又做了噩梦，醒来满脸泪不说，这会儿跟失了魂一样，呆坐着也不说话。奴婢瞧着有些担心，想求侯爷夫人叫个府医给姨娘瞧瞧。就他事多，满院子的女人都没他娇弱，做个噩梦也能丢了魂。嘤，侯爷会不会嫌弃姨娘做噩梦不吉利，就不愿意宠幸姨娘了吧？要是姨娘因此失宠，那他就哭死了。到了烟柳院，谢晋一眼就瞧见了躺在那里蔫蔫失神的叶青芷。姨娘，侯爷来了。见过侯爷。又做什么噩梦了？上次是被毒死，这次是被勾了魂了。侯爷怎么知道妾身做噩梦了？侯爷不是该上衙了吗？就怎么这个时辰过来？侯爷，我昨晚上没做噩梦，是梦见了以前和家里人过中秋，因为太过想念爹娘哥哥他们，心情就有些不大好。为了这样的小事，还要累爷过来看望妾身，妾身都有些惶恐。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
只是因为思念亲人，爷还以为你真的丢了魂呢。唉，妾身是真的想亲人了，可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般提不起劲儿，就觉得一切都没意思极了。叶静之早上起来后，就突然有个可怕的猜测，这副身子是不是也挤进了林清婉的灵魂啊？什么嘛，哪有上岗了，前任同事还霸占着自己的工作岗位的，这还让人怎么安心上班啊？这到底是谁的地盘啊？职责不清，岗位不明，职场大忌呀！这班儿不想上了，想辞职，哪怕后果是个死。没意思极了，你娘亲还有哥哥弟弟，2日内也能到京城了，到时候也准你去瞧瞧他们。叶青芷哭声停顿了一下，可还是接着落泪。说是亲人，可那是原主的亲人，又不是他的，真见了面他还觉得怪尴尬的，不知道怎么亲近。可是为了昨日平南侯羞辱你一事，他是平南侯，我就是个卑贱的小妾，妾身还能让他道歉不成？再说了，昨儿个也已经维护过妾身，妾身知足了。桂心院，叶姨娘怎么样了？侯爷从她院里走了吗？侯爷走了，可是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打听不到。侯爷下了封口令，只知道侯爷离开时换了一身衣衫，脸色也很难看。侯爷离去不久，王太医就到了。夫人，定然是叶姨娘惹爷不高兴了。可是爷这般下禁口令，就是想一心护着叶姨娘，就连夫人您都瞒着，这是要和夫人离心啊。夫人，侯爷对叶姨娘恐怕不只是上心那么简单，您可不能再对叶姨娘那样宽容了。让人将叶姨娘喊过来，他要亲自问问叶姨娘到底发生了什么。若是他告诉自己，那他还可以待她像之前那样宽容；若是他瞒着自己，那之前他说的什么表忠心的话，就真是个笑话了。夫人，你这时候去喊叶姨娘，给叶姨娘穿小鞋，恐怕会惹侯爷厌弃呀。就在这时，外面丫鬟来传话，说是春雨求见。让她进来。叶姨娘让你来传什么话？回夫人，是这样的，刚才侯爷去探望姨娘，可姨娘小日子恰好来了，他还不知道，就往侯爷身上靠了，然后不小心的弄脏了侯爷的衣服，侯爷因此很不高兴，下了禁口令，不让下人们外传此事。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侯爷下了封口令，传出去确实对名声不好。你家姨娘可有额外的话要说？啊，姨娘说这事瞒着其他人是怕污了侯爷的名声，但万万不能瞒着夫人，因为夫人和侯爷是一体的，夫人只会更在意侯爷的名声，更盼着侯爷好。夫人想怎么罚姨娘，她都认了，因为此事是她做错了。姨娘还说她不想夫人因此误会了，猜测侯爷下封口令是要和你离心，这绝对没有的事儿。我家姨娘说她能在后宅过得安然，多亏夫人相护，她也有一颗做妾的心，万万不会肖想什么主母之位。姨娘还多次强调，也只有夫人这样出身高贵又恭顺贤良的女子才配做主母，侯爷更是个心中有成算的卓越家主，绝对不会沉溺情爱宠妾灭妻的。要是这后宅的小妾们都如叶姨娘这般通透会做人，会拍马屁，该有多好啊，那她可就太省心了。可惜人才总是少的，叶姨娘这种也是难以遇见。行了，本夫人都知道了，让叶姨娘这几日安心歇着吧，养好身子，再好好伺候侯爷。夫人，我家姨娘还有一事相求，她想在相国寺给林夫人捐个长生灯，想求夫人准她去相国寺一趟。不过若是不合规矩，姨娘说她就不亲自去了，求夫人找人办了此事，香火钱我家姨娘会准备好。你家姨娘怎么想起来给林夫人捐长生灯了？我家姨娘说
多亏了林夫人的辅佐，他才能得了老太君的青睐。他欠了林夫人的情要还，否则心里不安。他想去相国寺就去吧，不过怎么也要等到他的小日子过了再出门，不可这般去。春雨应下来，告别夫人，回烟柳院。平南侯府后院，夫人，秦嬷嬷回来了，快让她进来。等秦嬷嬷进来后，他忙追问：嬷嬷，那个叶姨娘的事你打听到了多少？事无巨细，赶紧说给我听。夫人，这个叶姨娘是真有点问题啊。听说她入江阳府之前曾经上吊寻死过。哎呀，这人活过来之后，那性情就变了很多。原本不想入侯府做妾，这也愿意了。赵新兰听了这话，脸上满是惊恐之色。她觉得不用再怀疑了，这个叶姨娘一定就是林清婉附身。借尸还魂一事虽然离谱，可是她真的听说过，林清婉那样规矩守礼的人，居然愿意给谢晋做妾，这说明了为了复仇，她要不择手段了。赵新兰好后悔，她就不该得意，在林清婉要咽气前，非要去向她炫耀自己这些年的谋算，嘲笑林清婉太过愚蠢，替她养了那么多年儿子不自知，最后把林清婉生生给气死了。夫人，这个叶姨娘现在特别得宠，江阳侯将她护得特别好。奴婢还打听到一件事儿，前段时间那位礼部侍郎的女儿，就是姚姨娘想要叶姨娘的命，愣是没找到下手的机会，转而冲她的丫鬟下手，那丫鬟也被救下了。为了此事，叶姨娘带着一群婆子上门，直接就去打了姚姨娘的脸，那可是真的打，还把她给捆了，特别的张扬跋扈。可最后叶姨娘也只是被罚学规矩，可姚姨娘那是被贬为贱妾了呀。秦嬷嬷，你继续打听叶姨娘的事情，一定要把她的喜好、性情、习惯等等都打听清楚了，最好是能收买一下她院子里的丫鬟或者是婆子，随时可以传递消息。等秦嬷嬷退下后，二房的夫人江柔带着内院的管事刘妈妈过来了。江柔是前来要管家钥匙、账册以及当家主母的印信等象征着管家权的一系列东西。我说什么来着？不是你的，你再怎么算计，到头来还是一场空。你当初把我大嫂气得病重，又被抬为平妻，一定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风光的做侯夫人了吧？呵呵，恐怕打死你也想不到，大嫂一死，大哥居然会幡然醒悟，发现爱的是大嫂，好不好笑？呵呵，把你的脸都打肿了吧？哼，从那之后，你赵新兰都成了高门贵妇口中的笑话了。江阳侯府海棠院，嬷嬷，你去找王夫人，让她找人抓一些毒蛇、毒蝎子还有毒虫子，扔到叶家人的院子里，就是咬不着她、毒不死她，也要狠狠地吓她一顿。哎呦，我的小姐呀，这样可不行啊！自从秋闱结束后，老奴2次去找王夫人，她都很敷衍。你提的这个要求，王夫人不会答应的。嬷嬷，你再去找她，以大爷和秦姨娘苟且的事情威胁她，让她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则我会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今天是秋闱张榜的日子，府里的女眷们都聚在老夫人的寿安堂等消息。1个时辰后，几个小厮欢天喜地地跑了回来，高喊着：“大少爷中举啦！大少爷中举啦！”中了！哎呀，中了！哎，谢谢老天爷！陈明清真的中举了，多少名？大少爷位列第17名。哎呀，好好好，来年春闱会试一定有望中进士了，看赏！恭喜大嫂，贺喜大嫂！明清这么有出息啊，可是给你赚足了脸面。张静怡也笑着说了句恭喜，实则心里冷笑，不过才10几名，又不是解元或者是前3名，有什么好高兴的？
明年春闱发挥稍微一失误，很可能根本中不了进士。大房想要让谢明庆袭爵的心思，他清楚得很，只想送他们2个字儿：没门儿，4个字儿，做白日梦。王夫人从老夫人那里离开，笑呵呵地回到自己的院子里。不一会儿，就有丫鬟过来通传，说是王嬷嬷求见。然而，王嬷嬷根本不和她虚与委蛇，一开口就把王夫人给打懵了。放肆，休得胡说！王夫人一时间想撕了自个儿夫君的心都有了。她怎么敢？她怎么敢的？她怎么能干出这样不知廉耻的事儿？一旦被谢晋发现了，好，我知道了，就让你家姨娘等着瞧吧，不会让她失望的。只是这她说的事儿，姨娘也会守口如瓶的。去个人，立刻把大爷喊回家。怎么了？你和秦姨娘是怎么回事？你从何处得知？你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人家都威胁到门上来了，一旦这事儿要是爆出来，那咱儿子那大好前程都得毁在你这个私德有亏、勾搭兄弟妾室的父亲身上。说破天也只是个妾，玩玩而已。那秦姨娘肚子里孩子呢？也是你的？谢林点头，还有隐隐自得之意。那谢晋可是锦衣卫指挥使，手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探子呢。你以为这能一直瞒着他？你必须赶紧和秦姨娘断了，不许再见他，一次都不行。哎，行了行了，知道了。那个姚茵茵不能再留了，想法子除去她。这还用你说吗？王夫人没好气的道，不光那个姚茵茵，还有那个秦姨娘都不能留了。烟柳院，姨娘，姨娘，有好消息！姨娘，宋公子真的高中了解元，第1名哎，真的是他！听说有一家世家绑架周旭，他差点被2家人给撕了，最后高喊自己已经成了婚，这才逃出了魔爪。那场面铁定是很有趣，可惜啦，奴婢没有见着。挺好的，这次没有看走眼，我的1000两银子能变成8000两了。哎，回头你领了银子去给宋逸轩送去2000两，再告诉他之前送他赶考银子不用还了，我在他身上已经赚够了。姨娘你可真大方，一下子就给出了这么多，一个未来的状元投资个2000两银子还大方。也是哦，以宋公子的才华，明年必然高中状元。姨娘，夫人还有大少爷和3少爷今天已经到了京城，你不是想他们了吗？等过2日咱们去相国寺上香，可以递消息让夫人他们也去，咱们在寺庙里见上一面。行，那你就递消息吧。姨娘，你猜陈元凯考了多少名？倒数第1。姨娘英明，不是倒数第1，可那也差不多了，是倒数第3名。听说在考试前，二小姐曾经高喊陈元凯会中解元，还辱骂那些学子狗眼看人低，看不清人的真才实学。可现在榜单一出来，看到陈元凯就考了个倒数第3名，那些学子可就笑死了。有那些坏心眼的还专门找了好几个小乞丐，高声宣扬这件事情，把陈元凯羞辱的连客栈的门都不敢出。叶江只想到这个场景，也为陈元凯感到窒息，这简直是社死加捧杀的最高境界呀！小姐啊，故事的解元女婿梦破碎了，他想把叶映雪从牢里救出来，就只有听小姐的话，自请下堂啦。姨娘，你可真是神机妙算，每一步都算到了，算对了。那府里的大少爷呢？考中了没有？中了，位列榜单17名。奴婢从前院过来时，报喜的人刚刚敲锣打鼓的离开，好不热闹呢。如意，以后不要再为小少爷去搜罗好吃的好玩的了。我记得我那个嫁妆里面好像是有一套好的笔墨和砚台，还有一副好的临摹字帖，你一会儿去送到夫人那。小少爷天资聪颖，念书一定差不了。说起这个来，奴婢又想起来一件事情来。平南侯府的那位从族中过继给林夫人的小少爷，9岁时就参加了童生试，得了第1名。小小年纪不光4书5经读得好，还很有见地，做的一手好文章，都有小神童之称。听说他准备参加今年的秀才考试，
还有1个半月就该考试了，到时候铁定能中，兴许还是个头名呢。那个过继的孩子叫谢修涵。是啊，姨娘，有问题吗？没事。贵心院，今日小少爷谢明玉从学堂里回来，就被张静怡叫到房中。他细致地问他学堂的事儿，先生都教了什么，可听懂了，可掌握了，先生又布置了什么课业之类的。就在这时，丫鬟前来通知如意求见，说是叶姨娘让她给小少爷送东西。又是什么好玩意儿？见过夫人，姨娘让奴婢过来给小少爷送一套笔墨纸砚，还有一副字帖，说是等小少爷练字初有雏形后，希望得到小少爷的一副墨宝挂在墙上。姨娘说这样天天看着，有助于怀上一个像小少爷这般聪慧的宝宝。真的吗？我的字还能有这个作用？自然是真的。姨娘说这就是耳濡目染，日夜熏陶，自有一份念力在。母亲，孩儿这就去练字。去吧，去吧。嬷嬷，要说谁最贴心，还是叶姨娘。周嬷嬷不知道该说啥了，只能说叶姨娘太会哄人了。嬷嬷，叶姨娘哄孩子的办法也新鲜别致，我看明玉不仅不反感，还干劲十足。平日里我一味的严厉，反而让明玉心生抵触，愈发不愿意练字读书。我要向她学习。夫人啊，那不是你的闺中好友，是府里的小妾呀。叶府。姐姐，你这可算是来了，老爷和我一直都盼着你呢。哎呀，哭哭啼啼，吵吵闹闹，不成体统。若无事就赶紧退下，别扰了念秋的清静。老爷，这妾身得知姐姐归来，自知不配再坐着妻位，自请下堂。好，你能有此觉悟，挺好。映雪那边我会差人去办的，早点接他出来。老爷，你是认真的？自然是真的。之前是我冤枉了你，对不住你，希望你别记恨我。以后还是你做当家主母。你们舟车劳顿，先回院子里洗漱休息一下吧。有什么话晚上再说。是，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青芷一面，也不知他在侯府过得好不好。日后自会有机会见面的，母亲无需担心，妹妹在侯府过得必然顺心。若无妹妹帮衬，我们也不会被父亲接到京城来。我不够聪明，之前护不住你们，也对不住你们，以后……母亲，你就保持这样就好，吃斋念佛，万事不管。真不用管吗？你父亲会不会怪罪？不会怪罪的，母亲这样就很好。母亲，你也看见父亲刚才的态度了，他明显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变老了，他反而喜欢了。2日后，侯府。姨娘，奴婢这几日又按照你之前画的图样做了几件衣衫，您看行吗？姨娘，侯爷押珠赚了8000两银子还没送过来，要不借着这个机会请侯爷过来。姨娘，小厨房研究出来一道新菜，辛辣爽口，侯爷铁定喜欢，要不咱们给侯爷送过去。带领了这么一个上进又团结的工作团队，叶青芷也不好意思工作时间摸鱼了。如意，你先去打听消息，看侯爷在不在府里，人在哪儿。姨娘，刚才奴婢出去了一趟，已经打听好了，爷今天休沐没出去，就在侯爷书房。好，赏1两银子。优秀员工啊，都不用领导吩咐，自己先把活给干好了。春雨，给我梳妆，新菜让小厨房去做，我亲自去给爷送去。书房外，金宝看见叶青芷带着一群丫鬟婆子前来，眼睛一亮，立刻迎上去见礼。见过叶姨娘。侯爷可用过晚膳，我那小厨房研究出一道新菜，过来给爷尝尝。
还要劳烦你给爷通传一声。哼，让他进来。妾身见过侯爷。躺了几天，这怎么还瘦了？妾身这几天天天喝苦药，肚子还疼，根本没胃口吃饭。爷不信尝尝看，妾身浑身都泛着苦味呢。说着，叶青芷踮起脚尖，揽住他的脖子，奉上自己的红唇，让他尝尝自己的小嘴有多么的苦。谢金没好气地捏捏他的小脸儿，没尝出来苦味，可是把他的火气给吃出来了。小狐狸精，惯会勾引人。爷，这是书房，在这儿做了传出去，众人要骂妾身不顾廉耻的勾引你，干荒唐事，回头爷还要下令封口，那多麻烦。你何时在意名声了？不是骂你狐狸精，就是在夸你吗？妾身不在乎自己名声，可是在乎侯爷的。上次妾身弄脏了爷的衣服，爷不怪罪，还全力护着妾身，妾身好感动啊！再也不想去干丢脸的事，去给爷惹麻烦。妾身想要求爷一件事。说。后天妾身想要去相国寺上香求个平安符，看能不能少做些噩梦。妾身还想要给林夫人捐个长生灯，想要见见娘亲他们。谢金淡淡应了声，表示准了。谢谢爷，那出门在外，妾身就怕遭遇了什么意外，还请爷多派些人保护妾身。爷，妾身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里，你可得要对人家负责。哼，爷就没见过比你还怕死的。死了就见不到爷了，妾身可不舍得。爷，今晚妾身睡在这儿好不好？睡吧。爷，你真好。刚入睡没多久，外面就传来吵闹声，紧接着是敲门声。外面金宝焦急地喊：“出事儿了！侯爷，后院姨娘们住的院子里被人扔进来许多毒蛇毒虫，尤其是海棠院、秦姨娘的院子，还有烟柳院的蛇虫最多。秦姨娘被虫子咬了，又受到惊吓，动了胎气，见红了，已经喊了府医去救治。海棠院那边，姚姨娘也被毒蛇咬了，如今昏迷。还有烟柳院那边也有不少毒蛇毒虫，不过那边的屋子院子里似乎都撒了驱虫药，蛇虫都纷纷从院子里逃出来，院子里的丫鬟婆子倒没受伤。”谢晋脸色发沉，下命令让府中护卫进后院抓捕毒蛇毒虫，同时让人去叫些大夫来给府里被咬的丫鬟婆子治病。爷，到底是谁啊？想出来放毒蛇这样恶毒的法子，吓死人了！妾身最怕那些玩意儿了。你的院子没事，爷发觉你还真是属乌龟的，把自己的地盘保护的倒是挺好。那当然了，妾身那么怕死，更怕背锅。妾身伺候爷更衣，刚听说秦姨娘被咬了，动了胎，见了红，侯爷应该是要去看看吧？还有姚茵茵，可别被咬死了。姚茵茵多次陷害你，置你于死地，你不想她死吗？说实话，妾身根本就没把姚茵茵放在眼里，她真的太蠢了，左右手段就那些，妾身也有爷护着，她呀根本威胁不了妾身。虽然她像毒蛇一样蛰伏在暗处，总想着咬妾身一口，真的很烦。但是谁让她有个当礼部侍郎的亲爹，还有着怀着龙种的宫妃姐姐，今天她要是死了，她亲爹和姐姐就会怨恨爷，那就等于把原本会帮扶爷的姻亲变成了爷在朝廷和后宫的敌人，太得不偿失了。所以她还是活着吧，对爷来说，她活着的价值比死了要大。你可知放毒蛇的人是谁？谁啊？这侯府尽在爷的掌握中，妾身真想知道是哪个白痴又在耍小聪明，简直就是老寿星上吊。大房的人，上次冲你动手想杀你丫鬟的，都是王夫人做的。王夫人想要除掉妾身，是因为妾身帮夫人换掉了府里的采办商。若只是为这个，那王夫人的气量也未免太小，胆子太大，太不把爷放在眼里了。而且若是王夫人，那上次我去打姚姨娘，岂不是冤枉她了？
可姚姨娘表现的也不像是我冤枉了她。他受制于姚茵茵，有求于他。是因为大少爷科举一事？不会吧？难道大少爷科举舞弊不应该那么严重吧？是想要个好的好事？哼，聪明。科举都结束了，大少爷也中举了，好射一事即便被曝光出来，也不是啥大问题啊，不会取消科举成绩的。这种事儿年年有，已经是朝廷默认的考场潜规则。王夫人根本没理由杀姚茵茵，除非姚茵茵还掌握了一个大房的把柄，且是致命的。今天除了她和姚茵茵，还有秦姨娘也被毒蛇攻击了，还可能流产了。将这些事前后串起来的话，叶庆芷突然灵光一闪，脑子里冒出来了一个大胆的狗血的嫌疑。莫非秦姨娘的孩子不是侯爷的？想到了什么？妾说了，爷可别生气啊，是爷非要妾身说的。妾身其实就是随便想想，这脑子吧，他有时候不听话，就像总是时常想爷，想一些黄色废料。讲重点。妾身猜测，秦姨娘可能给爷戴绿帽子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爷的，是大爷的。见他面色平静，没有一丝波澜，顿时悟了。爷，原来真是这样，原来你都知道啊！同是小亲，你真是太勇了，没辞职呢就敢在外面找下家。在古代想跳槽不能这么干，会出人命的。虽然爷和大房不和，还有爵位之争，可到底都姓谢，都是一家人。这事若是爆出来，不光让大爷名声扫地，仕途受阻，对侯爷对侯府的名声也都是一大污点。后宅污秽淫乱，没有规矩礼法的名声是跑不了的，成为京城的笑料是必然的，被御史弹劾也是一定，兴许还会被皇上问责。而且出了这等不知廉耻的事情，不光府里的少爷们再也不好娶妻子，就咱们这府里的小姐们也不好说亲。侯爷，你就是再讨厌大房的人，也不要想着爆出秦姨娘一事和他们同归于尽啊，用这事拿捏他们，控制他们就行。发现谢晋一直盯着他看，眼神晦暗，心里咯噔一声，不由讪笑。爷，刚才妾身一心带入爷的立场考虑问题，说了一堆不该说的话，实在是僭越，这传出去都要被人笑死，求求爷快忘了吧，全当没听见。哎呀，你说你这个当小妾的，你操什么主母的心？什么侯府名声，什么小少爷小姐不好婚嫁，跟你这小妾有个毛关系？也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啊，你上个什么头？你懂什么？爷又没说要怪罪于你，青青如此大才，只是让你做妾，真是委屈了你。不，爷，我就想当个小妾，一点都不委屈。爷，关于怎么处置姚姨娘还有大房，妾身这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建议，要不妾身说说，你听听？说吧。侯爷若不想和大房那边撕破脸，就要把秦姨娘这事压下去。可是压下去就不会让大房那边惶恐，甚至他们以后还有恃无恐，觉得无论他们做什么，只要碍于侯府颜面，侯爷就不会爆出什么来，再愤怒也会选择原谅他们。这么一想，妾身就感到憋屈，觉得便宜了大房。大房那边可是2次冲妾身下手，妾身小心眼又记仇，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你想如何？自然要让他们害怕惶恐，让他们对爷心生恐惧，短时间内不敢再作妖。爷，你知道猫抓了老鼠后不会第一时间吃，都是按在爪子底下各种戏耍，松开了再抓住，把老鼠给活活玩死。我们叫做猫，把大房当老鼠来回戏耍他们，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侯府尽在爷的掌握中，从心理上彻底击溃他们。说的都是废话，别和爷绕圈子。说，具体怎么做？爷，你听着妾身跟你说个剧本啊。这背景呢是这样的，姚姨娘对爷无比的痴情，见不得其他人得宠，
侯爷宠爱妾身，甚至为了妾身把姚姨娘扔进了池子里，姚姨娘就更加恨妾身，一心想要弄死妾身。可是她没有人手，也没法动手。正好因为秋闱大房为了好事一事求助到姚姨娘头上，姚姨娘就借此胁迫大房为她做事，让大房除掉妾身。妾身没死，反而还翻出了姚姨娘行巫蛊之事诅咒夫人。姚姨娘被贬为贱妾，过得凄惨无比。这连连的遭遇打击，姚姨娘便对爷因爱生恨。之前只想弄死得宠的女人，但现在呢，却想要报复侯爷还有侯府。姚姨娘开始不断的用好事一事威胁大房为她做事，迫害府里的人，搅得府里不得安宁。大房不想再受她威胁，就放出毒蛇想要灭她口。姚姨娘被救下之后，得知是大房要灭她口，愤怒疯狂之下，被污蔑秦姨娘与大爷谢灵有苟且，甚至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大爷的。她要让大爷还有侯爷名誉扫地，要让这个侯府后宅成为污秽之地，让侯府成为全京城的笑料。这就是姚姨娘的报复。抓奸这种事得亲自抓住才行，可谣言也最是伤人。姚姨娘泼出这种脏水，为了自证清白，秦姨娘撞柱子求死，这样子而已。大爷诅咒发誓觉得没有啊，这还不够，再拿其他的证据过来呢，就证明姚姨娘在往侯府泼脏水。总之一句话，让姚姨娘揭开这个遮羞布，却说这是姚姨娘的污蔑和报复。因为姚姨娘做的那些事情，说她干出这事儿逻辑自洽，完全合情合理。事后看在姚姨娘父亲和姐姐的面子上，侯爷依旧选择留着姚姨娘一命，这样既让他父亲和姐姐成了爷的情，又让他们有火没处发。因此就是姚姨娘祸害侯府，他们还要对爷愧疚呢，有怨气，也是要怪杀姚姨娘灭口的大房那边。闹着这么一通，大房买好事一事铁定爆出来，多少会让大少爷中举蒙上一层灰，名声受损，仕途受阻。还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苟且一事，也会让大房心生惊惧的。再加上姚姨娘爹爹和姐姐的怨恨，大房铁定不会好过。侯爷，你觉得我这剧本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侯府名声？比你写的那些误会的本子强多了。爷，你快去吧，夫人现在指定也着急，等着爷出面主持大局呢。你呢？妾身睡觉啦，不出去给爷和夫人添乱啦。另外一边，除了谢晋的院子还很安然，其他各处都是人仰马翻的混乱模样，充斥着丫鬟婆子的惊恐尖叫声。侯爷呢？可派人通知侯爷了？侯爷已经下了命令，让府中护卫进后宅抓捕那些蛇虫。夫人且耐心等等，再过片刻就能抓干净了。明安他们几个孩子没事吧？都有哪些姨娘受伤了？小主子们都没事儿。传来的消息是姚姨娘被毒蛇咬了，蛇毒发作，有生命危险。秦姨娘也被攻击了，孩子估计保不住了。府医先去了秦姨娘那边，不能让姚姨娘死了。秦姨娘那边尽心意就行。嬷嬷，你派几个人去姚姨娘那边护住她的性命。对了，叶姨娘呢？她没事吧？叶姨娘今晚宿在了爷的院子，躲过了一劫。也好。又过了2刻钟，谢晋才过来了。燕儿和玉哥可受到了惊吓？没有，妾身听到出事就派人把他们接了过来。叶姨娘呢？没和爷一道过来。又睡了，不用管他。侯爷，今天这事儿是大房那边做的吗？谢晋点头。那侯爷打算怎么办？你说呢？爷，大房放毒蛇毒虫一事，要狠狠地敲打他们一顿，按照家法来惩治。只是这秦姨娘一事一旦爆出来，对侯爷名声也有很大损伤，更会影响侯爷其他主子们的婚嫁。不如爷瞒下来，只私下里对大房那边惩罚一二。为大房瞒着不憋屈啊？不是为了大房，是为了侯爷和侯府的名声考虑。谢晋不再开口，心底多少有一些失望。他这个嫡妻安分守己，不拈酸吃醋，一贯以他为重。
这就是她的优点。只是庶女出身，又被嫡母搓磨多年，哪怕如今成为侯夫人，骨子里也依旧带着卑怯，不够端庄贵气，遇事也喜欢退让，忍气吞声。现在身边多了个聪慧的叶青芷，这么一对比，就让谢晋生出了些许不满来。侯爷，可是妾身说的不对。说的没问题，上次你给我提过叶氏擅长看账册，从明日起就让他在你手底下当个账房先生，帮你盘查府里近7年的账册，理一理大房那边贪污的宫中的银子，让他们如数吐出来。让叶姨娘当账房先生也可是认真的。自然。好，明儿一早妾身就让叶姨娘着手查账一事。翌日，侯爷呢？昨夜没再回来吗？后半夜侯爷就宿在了夫人房里，一早上朝去了。姨娘，秦姨娘去了。怎么死的？其实他能猜到秦姨娘的结局，给侯爷戴绿帽子只有一个结局啊，就是死。听说昨晚上毒蛇毒虫都是大房那边的人放来的，侯爷抓住了人证，直接大半夜就把老夫人等人给叫了起来，然后侯爷就把那些抓起来的毒蛇毒虫丢到大房的王夫人和大爷跟前，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还有啊，姚姨娘昨晚上也疯了，大喊秦姨娘和大爷有勾结，还怀了大爷的野种。秦姨娘听说之后不堪受辱，撞柱子以证清白，人就没了。那姚姨娘呢？还活着吗？听说她差点被震怒中的老夫人用拐杖打死，侯爷拦了下来，将她连夜送出侯府，送去家庙了。姚姨娘真是找死，她居然敢这么给侯爷和侯府抹黑，不把她弄死完全是看在她娘家的份上。哎呀，由此可见，强大的娘家是女人的保命符。一会儿呢，你让人给叶府递个消息，就说我明日去相国寺上香，让我娘亲他们也去，我好见他们一面。姨娘，刚才夫人让人传话，让你去贵溪院用早膳，夫人说侯爷让你帮着查账。姨娘，你这也是帮夫人涨价了，为什么还有我的事？让我去查账？查什么账？这个奴婢就不知道了。姨娘你快坐好，让如意给你梳妆，别让夫人等急了。如意兴奋地提点，让一个小妾参与管家查账，这是多大的脸面啊！如意为姨娘感觉开心，侯爷真是太宠姨娘了。怕就怕夫人会生怨气，搓磨他们姨娘，所以他们现在就更要谨小慎微，要对夫人尊敬，不能让夫人在其他地方挑姨娘的错。叶青芷生无可恋地去了夫人的院子报道，她现在遭遇了职场上的一个大危机，就是借调。她被借调到其他部门干活了，还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把她主动推出去的，她连拒绝的理由都没了。虽然夫人和侯爷都是她的上级领导，可是职责完全不一样啊。关键是在夫人这儿干着活，侯爷那边也不能不上班啊。一样的工资，双倍的工作量，谁愿意干呀？打工人太难了。夫人，昨晚上闹腾半夜，要不你再回去补个觉？我给你安排完事情就去补觉。看你气色，昨夜休息得不错，正好查账。叶青芷眨了眨眼，诶，有点不对味儿了哦。夫人，查什么账啊？侯爷让查这7年侯府的采办账目，查出大房那边贪污的银子，让他们如数吐出来。夫人，我这一小妾做这事不合规矩，这说出去被人耻笑，咱们侯府没规矩礼法，恐怕还有人误会侯爷想要宠妾灭妻，想借此慢慢让妾身架空你的管家权。叶姨娘，你不用想着试探我，咱们侯爷不是那等拎不清的纨绔子弟，这后宅之事也全都尽在掌握。平日里任由你们争来斗去的，无伤大雅，爷也不会去管。可你也知道了昨晚上的事儿了，一旦触及到爷的底线，就是疾风骤雨，香消玉殒。爷既然让你帮我查账管家，就是知道你既有能力
人又是个安分的，不会肖想主母之位。我知你聪慧，我也暂时信了你的忠心，那我也给你兜个底。只要你没有害我之心，我也乐意像爷一样给你脸面，护着你。在我看来，你得宠比后宅的其他女人得宠要好。叶姨娘，做我的人，你得侯爷宠爱，帮我坐稳主母的位置，帮助玉哥以后袭爵，我也可以承诺你，待你未来诞下孩子，由你抚养，但可以记在我的名下，给他嫡出身份，如何？好大一张饼，夫人可真是大方舍得，居然愿意给我的孩子嫡出身份，而且还不剥夺我的抚养权。得夫人这么看重，妾身感动不已，甘愿做夫人的人。只是妾身性子懒散，又讨厌重复无意义的事，不如夫人先免了妾身每日的请安。这种无聊会议，打工人深恶痛绝，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可以，但有事叫你，不可推脱不来。那是自然。妾身帮夫人查账对付大房那边，待老夫人发怒，夫人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就推妾身出去顶缸。这你放心，你只要一直这么得用，一直对我忠心，我也不会干出吃饱了杀厨子的事情。夫人，妾身明日想要去一趟相国寺，也向爷报备过了，可以吗？没问题。还有其他要求吗？查7年的旧账，单单靠妾身自己，就是累死也干不完。妾身要见夫人手下那些账房先生，要有权调动府里的管事问话。此外，若是账房先生不得用，妾身恐怕还要调动一下外援，再从叶家找一些人手。行，这些都没问题。用完早膳，在夫人的陪同下，见过那3位账房先生，又见了府里的几位管事，交接了一应事务和权力。叶青芷就连人还有账册都带回了烟柳院。赵妈妈，你是夫人信任的人，未来几天需要辛苦赵妈妈待在我这烟柳院监督他们查账，全凭叶姨娘差遣。几位账房先生随我来，你们须知能在夫人手下当账房先生是你们的造化，只要你们对夫人忠心，办事妥帖，不仅是你们的好处，还能照拂自己子孙。这次查旧账就是你们一个极其好的表现机会，做好了赏赐少不了，以后还会被重用，可做不好就要吃板子了。3个账房先生皮一紧，连忙跪下表忠心。叶青芷做完领导训话后，就直接安排活，告知这些账房先生这账该怎么查，从何处查，又该怎么对账。吃过晚膳后，他再查看这些账房先生一天的工作进度和成果。查看完，叶青芷不满地发作了一通，嫌弃他们工作效率太低，给那几个账房先生演示一遍该怎么查账，写查账总结等等，一通操作下来，让几个账房先生学到不少，也心服口服，更加卖力地干活了。哪成想这边刚躺下，侯爷就来了。叶青芷叹了口气，这就是打双份工的充实与快乐吧，真是太喜欢了，有种上辈子作孽的感觉。侯爷，谢谢你给妾身这么大的脸面，让妾身帮着夫人查账。真的感激爷，没在心里骂爷给你找事干。当然没有啊，虽然妾身是懒了点儿，但是这点好歹妾身还是知道的。今天夫人还说，若是我表现好，对侯爷和夫人一直这么忠心，不肖想主母之位，夫人就答应给妾身的孩子嫡出的身份，还让妾身亲自抚养他。侯爷，这真的可以吗？妾身都不敢相信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夫人既然许给你了，自然是真的。谢谢爷，妾身真是太感动了。那现在给爷生个孩子。妾身又不傻，才不要现在就生呢。一旦怀孕了，妾身就不能再和爷这样那样，到时候天天想着爷看着爷，妾身还吃不到嘴里去，那不得馋死啊。谢剑心想，呵，就没有他这张小嘴不敢说的话。折腾完洗干净身上，
叶青芷还惦记着奖金福利呢，一点都不困，就拉着谢晋继续聊天套消息。侯爷，昨晚上咱们府里的事情传开了没？外面都怎么传的？是信大爷真的勾搭了秦姨娘，还是信这是姚姨娘的报复多一些？把爷当消息筒子了，爷没耐心给你一一解惑。真想知道，明日差丫鬟去问。大房这边，这谢晋也太狠了，他玩这一手，他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是我们太蠢了，还以为做得很隐秘，可其实这谢晋就一直派人盯着，这都在他眼皮子底下呢。这谢晋这人心思也太深太阴险了。谢林听到夫人的哭诉，脸色一直很难看，脸皮子抽动，脸上各种情绪交错，恐惧、恨意、悔恨，还有想要报复的急切。哎呦，我的明庆也太惨了，好好前途就这么被毁，他怎么就摊上你这样的畜生父亲？这明庆很可能会被取消科举成绩，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取消了，难道还要再等3年参加下一次秋闱？可是这3年，可又该让明庆如何自处啊？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呀，就是被你无辜牵连的。你是死人啊！做出来这么一大摊子，你说到底该怎么办？这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哪怕你是丢了官，也不能让明庆的仕途被这么毁了。哎呀，滚开！你别发疯了！我去求祖母，请她出面保一保明庆。去求祖母？哎，不成，这要是让祖母知道你做这些孽障事儿，再把他老人家给气病了，那你的罪过就更大了。他到时候皇上都不会放过你。那你要我怎样？我不就睡了他一个小妾吗？他搞这么大的阵仗，甚至还要牵连明庆的前途，难道明庆的仕途还不如他一个小妾重要吗？他有把江阳侯府放在眼里吗？照这样下去，为了他的儿子往后能袭爵，他可能要把咱们大房二房子嗣的前途全都毁掉，这是在毁我们江阳侯府的根基。这事儿除了祖母，没人能管得了他，我必须把这事儿告诉祖母。那你明儿一早去福寿园那边请安，可不要说话太过激啊，别把祖母给气出个好歹来。哎呀，还是我和你一道去吧。哼，就算祖母被气病，那也是因为谢晋毁掉明庆前途，也不是因为我睡一个小妾，更不会因为我们放毒蛇这等小事，都是他谢晋的错。啊，若论甩锅能力，他的夫君已经登峰造极了，可是其他方面的能力，他就是个废物啊！又是忍不住想去父留子的一天。翌日一早，爷，什么是茶？爷不用上早朝吗？今日休沐。爷下次应该吻醒人家，不是捏醒。早晨没漱口，有口气。爷说的很对。账册查得如何？爷要听实话。你说呢？实话就是一堆假账烂账，没有一点查的必要。也不如让锦衣卫把那些负责采办的管事掌柜全部都抓了，用他们妻儿老小的命威胁一通，让他们交出真正的账册，这样简单又快捷。那你还搞这么大阵仗？做个夫人还有别人看的啊，要不然怎么突出妾身的能力？虽然那些账本做得烂，但也正巧当做教材，让夫人见识见识下面的人是怎么糊弄主子的。你笑什么？也可知鸡蛋10文钱一斤，账目上敢写500文一斤，一个碟子只需50文，他们竟敢写1两银子。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手里的那本拿给老夫人和大房看的账册又会写多少银子？是只把老夫人和侯爷当冤大头，还是那些人的胃口一开始就很大，
也从老夫人手里捞银子。账册继续查，把你刚说那些都写下来。爷，妾身今天要去相国寺上香，也打算派几个人保护妾身啊？6个。夫人出门最多也只带8个护卫，你还想要多大的阵仗？那也让妾身院子里的暗卫也跟着，反正妾身不在院子里，他留在这儿也没用，一块儿跟着。哼，恃宠而骄。半个时辰后，相国寺终于到了。小姐，大少爷在那边呢。见过大少爷。妹妹一切可好？好着呢。入了侯府后，侯爷和主母都对我特别好，一定是我前辈子烧了高香，才能进侯府伺候侯爷和夫人。那就好，我从父亲手里要过来一些事做，以后侯府采办一事就由我负责。妹妹想做什么，递消息给我便可，我一定给妹妹办妥。好，正好有件事要大哥帮忙，借给我家里的几个账房先生。叶青直简略地把查账一事说了。叶俊峰愕然地瞪大眼睛，惊讶妹妹竟然会参与进侯府管家一事，更忧心她是被推出来的替死鬼。这侯府的旧账又岂是那么好查的？这是主子的争斗啊！大哥不必忧心，我不会被推出来顶缸的。侯爷和夫人真的对我特别好。那就好，那就好。青芷。夫人走到跟前，娘亲啊，您这也是被穿了吗？青芷，对不起，都是娘没用，护不住你，才逼你去了侯府做妾。娘，我在侯府过得很好，你瞧瞧女儿的气色，像是受过委屈的吗？娘瞧着你，气色是不错，可娘素来笨拙，没法从气色看出你是否真的没受委屈。你惯会骗娘。娘，先不说我了，你们回来后父亲对你可好？那个顾氏可找你麻烦了，若是他不安分，我就不叫侯爷放叶映雪出来。顾氏自请下堂，你父亲又让我当正妻了，现在对我挺好，就是太过热情了些。叶青芷顿住了，他看见美人娘亲都热情，更何况是男人，还是名正言顺的正牌男人，还不得一心想着把美人娘亲扑倒啊！哎呦，罪过罪过，长辈的房中事他就不调侃了。妹妹，叶映雪昨天已经被放出来了，父亲打的是你的名义。没关系，不听话也可以再抓回去。看来妹妹在侯府过得确实不错。去查一查，那个身穿青色衣裙的妇人是哪个府上的女眷？是，王爷。侍卫领命而去。男人本欲转身离开，就看见平南侯谢明礼朝他这边走来，索性站定等候着他。见过王爷。免礼，谢大人来相国寺是为了先夫人的周年祭啊？正是。谢大人节哀，夫人已逝，谢大人再追回也无用，还不如珍惜眼前人。肃王乃是皇上的13皇帝，而且是异母同胞的弟弟，深得皇上信任，还手握10万黑羽军。前些年他一直在边关打仗，因为去年一场淮水大战，大赵终于逼退了强大又虎视眈眈的大燕，便与大燕和谈了，两国休战10年，肃王也就回了京城。叶青芷和穆念秋他们来到大殿内，祈祷完，叶青芷睁眼，见旁边的美人娘亲跪在那里，都开始念佛经了。哎呦，这专业素养真强，看来美人娘亲真的喜欢吃斋念佛，不是装出来的。拜见大师，我近期时常被噩梦侵扰，梦境里好似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一般，让我惊惧忧心，不知大师能否指点一下，我往后的路又在何方？路在脚下，女施主不必忧心，你能来此是缘，等缘尽了，你自有自己的归处。叶青芷拧眉，这万金油的算命说法听了等于没听啊，他还是觉得自己被忽悠了。
这要不是得道高僧，要不是他还要点脸，他真的想说还他银子。什么缘？孽缘、福缘、情缘还是血缘？大师你也好得说清楚。女施主的情缘虽然淡了些，但是你福缘深厚，以后会贵不可言。血缘更是你来此的原因。至于孽缘，既然已经逝去，就不要再执拗于过去，向前看。更多的贫僧就不能说了，天机不可泄露。忽悠人你是有一套的。女施主，你求的签给老衲看看吧。叶青芷递给他，这是一支上上签，女施主所求之事会如愿的。大师真知我求的是什么？我那个愿望可不好实现。会实现的。叶青芷皱皱眉，心想，哎呀，算了，本来就是求个心安罢了，他也不信这个。女施主，不如再写个字，老衲给你再解一解。叶青芷想了想，在小和尚准备的纸张上写下了一个回字。他想回家，离开这里，这个回最能代表他的心境。女施主，你看这个回字有2个口，素来有命运轮回与回归之意，前是缘，今是了，既是起点，又是终点。2口之间看似分离，实则内外相连。施主说自己经常做噩梦，或可将其看作一种呼应与启示。而且回又有峰回路转、起死回生之意。女施主且放宽心，一切都会称心如意的。叶青芷听到这儿，不管是真是假，他反正是对了印大师跪了。5000两银子花的不屈，忽悠的他觉得值了，甚至还想给打赏。多谢大师解惑。然后他告别了了印大师，回到大殿。妹妹，这位是素王爷，快给王爷见礼。见过王爷。免礼。多谢夫人解惑，这是谢礼。说着，素王解下腰间玉佩递给穆念秋。穆念秋微微变色，推脱不要，可被素王强行塞进了手里，然后他转身离开。叶青芷心中瞬间警钟敲响，搞什么？在搞什么？大哥，民间都传素王骁勇善战，神鬼莫怕，是咱们大赵的战神。没想到素王这么平易近人，不拘小节。是啊，没想到素王这般随和。娘亲怎么回事？刚才素王为何要感谢你？啊，素王听娘在念佛经，便问了几句佛经上的禅句是何意。叶青只想翻白眼，寺庙里一堆和尚呢，他想问佛经，问谁不行啊？非要带着美人娘亲问，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叶青芷顿时头大了，啊，怎么出来一趟就触发解锁了强取豪夺的剧情啊？若是素王执意要娘亲，恐怕他父亲会把娘亲主动送上门去的。皇权至上，别说只是夺妻了，要你全家性命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糟心啊，太糟心了，该怎么办啊？大哥娘亲小弟，我们先回去了。娘，回去后你就和父亲和离吧。为什么？因为素王他今日明显对娘亲生了心思，那块贴身玉佩足以说明他对娘势在必得。娘绞了头发入尼姑庵出家可行？应该不行。那素王既然明知娘亲是他的人妇，还能做出今日举动，就说明他性子霸道，不遵礼法。娘就算是真当了尼姑，他恐怕也不会放弃。那娘只有寻死一条路了。呸！
娘说什么傻话呢？多大点事儿，不至于，不至于的啊。涉及名节，这事儿还不大吗？生死面前才是一切都可看淡，包括名节都不是大事。娘，你念佛多年怎么还这么着相呢？那你说该怎么办？难道要娘从了他？青芷，你给娘说实话，若是娘从了素王，是对你们有好处，还是会拖累你们，污了你们的名声？说是能给你们带来好处，不会拖累你们，我可以从了他。娘，你可千万别想着为了我们委曲求全，委身于素王，这样你自己会活得很痛苦的。而且你天天愁眉苦脸、苦大仇深的，也容易得罪素王，搞不好素王一个迁怒，反而折腾我们来报复你的不懂事，那这可就真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干了活还得罪人，特别得不偿失。娘还是死了吧，一了百了。娘，你这念头更危险。你想想，你若是死了，素王没得到你，不仅更惦记，还会特别愤怒，认为你宁死不从，这是在藐视皇权，不将他放在眼里。那大哥小弟他们可就惨了，他铁定会折磨他们来泄愤，轻则把他们流放，重了很可能会直接杀了。青芷，还是你聪明，娘不会想着死了，可是让娘开心的伺候王爷，娘恐怕做不到啊。对不起，青芷，娘又拖累你们了。娘真的没想到，娘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被王爷惦记上。这王爷是不是有什么毛病隐疾啊？美人娘亲真是对自己的魅力一点都不懂啊！而且她根本就不算大，今年35岁，又静养10几年，气质清雅出众，看起来都不到30岁的样子。娘，你念佛信佛，佛说众生皆苦，须度人度己。你想啊，素王为大赵征战10余载，手下亡魂无数。虽然他保护了大赵的百姓，可是他也犯了杀生罪啊。还有他不遵守礼法，强要你，也是犯了贪嗔痴中的贪念。这人身上毛病和罪业太多，死后定是要下着阿鼻地狱的。你不如把委身于素王一事看作去度他，陪伴他，日常为他念经祈福，消除他身上的罪业。毕竟他也是咱们大赵的守护神，咱们也需要尽一份力来回报他的守护。还能这么想吗？当然可以了。娘，你想想，你若是这般让你去度他，你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他吗？就是做现在的自己，不必特意逢迎讨好，也不要苦大仇深地去怨恨他，而是抱着一种度化他人的心态，平等对待，包容他的那些贪嗔痴。娘你明白吗？看着美人娘亲懵懵懂懂迷茫但又很认真思考的样子，叶青芷都要忽悠不下去了。哎呀，碎过，他也不想搞传销那一套，忽悠娘亲加入打工行列，可这样想应该能让美人娘亲活着舒心些呀。人活一世，不就是要放过自己，催眠自己？像你说的这样想，确实好多了，娘也不抗拒了，就怕会得罪王爷。不会的，娘，你就放心吧，回头我再教你一些沟通小技巧，保准你能面对素王时也游刃有余。唉，真担心啊，这样的美人娘亲进了素王后宅，能安然生活吗？就看素王愿意分出几分心思护着娘亲了，哪怕有个3分，娘亲也能安然无虞了。相国寺这边，谢明礼就过来求见了因大师了。谢大人，不要执拗于过去，放过自己，放下逝去的夫人。是我对不起她，犯下了太多错事，让她含恨而终。我做的这些是想赎罪，若是不叨扰大师，想和大师对弈一局，说说话。等一等。谢明礼一眼扫到上面的回字，面色一变，忍不住的失声道：给我看看。是清婉的字迹。这1年来，他翻阅了无数遍清婉曾经留下来的书信手稿之类的，对他的字迹
了然于心。大师，这是谁写的？阿弥陀佛，谢大人，莫要入了魔障。这是谁留下的纸张？这是江阳侯府的一位女眷写的字，她还给寺庙里捐了5000两银子，给林夫人点了一盏长生灯。谢明礼听到这儿，微微呼吸一滞，他知道是谁了。拜别大师，匆匆离开。阿弥陀佛。江阳侯府，姨娘，你终于回来了。刚才侯爷让人传话过来，若是你回来了，就让你立刻去福寿园。福寿园？老太君要见我？可这是因为什么事？夫人呢？夫人知道这事吗？姨娘，奴婢打听到的是，大房那边跑到福寿园向老太君哭诉，说是咱们侯爷故意害大少爷的科举成绩被取消，破坏府里子嗣前途，毁侯府根基。大房那边想往咱们爷身上扣大帽子，岂能让他们如愿？把大房做的那些无耻之事一说，就把老太君给气得晕了过去。太医院来了2位太医，现在还没走呢。府里的主子们也都过去了，都在福寿园外面等着呢。那叫我过去又是做什么？拿我问罪泄火？奴婢听说老太君被救醒后，人还不是很清醒，迷糊的喊林夫人的名字。可林夫人不在了呀，所以就有人说起姨娘像林夫人的事儿，又说你得老太君欢心，就让你过去给老太君侍节，希望你能让老太君快点好起来。他又不是神医，他没那个救人的牛逼本事啊！他也不是冲喜新娘，还能过去就把老太君给冲好了？佛祖呀，仙女刚给你捐了5000两银子，百忙之中稍微看顾一下哟。拜见侯爷夫人。免礼。叶姨娘，祖母的情况十分不好，喊你来市集也是觉得你人聪慧机灵，又得老祖宗喜欢。反正你需尽心，说是老祖宗，我会尽力保你的。妾身有件要紧的事要告诉侯爷。今天我们在相国寺遇见了肃王，肃王对我娘一见钟情，便赠了贴身玉佩。我娘自知无法拒绝肃王爱中，已经打算和父亲和离，委身于肃王，不做外事，谋求一妾室的位置。你想在爷这里求什么？妾身不求什么，妾身今日在相国寺求了一支上上签，了言大师说妾身一定会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所以侯爷尽管放宽心，我来市集，老祖宗定然会快点醒来的。了言大师，也不是我要给你挖坑啊，事情就是如此，所以你也要保护老祖宗能平安无事，否则以后这事传出去，就是砸了你自己的招牌。很不错。既然了因大师说你是个有福气的，那祖母有你照料，定能天福天寿。谢侯爷这么抬举妾身。非是抬举你，是爷信任了因大师。叶姨娘，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今日去相国寺上香，果然应验了这点。祖母身边有惯常照料她的嬷嬷和丫鬟，你也不用亲自动手，免得笨手笨脚的再弄伤了祖母。你就进去陪着祖母说说逗趣的话，让她老人家听了高兴点儿，早点醒过来就好。叶京直走到里间，来到床边，看着床上白发苍苍气息不好的老太君，就觉得鼻子一酸，还没怎么着呢，眼圈先红了。叶青只暗暗叹气，心想林清晚生前一定是把老太君当至亲看待了。老祖宗，我是叶氏青芷啊，青芷今日去相国寺上香，了因大师说我福缘深厚，一定会称心如意。青芷就想这话一定是应在了老祖宗身上，因为青芷一直就盼着老祖宗快点醒过来，福寿绵长。老祖宗您就放心吧，青芷就在这儿守着您，那些不好的东西都靠近不了您的。您休息够了就睁开眼睛瞧瞧青芷好不好？嬷嬷，您瞧见了没？老祖宗手指动了，他能听见我说话。叶姨娘果然得老太君喜欢，又是个有福气的，你一来老太君就高兴了，你多和老太君说说话。老祖宗，
卿只知道您为何生气，本来我也没资格劝什么，可到底是心疼老祖宗，就想起一件类似于乡野趣事讲给您听。说是一个村子里啊，有一个郭老太，儿孙满堂，那儿孙有争气出息的，也有那烂泥扶不上墙就知道气人的。郭老太太被那不孝子孙给气得常常晕倒，整日里唉声叹气的。再后来她有次被气晕过去，就真的被勾了魂去了地府，见到了阎王爷。那阎王爷一查生死簿呢，说郭老太太阳寿未尽，明明还有10年寿命呢，可到如今只能枉死。郭老太顿时痛哭，再次痛骂那不孝子孙，求阎王爷送她回阳间。阎王爷怜悯她一片慈母心，答应送她回去，同时还不忍她回去之后还困于儿孙一事上受苦，便送她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他人命数莫强求，再苦不能苦自己。老祖宗，卿侄或许还没为人父母，不知父母忧愁，所以听着这话就觉得挺好挺对，就想说给老祖宗听听。叶青芷还没说完，就看见老祖宗睁开了眼睛，慈爱地看着他。说得好，老祖宗，你醒了啊！感谢佛祖，感谢了因大师，你是个有本事的，我再也不诽谤你只会忽悠了。哗啦啦，外间等候的人听到老祖宗醒了，都跑了进来。做得不错，其实切身心慌得很，这一手汗呢。没事了，先在这候着，一会儿爷带你回去。好。老太君这边待人都离开后，他问邵嬷嬷：大爷呢？被七爷狠狠打了一顿，灌祠堂了。邵嬷嬷轻声道：七爷说的就是谢晋。可惜了明庆那孩子。当年老侯爷非要把爵位给七爷，如今看还是老侯爷睿智，考虑深远，大爷实在是荒唐了些，撑不起门楣。他是优秀的，可他这小小的侯爵府邸终究是困不住，也不该再困着的。谢明礼匆匆从相国寺赶回平南侯府，拜见父亲。父亲，高祖母已经醒来了，太医说需要静养，于是我们便都出来了。那就好。侯爷，刚才曾祖母一直昏迷，众人都叫不醒她，可叫来西院的叶姨娘，她进屋没多大会儿，曾祖母就醒了过来。现在大家都说她是个有福气的，还都说她和林姐姐有渊源，等林姐姐周年祭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叫她过来为姐姐上炷香呢？你也觉得那个叶姨娘有点像清婉？妾身并不觉得，侯爷也知道她只是个妾室，这还出身于商贾之家，地位卑微，为了在后宅中过得舒坦些，便会用尽心思耍各种手段。再怎么说她都是江阳侯的小妾，真不知她这般装出林姐姐的样子，学林姐姐的言行举止，甚至包括自己，到底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莫非这样她能得江阳侯的宠爱？说到这儿，他就差说林清婉生前和谢晋有一腿了。休得胡说，放肆，太放肆了！你回去后给我跪在清婉牌位前请罪。还请父亲原谅母亲的口不择言，如此这般在这里闹，不仅伤了父亲的脸面，还打扰了高祖母的休养。这时恰好叶青芷还有谢晋和张静怡从院子里出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什么情况？他说了几句错话。起来，回去。谢明礼的目光也不由落在了叶青芷的身上。别逼我教训你。谢明礼收回目光，自知理亏，没有反驳，而是冲谢晋躬身一拜，表示歉意，抬脚进了福寿园。谢谢侯爷护着妾身，看来爷不会把我当个物件一样送给平南侯了。妾身这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不用想着死了。你胡说什么？妾身可不是胡说，那平南侯一心思念亡妻都要疯魔了，
听说就喜欢收集顾惜林夫人所有的东西来怀念。如今都说妾身像林夫人，他刚才平台后更是不顾礼法的打量着妾身，觉得妾身像个贴身物件。这种种迹象还不清楚吗？妾身又不是傻子。云南侯若真敢动你说的歪心思，也不仅不会同意，还会狠狠教训他一顿，给他洗洗脑子，让他清醒清醒。妾身就知道爷是最注重规矩礼法的人，妾身的福气啊，定然都是来自于爷的爱护，所以了烟大师才说妾身福缘深厚，会一生顺遂。叶姨娘，气人的是你，会哄人的也是你，你这张嘴啊，真是厉害了。谢夫人夸赞，妾身嘴巴厉害，才好帮夫人对那些给夫人添堵的人啊。好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咱们快些回去了。听夫人的。孩儿，你怎么看叶姨娘？可觉得像去世的夫人？娘，当然不像了。娘，你以后别在父亲面前说这种胡话了，把一个姨娘和母亲做比较，那是在羞辱母亲，只会惹怒父亲。母亲，你说的对。另外一边，叶府，叶永元死死地盯着那一块上好的羊脂玉佩，真的要疯了。他的夫人居然被肃王看上了。父亲，你与母亲和离吧，你们是不是误会肃王的意思了？这时，外面门房过来禀报，说是肃王府的人来送礼了。父亲，别挣扎了，接受吧。叶永元听完儿子的科普，脸色灰败的点点头，决定不挣扎了。他这人就爱听劝，既然无法反抗，那自然要从这桩买卖中获取最高的利益了。王爷欣赏大公子，要重用大公子，给大公子在户部谋个实缺。王爷还说，小公子虽年纪小，可他机灵聪慧，若小公子想走科举，就为他找个名师拜在名下，或是让他入国子监学习。叶老爷，王爷抬举两位公子，自然也要抬一抬叶家的门楣。一个皇商是没跑了，只要叶老爷知情知趣，给叶家贩卖官盐的盐引权，也就是王爷一句话的事儿。叶永元闻言顿时激动了，本想靠女儿实现的终极目标，没想到靠着妻子居然实现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还是算好事儿吧。叶老爷，这位是尊夫人吧？张公公，你有所不知，我正打算和我夫人和离呢。这么知情识趣的吗？嗨，公公啊，之前我被府里贱妾蒙蔽，冤枉夫人残害子嗣，让她在家庙待了12年。夫人说她吃斋念佛多年，已经不想理会俗事，提出和离，想入庙修行。我也觉得对不住她，就同意了。夫人想入庙修行啊？感谢王爷抬举我儿他们，我愿日夜念经，为王爷祈福。王爷是想和你念经，可念的不是正经的佛经啊。那夫人可愿入王府，为王爷念经祈福？去王府念经祈福，是要成为王爷的侍妾？王爷说了，只要穆夫人愿意入府，淑妃也是可以做的。行，那就淑妃吧。何时入府？待咱家回去请示王爷。念秋，你可曾怪过我？都到了这般境地，还问过去的事做什么？老爷还是快些写和离书，去官府办手续吧。我看肃王是个急性子，别惹他不快。娘，你是为了我们吗？我其实并不想考科举，不想入国子监读书。娘，你不愿意，咱们想办法拒了肃王。就算他是肃王，也不能做出这样强取豪夺之事。俊逸，你先回房间，一会儿大哥去找你说话。叶俊逸抿抿唇，
不情愿地离开了。母亲，俊逸他只是担忧你，怕你是为了我们的荣华富贵被迫入王府。那你劝劝他，我并非被迫，是自愿入王府为王爷念经祈福的。母亲是以庶妃的身份入的王府，比我们预想的情况还要好，但是身份高也扎眼，我们在外面又完全帮衬不到母亲，所以母亲须知，你能依靠的只有王爷，可王爷也不会时刻在王府，因此母亲入王府第一件事就是从王爷那里要几个得力的人，能在王府护住母亲的。难为你了，要你告诉娘这些。这些都是妹妹离开时叮嘱过的，我不过是代为转达。去给你妹妹去封信，让她别忧心，娘会做到她说的那些。无欲无求，无悲无喜，只想念经祈福，消除王爷的罪业，为王爷添福添寿。娘，府里又出了什么事情？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穆念秋今日去相国寺上香，被肃王看中，不日就要进王府做庶妃，因此叶府可成为皇上叶俊峰那个残废，可入户部做事；叶俊逸可入国子监读书。肃王府事情办得怎么样？回王爷，穆夫人答应入王府为庶妃，问王爷何时入府。她是悲是喜？回王爷，穆夫人吃斋念佛10几年，估计早就练就了一颗剔透的无尘之心。她看起来无喜无悲，波澜不惊，只说为了回报王爷厚爱，愿意入府为王爷念经祈福。那其他人呢？又是何等态度？知情识趣。张公公将去了叶府后说的每一句话都复述给肃王听。没白瞎本王抬举他们一场，那就通知他，让他明日就入府，把听雨阁收拾出来给他住，再安排一个小佛堂。王爷，这府里要进一位庶妃，是不是要给王妃说一声啊？那你去告知他一声，顺便警告他一下，这是本王看中的女子，她敢下手，本王会废了她的王妃之位。姨娘，叶府传来了消息啦。叶京只专心写信，根本没注意到谢晋过来了，站在他身后，瞧他写信的内容。谢晋越看眼眸越深，这不就是平日里他做的那些事儿？真诚才是必杀技。爷想看就看啊，确实又没什么要瞒着爷的，干嘛要在旁边默默偷看？人吓人会吓死人的。哼，爷还没说什么呢，你这张小嘴就叭叭叭得了。你对爷这态度，哼，恃宠而骄。爷，妾身想要求你件事。可是为了这个。谢晋从袖中掏出一个小书册，在他眼前晃了晃。叶青只拿过来一看，正是肃王府里的那些事儿，顿时惊喜不已。爷，你真是太好啦，咱们两个啊，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吧。侯爷，皇上来了，没有惊动其他人，直接去福寿园看望老太君了。谢晋一走，叶青只拿起那份肃王府后宅的消息册子仔细看起来。谢晋匆匆来到福寿园，冲里面穿着长服的皇上恭敬行礼。起身吧，刚才朕瞧过姨母了，看精气神儿不如从前了。臣有罪，没有管束好府中人，让他们惊扰了祖母。刚才姨母向朕求情，希望不要治谢林的罪，还希望朕能网开一面，不要取消谢明庆的科举成绩。这是姨母第一次向朕求情，朕不能拒绝。西北有一州县，常年风沙席卷，夏季酷热，冬季严寒。那里上一任郡守任期已满，不如将谢林调去那里，3年期满回来，还能再给他升半级。善。那谢明庆好射一时，虽然事不大，
但终究让些许学子意难平。若直接取消科举成绩，再等3年，又确实惩罚过重，不如对这些买通好社的学子们再加考一次，特意选在距离茅厕近的好社里面考，这般也能稍微平复学子们的怨气。那就按你说的来。听说姨母昏迷之时，你那小妾给她讲了一则小故事，朕刚才听了也觉得不错。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牛马。朕如今也是深有体会呀。皇上，说起臣的这个小妾叶氏，因缘际会的，她还和肃王牵扯上了些许关系。哦，也是今日，叶氏去相国寺上香祈福，同时与娘家人碰面，肃王也去了，随后就相中了叶氏的娘亲穆夫人，还许以庶妃之位，让那位穆夫人明日就进府。这个瓜这事儿槽点太多，皇上动动嘴皮子又闭上了。那穆夫人凭什么？谢晋听到皇上这般问，就知道皇上生气了，当然不是气肃王做出这等强取豪夺之事，而是气叶氏娘亲的身份太过低微，又是嫁过人生过孩子的老妇人，实在是配不上肃王，别说当庶妃了，就是当个侍妾都不配，这年纪都能当王府的嬷嬷了。皇上，那位穆夫人本就心思纯净，又持斋念佛12年，其气质就仿若青灯古佛般沉静内敛，静谧出尘。微臣猜测，或许肃王常年征战，杀戮太重，就喜欢穆夫人这样平和安然的感觉，看着就能让人心静下来。刚脑补了一番妖女勾人戏码的皇上，脸好疼。说着穆夫人真如谢晋所说，是吃斋念佛的超凡脱俗之人，倒是也没那么难以接受了。临走前，他来到床前，姨母，你放宽心思，好生休养，朕改日再来探望你。皇上，这次老身昏迷时，一时模模糊糊，开始回忆着过往的漫长一生，有快乐也有悲痛，更是尝尽了酸甜苦辣咸各种人生滋味。老身不由想，人回忆往昔时，若是没有甜蜜美好的过往可以回味，那得多么痛苦。老身便想问问皇上，皇上这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可是登基为帝的时候。登基为帝以后，朕每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父皇交到我手里的基业毁于一旦，实在无法称之为快活。皇上辛苦了，这些年你做得很好，高祖会为你骄傲的。等老身去了地下见到高祖，一定向他仔细说说皇上的勤奋与辛苦，还有皇上的出色政绩。能得姨母这句话，朕这些年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朕这一生最快活的时光，是30年前朕伤了眼睛，在古兰国养伤的那段日子。朕不需要谨记身上的重担，不用与兄弟们争斗，博父皇的欢心和重视，再加上眼睛看不见，一切变得简单起来。还有家人相伴，快乐胜神仙。哎呀，这世间也就只有姨母知道这些过往，还可以这般调侃朕了。姨母，你可要好生休养，一直陪着朕呐，不要走在朕的前面了。老身会努力活着，一直陪着皇上的。皇上累了烦了，想要回忆过往了，就来找老身说说话。皇上，祖母，宫里传来消息，
有军机要事等皇上回去定夺。快回吧。老太君笑着冲皇上摆摆手，皇上告辞离开。孙儿有错。你做的没错，他们都需要磨砺。若经此一事，他们还是立不起来，也无需再费心力扶持他们，不如就让他们当个闲人，免得给府里招祸。祖母不怪罪就好。回去吧。祖母好生休养，孙儿就不烦扰了。翌日，肃王府。王爷，奴才现在去接穆淑妃入府。快去，本王亲自去把人接回来。叶府，从一大早起来，叶永元就坐立难安，心里各种滋味，各种纠结难言，就觉得做什么都是不对的。要张灯结彩吗？不错，还没见过有哪个男人欢天喜地的送前妻出嫁的，最多不要脸的把妻子偷偷送给权贵罢了，也都遮掩着，啥也不挂吧，又觉得太素了，怕王爷那边怪罪。哎呦，进退两难，难受死了。王爷来了。在做什么？抄写佛经，为王爷祈福。今日的还没抄完，剩下的拿到王府再抄吧。好。王爷稍等，妾身还需要整理一下贴身用物。怎么没有丫鬟伺候？妾身习惯自己做这些事情了。你可愿本王让你入王府？一开始是愿的，还想过一死百了。亲只劝我，不如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王爷为大赵征战20年，守护百姓，但也身染罪业。我也当尽一份心力，为王爷念经祈福，消除罪业，为王爷添福添寿。挺好。穆念秋收拾好衣物，告别叶俊峰他们，随着肃王回到王府。以后这就是你的住所，有什么不满的就告诉张德全。穆淑妃啊，你有什么要求就告诉奴才，奴才会为你办好的。王爷，妾身有一事相求。你说。妾身性子蠢笨，识别不了别人的坏心，在这王府里若无王爷护着，恐怕会受些搓磨，甚至性命堪忧。王爷也不能时刻在府里，所以请王爷给妾身2个得用的人手。这无需你求，本王已经给你准备了人手，他们只听本王的命令，绝对以你的安危为重。还有其他要求吗？妾身习惯了清修的日子，只想为王爷念经祈福，不想每日去向王妃请安，也不想和府里的其他女子打交道，可行？多大点事儿啊？可以。王爷以后便会知道了，妾身实在是无趣得很，也不会在床上伺候王爷。等王爷厌烦了妾身，就把妾身打发到庙里去。妾身不想留在王府，可以吗？别说这话，你很会讨本王欢心。本王让人找了个擅长做素斋的厨子，你一会儿尝尝可合口味。妾身不挑嘴，谢谢王爷对妾身如此用心，妾身无以回报，只能愈发用心为王爷念经祈福。王爷可以放开妾身的手，让妾身把今日的佛经抄写完吗？不着急。等用过午膳，稍稍消食后，穆念秋就有些困倦了，不停掩嘴打哈欠。他习惯早起午休的。上床睡会儿吧。王爷要一起吗？你愿意？穆念秋点点头，主动走近他，给他宽衣。先一起躺下睡会儿，晚上再伺候王爷行不行？白日里做那事儿，妾身心里有点不适，恐怕会让王爷扫兴。好。
苏王再次莫名牙疼。这清清冷冷的模样，这公事公办的口吻，愈发让他想将他拉下神坛，染上他的气息，变成娇媚的颜色。哎呦，真要命！午睡起来，稍微洗漱后，穆念秋继续唱佛经。肃王去兵部处理事情，等从兵部忙完回来，天色已晚。肃王回府后，直接去听雨阁找穆念秋。王爷可用膳了，妾身没等王爷，已经吃过了。在兵部吃过了，可要安置？那妾身给王爷宽衣。脱掉上衣，穆念秋看到肃王身上那纵横交错的疤痕，愣住了。可吓到你了？是有点吓人。妾身一直觉得，王爷是皇家贵胄，高高在上，要风得风，可为所欲为。虽然知道王爷连年征战，知道你守国门护百姓，可妾身终究一女流，没见过战争的血腥，想象不到。如今看到王爷身上的疤，深受震撼，才惊觉王爷身份再贵重，也只是血肉之躯呀。你这身上的伤，是为大赵，为百姓，是功勋，是功德，妾身不觉得丑。苏王听他这么说，哪里受得了，一颗心扑通扑通跳。苏王一下子把他抱起来，往床上走去，将清丽脱俗的他放在床上。苏王慢慢的压在他身上，在他耳边哑声道：菩萨，本王罪业深重，渡我。江阳侯府，外面都在传，肃王纳了一位穆淑妃，宠得厉害。那位穆淑妃真的是你娘？是的。若是你娘能在肃王府一直这般得宠，你会不会想更进一步做嫔妻？原来夫人是担心他仗着娘亲得势，水涨船高，也会生出更高的心思。夫人，等我娘哪天成为肃王妃，我再考虑考虑这个嫔妻一事吧。你还真敢说。那肃王妃的娘家可是门阀士族的王家，她的王妃之位稳着呢。对啊，不可能啊，所以夫人啊就不要多想了。夫人，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就算以后肃王昏头，非要让我娘当王妃，我也没兴趣当主母当嫔妻，你安稳坐着这位置就行，谁要是敢害你，我第一个不同意，帮你办了他。为什么？夫人，大实话你恐怕不爱听，也不相信，还是算了吧。你说。首先，妾身是个不爱出门，更讨厌出门参加无聊各种相亲宴。可是当主母的就不可能拒绝这种邀约，出门在外，对着比自己地位高的贵妇再讨厌对方也要强颜欢笑。要是再碰上地位高还一心找麻烦的贵妇，被对方当众教训一顿，更是没脸面。在外面丢了脸，回来还要被侯爷训，被婆婆训，太惨太惨。张静怡不知道说啥了。理确实是这个理，无法反驳。其次，妾身实在不耐烦管着一堆小妾，看他们撕逼争宠，忍痛割爱的让他们睡夫君就算了，更离谱的是，居然还要帮着教养他们生的孩子，以后还要管这些庶子庶女的嫁娶，想起来就心烦。这当家主母呀，就不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女人能坐的位置，必须成为石头人才能干得好，否则谁不想搓摸小妾孩子泄愤啊？夫人，您真是太厉害了，我可做不到像您这么温和大度。张静怡心想，自己这是被骂了还是被夸了？你可真是敢说。妾身不想说的，是夫人非要妾身说，说完了又要怪罪。哎呀，夫人，你是不是小日子来了？你怎么知道的？咱们女人来小日子那几天，脾气就是这么阴阳怪气的，看谁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就心烦，还总是喜欢疑神疑鬼的，妾身可懂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
我信了你了，以后不怀疑你的忠心了。张静怡改为询问查账一事。夫人，这本是总结汇总的那些账册上的问题，怎么混淆账目的，怎么报错漏账的，贴假的凭证的等等。这个册子上呢是采购价格对比一览表，夫人一瞧就能明白了。怎么有3万数字？这鸡蛋100文的价格是什么？是他们给老夫人看的账册价格。所以说，之前的采购管事不光坑我，老夫人那边也糊弄。哎呀，和坑夫人相比，他们在老夫人那里啊，只是赚了一些辛苦费、跑腿费而已。叶姨娘，查账这事儿你做得不错，你想要什么奖励？过3天就是林夫人的周年祭了，妾身不想待在府中，想要出去避避祸。避什么祸？现在两府的人都知道妾身有点像林夫人，还有我娘亲风头太盛，谁知道周年祭那天会不会有什么贵人要见见妾身什么的，到时候又要闹出幺蛾子。这事儿你和侯爷提过没有？他可同意？侯爷不同意，我也不能准你的要求。提过了，侯爷同意了。你可有去处？还没想好。那你去府里的温泉庄子上待几天吧。这时候虽然天气还不冷，但泡泡温泉也挺舒适的。回到烟柳院，叶青芷就让如意他们收拾出行的东西，今天就出发去温泉庄子。今天肃王终于上朝了，下了朝，皇上留肃王说话。那个穆念秋你喜欢，宠也就宠了，可不能不给肃王妃脸面呀。皇兄，虽然咱们和大燕签订了盟约，可南边的楚国也对咱们虎视眈眈，伺机侵略。不若臣弟去镇守南边，为皇兄分忧，带着你的穆淑妃一起镇守南边。臣弟的身边总得有个伺候的女人吧。滚！肃王开心的走了。谁在管老子？老子一走了之，看你们还怎么闹。出了大殿，肃王就碰到了前来面圣的谢晋。见过王爷，恭喜王爷。要不你小子得皇兄看中啊，就你会说话。哦，对了，你是不是有个贵妾叶氏，是本王穆淑妃的女儿？啊，正是。叶氏这2日一直挂心她娘亲，还写了封信，缠着臣想法子交给穆淑妃。不若臣直接给王爷，由王爷转交吧。给本王吧。臣现在没带在身上，回头让人送去给王爷可好？实则根本没有这一回事儿，不过没关系，现在没有，回去就有信了。对叶氏好点儿，别惹本王穆淑妃烦心。这是要给叶青芷撑腰了。谢晋笑着应了。叶氏确实是福缘深厚的人啊，谁又能想到他的娘亲居然能得肃王如此倾心，就连他靠着这层莫名的姻亲关系和肃王关系迅速拉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他也吃上女人的软饭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也要考虑把叶氏抬成平妻？谢晋从皇宫出来就直接回府了。周年祭还3天呢，你现在就走，是不是也太早了点？你带这么多东西，是打算常住在庄子上？去都去了，怎么也要住上1个月？这女人是要自我流放吗？还一住就1个月，庄子上简陋，哪有府里舒适？上次太医说妾身宫寒，泡泡温泉有益身体，来小日子的时候妾身就不会痛得那么厉害。等妾身宫寒之症好了，还盼着给爷生个大胖小子呢。你不是不急着生孩子吗？那身子养好了才能时刻准备着嘛，要不然等想生了身子不行，那不得急死。你不是挺担心你娘亲的？可以写封信给她，也给你送过去。还是算了，别给我娘添心思了。我娘现在有肃王护着，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该交代的之前都交代完了。谢晋傻眼了，不写信怎么能行啊？他都和肃王说好了。
今天碰见素王，他让爷对你好点儿，你投桃报李，是不是也该写封信劝劝你娘，对素王好点儿？侯爷，你该不会是看见素王就骗他说我写了信给我娘让他转交吧？就以素王对我娘的劲头，那铁定高兴啊！你回头又来我这儿骗信，让妾身感激你送信之情，你可真是空手套白狼，两边做好人。哼，女人有时候太聪明了也不好。当然喜啊，只不过不是妾身欠爷一个人情，是爷欠妾身的。谢晋败北，没好气的应下了。叶青直写完信，谢晋就立刻派人去送给素王。走吧，爷送你去温泉庄子。会不会太麻烦爷？不麻烦，爷要去城外办一件事情。不过你别想在庄子上待那么久，周年祭结束你就回府。好，都听爷的。这边，王爷，小世子生病了，发高烧了。可请了太医？啊，王妃不光请了太医，还请了道行大师来为小世子驱邪。到了世子的院子，王妃坐在世子的床前。哎呦，我的儿啊，你这受苦了。王爷，刚才道行大师说世子是被八字相克的人给冲撞了，这才会突发的高烧。你接下来要告诉本王，那八字相克的人是穆淑妃。王爷，这不是他还能有谁？世子的身体一直都好好的，那穆淑妃不过就进府2日，世子就突发高烧。臣妾是不喜那穆淑妃缠着王爷，可是臣妾也不会为了除掉那个女人，拿世子的身体做法子呀。世子可是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王爷。父王，父王，父王，你是不是要废了母妃，要废了儿子的世子之位？谁告诉你的这些？府里的人都在这么说，说你宠幸穆淑妃太过，已经动了宠妾灭妻的心思，要废了母妃。你好生养病，父王明日再来看你。14岁，身为世子，应该有自己的明智判断，更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而不是听信于妇人言。他这个儿子养在京城，养在王妃身边，已经被养废了，若不下力气矫正，以后也只能是个小肚鸡肠的无能草包。回到听雨阁，王爷回来了，心情怎么这么不好？世子病了，有太医精心医治，世子不会有事的。不过妾身能明白王爷这种为人父母的忧心，妾身明日就为世子祈福，尽一份心力。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把他一下子抱起来往床上走。王爷，现在是白日，给本王生个孩子好不好？王爷，妾身年纪大了，恐怕不行，怀了也容易留不住，还容易难产，最后一尸两命也是常见的。不如王爷多宠幸那些年轻的妃妾们，他们会很乐意为王爷诞下子嗣的。妾身也希望王爷子嗣多多，福寿绵长。更希望他的正经晚课可以恢复正常，不是每天晚上在床上被素王要求着渡他，已经吃不消了。那就不生了，本王也不是非要你生。王爷，前2天妾身没服用避子汤。不用担心，哪能1-2天4、5次就怀上的。哦，对了，你女儿给你的信，本王专门拿回来给你的。谢谢王爷。温泉庄子，叶青芷又做梦了。嬷嬷，莫要再劝我了，我知父亲母亲还有哥哥们心疼我，才想要我和离，但是我和离后只会脱离家族名声，让娘家其他的女子也跟着名声受损，再难寻到好亲事。何况我已经将秀涵记在我名下，我好生教养她，事后也是有所倚仗的。叶青芷忍不住叹息，
若是林清婉和离了，是不是就不会早早被拖死在平南侯府里了？紧接着梦境一转，还是林清婉的房间，还是只有她和张嬷嬷。嬷嬷，查到了没？不过是一次足学小测验，修涵得到先生夸奖，却变成了修涵是神的红。是谁在扭曲造谣？好像是从蓝姨娘院子里传出去的。平日里那位蓝姨娘对少爷就很不错，经常送些好吃的好玩的。蓝姨娘难道想要捧杀少爷？夫人，要不将此事告诉老爷吧。虽然修涵的资质并非顶尖，可也算上层，只要我多花些心思教导他，也可为他彻底坐实这神通名号。虽然这名号可能会毁了他，但也能成就他。他天资不够聪颖，但性子足够沉稳理智，如此也能督促他用功。叶青只看到这儿，不由得想到他上次见到谢修涵，还怀疑过他是赵新兰生的呢。所以并不是，是他想多了，毕竟没这么坑孩子的亲娘吧。画面又是一转，林清婉躺在床上，咳嗽的厉害，一声一声的不间断，听得叶青只心烦意乱的。病得这么重，怕是要死了吧？这次张嬷嬷不在，床旁边伺候的是个陌生的丫鬟。夫人，你再等一等，少爷马上就过来了。夫人，是少爷来了。可是进来的是赵新兰，她身后跟着的两个婆子制住了丫鬟，堵住了她的嘴，还让她进不了屋。赵新兰一身红色嫁衣。姐姐，怎么看到是我就把眼睛给闭上了呢？今天可是妹妹抬平妻的好日子，你还要喝一杯妹妹敬的茶水呢。叶青只听到这儿，想到赵新兰现如今的处境，气都气不起来了，只觉得好笑。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贱人果然需要见人磨。看来姐姐并不在意这些，那姐姐可知，你的身子越养越差，是妹妹在给姐姐日常喝的汤药里加了一味毒药。赵新兰看他这狼狈的样子，笑得愈发开心，给他最后重重一击。你更不会想到吧，修涵其实是我和明理的亲生孩子。看我多心疼姐姐啊，实在是不忍心瞒着你了。叶青芷还没有听到林清婉的回答，就猛地从梦中惊醒，恍惚了好一会儿才回神。所以林清婉这本重生复仇文里，渣男贱女干掉他之后，也不是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啊。哼，真好。到了晚上，谢晋才过来了。爷，可用过晚纱？用过了。什么事情要问爷的意见？那我就直说了，爷一会儿可别被吓到。爷，昨晚上林夫人给妾身托梦，她说她被骗得好惨。谢修涵其实是赵新兰和谢明礼亲生的孩子。谢明礼，其实还是称呼他平南侯吧。平南侯骗林夫人谢修涵是从宗族里选上来的孩子，让林夫人记在名下当嫡子教养。更绝的是，大家都说林夫人是病死的，因为当初生孩子没养好身子，可实际上她是被赵新兰给毒死的。爷，你知道这件事吗？妾身听了之后真的是要气死。这平南侯和赵新兰欺人太甚，林夫人也太可怜了，居然为仇人养孩子。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当真是林夫人给你托梦？不管爷信不信，就是林夫人给我托的梦。你想要做什么？妾身也知道没什么事情可以瞒着爷，就直白的问爷一句，要付出什么代价可以公开这些真相，让赵新兰去死，让平南侯也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借此平息林夫人的恨意，让她真正的安息，别老是来找妾身托梦，让妾身一直做噩梦。若你说的赵新兰下毒是真，可以处置了她，可谢修涵的身世不能曝光。谢家丢不起这个人，祖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谢修涵的身份不曝光，那找个其他理由把他从林夫人名下摘去总行吧？他可是仇人之子，却被记为林夫人的嫡子，
得林夫人的嫁妆，以后他还要负责给林夫人上香祭祀。我怕林夫人会愤怒的从地下爬出来去报复谢家。最多就做到这个地步了。那平太后，爷，听说平太后这1年都没在后院留宿，可是真的？少打听这些事儿。看来是真的啊！为了林夫人，平太后都能做到如此情深了。那要是平太后得知林夫人就是被她带回来的好表妹赵新兰给毒死的，不知道会不会多吐几口血，被悔恨日夜食心。这人啊，就容易一蹶不振，疯癫了都有可能。你和林夫人到底有什么渊源？她为什么会托梦给你？妾身有个大胆吓人的猜测，上次妾身去相国寺，了烟大师的话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可是妾说出来恐怕会惹得爷厌弃。什么猜测？你莫非真是狐狸精变的，可以通灵？哼，你的狐狸尾巴呢？别藏着了，露出来给爷瞧瞧。论骚气，那还是你骚气，甘拜下风。妾身怀疑那次妾身落水被救上来，暂时魂魄离体，然后林夫人的魂魄就进了妾身的身子。可是后来妾身醒过来，林夫人又是个守礼的人，她也就离开了。可经此一遭，林夫人到底与妾身有了紧密联系，就一直让妾身做噩梦，其实也是托梦告诉妾身她的冤屈，让妾身为她伸冤。上次了烟大师就说妾的噩梦是一种启示，是与有缘人的联系，让妾身不必烦恼，时间到了自然就解决了。看着谢晋震惊的脸，叶青只暗暗想，他编的自己都信了，忽悠你还不是手到擒来？虽然玄玄乎乎神神叨叨，可也是能逻辑自洽的。就他这忽悠水平，未来当不成宠妾，或许可以考虑继承了音大师的衣钵，未尝不是条新的职业选择呢。听完叶青指的那番话，谢晋都没留宿，就急匆匆的离开了。谢晋确实先急匆匆的出城去了相国寺，了音大师还没休息，见了他，两人交谈一番，谢晋脸色凝重的离开了。小叔，这么晚了，你来是有何重要的事？我查到一些东西，指向赵新兰下毒谋害了林清婉。小叔，你查到了什么东西？我看看。东西没了，你爱信不信。我只是来告知一声，林清婉临死前得知真相，原来她经年累月被赵新兰下毒，才导致病痛缠身。而且她又被欺骗，认仇人之子为嫡子，精心教养多年，所以她死后充满怨恨，不得安息。谢明礼身子一个踉跄，脸色苍白如纸，后退几步后，更是直接吐了几口血。谢晋心想，叶氏的嘴是开了光的，说的还真挺准的。清婉他死前知道了，怪不得，他从来都不入我的梦。人都死了，你再悔恨痛苦又有何用？你要是真想赎罪，就赐死赵新兰，把谢修寒从林清婉的名下摘出来，别让他再当嫡子了。此外，你还要善待他留下来的那些奴才，返还他的嫁妆，也多为他的娘家做些事情弥补。我会给清婉一个交代的。小叔，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求求你了。后日就是周年祭了，林清婉给人托了梦，是你那小妾叶氏。她是叶氏，不是借尸还魂的林清婉，你脑子清楚点，别打她的主意。小叔误会了，我对叶氏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我只是很感激她，麻烦你代我转达一些谢意。若是可以，他还能再梦见清婉，请让他代我向清婉忏悔。谢晋点点头，心想，人都死了，心里忏悔还有个屁用？他这个侄子，读书做事都还行，在女人上面，不光用情太深，一开始还连喜欢谁都闹不清楚，真是个智障。闹下这一摊子事，还牵连到他的小妾，让他也跟着糟心。谢晋功成身退，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仿若阴间的平南侯府。
刚回到西院这边的后宅，谢晋就看见一个白影，仿若从远处飘了过来。什么人？回侯爷，是妾。大晚上的，你穿成这个鬼样子出来乱走，还不当丫鬟婆子？你是要做什么？妾是因为思念家人，一时睡不着，见外面月亮还算明亮，就想独自出来走走，疏解心中愁绪。没想到惊到了侯爷，妾该死。以后别这么晚出门，晚上更别穿白衣，赶紧回去，再吓到其他人。谢晋说完就走了。谢明礼收拾一番，就直接去找了赵新兰。侯爷怎么这么晚过来了？他直接一手掐住了赵新兰的脖子。侯爷，侯爷，妾身又哪惹到了你？我从来不知你竟然有这么狠毒的心肠。这么多年，我一直念着幼时情谊，受你蒙蔽，看不清你。是我太蠢，也是我引狼入室，让你有机会毒害清婉，都是我的错。侯爷，你说什么？妾身听不懂，妾身没有毒害姐姐。不是你亲口告诉的清婉吗？是你毒害的她，怎么这时候不承认了？不，妾身没有。侯爷，你是不是从谢姐那小妾嘴里听到这些？她不是林清婉，做不得真的。修寒，真的是我的孩子。侯爷，修寒当然是你儿子了。当年那一夜，我没有任何印象，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也是我自己愚蠢，不知你的心思，给了你可乘之机。侯爷，你怎么对我都行，你不要怀疑修寒的身世，他那么聪慧，读书那么厉害，就是死了侯爷。你若想让他成为通奸之子，让他名誉尽毁，你就可劲儿嚷嚷的天下皆知。侯爷，修寒是侯府嫡子，还那么聪慧，他以后一定会高中状元，前途无量的。你不会舍弃他的，对不对？只要你不对付修寒，妾身愿意去死，好给姐姐偿命。他可以继续留在侯府，但不可能再做嫡子。不想再多看赵新兰一眼，转身离开，只是走出房门前又道：从明日起你就病了，不能再踏出这个屋子。温泉庄子。哎，可惜了，就是个侯爷，若是个王爷。姨娘，肃王后夫人不是穆淑妃来庄子里了，你快去迎接吧。肃王和我娘亲来了，人已经进了庄子，在前面花厅呢。叶京之满脑子问号的来到了花厅，冲里面的肃王和娘亲规规矩矩的见礼。免礼，你是念秋的女儿，也就是本王的女儿，我就喊你一声青芷了。叶青芷很兴奋，要不是还要点脸，叶青芷一点都不在意，喊王爷一声爹。谢王爷厚爱，小女还是守点规矩吧，也给娘亲和王爷省点麻烦。能见到娘真是太惊喜了，刚才听到丫鬟说你和王爷来了，我都不敢相信呢。王爷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我也没想到是来找你，确实开心。叶青芷顿时悟了，来他这儿找他，就只是哄娘亲开心吗？呜呼，肃王越来越像个只为博美人一笑的昏君。叶青芷才刚和娘亲说上2句话，没想到谢晋也来了。谢晋，你来的正好，陪本王去附近的山上打只野兔，中午加餐，让他们母女俩说说话。离去前还冲叶青芷投去殷切的一瞥。叶青芷眨了眨眼，王爷几个意思？娘，你在肃王府还好吗？可有见过王妃等其他人？他们有找你麻烦吗？挺好的，娘听你的，把要求都说给王爷听了，王爷派了人保护我，还准了我不必向王妃请安，
我就还没见过王妃他们。他们应该是有想要见我的，都被王爷的人给挡回去了。青芷，世子生病，王爷烦心，再加上王爷子嗣单薄，便说想要我生个孩子。唉，这等事情，我一个当娘的本不该和你说，可娘也找不到说这话的人，只能……哎呀，娘，这有什么不能和女儿说的？你快仔细说说，女儿帮你出主意。叶青芷心里大喊，她爱听得很，赶紧和他多说一点。虽然王爷知道我年纪大不好生养了，嘴上说不要生了，可我觉得他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而且王爷为大赵征战多年，舍生忘死，却只得世子一个男丁，太过单薄，实在是说不过去。我劝说王爷多多宠幸府里年轻的妾室，可他不同意，就只每日来我这里。长此以往下去，说是娘不能为王爷诞下一男半女，却占得他全部时间，娘心里会有负罪感的，觉得不是去念经祈福度他的，而是去祸害他的。叶青芷闻言，在心里轻叹一声：美人娘亲好善良。娘，你可找太医瞧过身体，怀孕的话你身子能吃得消吗？前天有瞧过，太医说娘的身体不错。若是身子可以，我是支持娘亲再给我生个弟弟的。你也觉得有必要生？有的，就是怕娘亲怀孕生子太过辛苦了，也怕你有危险。女人生孩子哪有不辛苦没危险的，那就试试能不能怀一个吧。肃王和谢晋不光猎了几只野兔，还摘了些果子回来，有叶青芷和谢晋这两个捧哏大师，一顿饭自然吃得宾主尽欢，笑语不断。用过膳后，肃王就带着穆念秋离开了。王爷，妾身思来想去，还是给王爷生个孩子比较好，那避子药就先不吃了。怎么又突然改了主意啊？本王虽然也想要孩子，但是也怕你有危险啊。有太医精心照料，想必不会有事。这也不是妾身投胎生产，情况会好一些。青芷也支持我生个孩子，说想要个弟弟。青芷啊，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亲闺女，小棉袄。你与娘亲说了什么？娘说肃王想要她生个孩子，娘问我要不要生，我说当然要生啦，给我来个弟弟，我以后也能有个依靠保证，比我生孩子还管用。要不说没有儿孙我享福，没有娘亲不享福呢？我晚年的幸福就靠我娘亲能不能生个大胖小子了。去庄子前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要给爷生大胖小子吗？你这转头就忽悠上你娘了，你好意思啊？只要脸皮够厚，就不会不好意思。再说了，我哪里是忽悠娘亲，我是帮着娘亲巩固宠爱，肃王指定是乐死了呢。回到侯府，叶姨娘，你躲出去真是太明智了。这2日平南侯府出了好多事，非常不太平。什么事儿？张静怡也就给他说了说，兰夫人突发恶疾，无法见人了。谢修涵居然在周年祭上打翻了林夫人的牌位，平南侯大怒，将他从族谱上除名，不再记在林夫人名下，而只是做收养的养子，地位连庶子都不如。夫人，你觉得能成功吗？林夫人的坟能迁回到安乐侯那边吗？这种事情不合礼法，闻所未闻，我也说不准。不说这些糟心事儿了，府里倒是有一件趣事。张静怡笑着说了钱姨娘大半夜穿白衣勾搭侯爷，可被误会成女鬼的事情。叶青芷听了也哈哈大笑，钱姨娘这次真的社死了。对了，还有件事儿要你帮着出主意。现如今府里就你和苏姨娘是贵妾，
还可再抬一名贵妾，就从魏爷生了孩子的3位姨娘中选，你觉得谁合适？夫人，这种事情要抬谁做贵妾，还不是爷决定，哪能是我一个小妾可以说的？这事要是传出去，那几位可就要恨死我了。问过爷了，别说我拿主意就好，这屋里都是我的人，你但说无妨。夫人最中意哪个？3人都有优缺点，难以取舍，我才纠结。那就抓阄啊，谁抓到写着贵妾的纸团，那就谁的。行，就按照你说的办，抓阄吧。第二天，叶京芷专门被叫来参加请安小会议，因为今天有要事，要决定谁被抬为贵妾。五姨娘、夏姨娘、霍姨娘，你们都为爷诞下了子嗣，是有大功劳的。我抬举哪个都会寒了另外2个人的心，思来想去，还是由你们自己抓阄决定吧。五姨娘等人傻了，啊，还能这样？这就叫做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夫人英明，如此抓阄特别公平公正，谁也不能有怨言啦。叶姨娘说的不错，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你们3个过来抓阄吧。最后还是五姨娘有运的，抓到了那张写有贵妾的纸团。结果出来了，不管心里多么泛酸，夏姨娘和霍姨娘都笑着恭喜她，其他人也都纷纷恭贺五姨娘。肃王府怎么样？没不好的地方吧？一把年纪的孙太医摸着胡子摇头。可有好消息？恭喜王爷，穆淑妃有喜啦！啊，你再诊诊，再诊诊，真的是有喜了啊！算算日子，也没多久啊，怎么就怀上了？她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确实是有喜了，大概1个月有余。穆淑妃的身子还算康健，放宽心，饮食起居一切如常就好。谢谢孙太医，麻烦了。穆淑妃折煞老臣了。穆淑妃年纪毕竟大了些，怀孕不易，极易胎位不稳，王爷切不可再贪欢呢。本王岂会是那种没轻重的人？可有要特别注意的啊？淑妃身边的2位嬷嬷都是经验丰富又懂医理的，平日里就按照他们的嘱咐来就行了。孙太医简单叮嘱了1、2句，就功成身退了。王爷怎么还皱起眉头了？可是因为要禁欲了不开心？当然不是了，本王是有那么一点点郁闷，就一点，真不多。本王烦心的是别的。是什么？担心你和孩子的安危，怕你们遭毒手。哦，你不用担心，本王会护好你们的，绝对不会让你们遭人毒手。妾身知道，不担心，是王爷在担心。有没有觉得困啊？都说怀孕后容易嗜睡，你睡会儿。还好，妾身抄会儿佛经静静心，有了身孕，妾身也有些欢喜过头了，心绪有些乱。真的吗？你也很高兴？自然，这也是妾身的孩子呀，还是妾身一直期盼怀上的。妾身是信佛，可又不是没有7情6欲，妾身只是个普通妇人，难不成王爷真把妾身当成无欲无求的菩萨了？你觉得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妾身不知，不过妾身希望是个男孩，能像王爷一般勇猛睿智，等他长大了，接替王爷征战沙场，守国门护百姓。你就不怕他在战场上受伤，甚至牺牲？妾身自然也怕，可祖宗基业，江山社稷，
他身为皇室子孙，责无旁贷的，这是他的责任呢。唉，妾身只是一介女流，又素来蠢笨，不会教导他，只能嘘寒问暖，等到日后还要靠王爷多多费心教导，让他有能力有胆气担起这一切。不，你一点都不笨，比谁都看得透彻。不用你说，这孩子不论男女，本王都会亲自带在身边教导的。有你这么好的娘亲，他只会比本王更厉害。谢谢王爷，妾身很开心。等穆念秋午睡后，肃王就又去请外援了。这次是去皇宫找他的好皇兄。你最好有要紧的军国大事。皇兄，穆氏有喜了，我怕他和孩子会遭毒手，思来想去都觉得不妥，来找你拿个主意。你想要什么主意？我就只求穆氏平安生产，谁要是阻碍这一点，我就想除掉谁。你对世子放弃了？当然没有，我准备把他送去军中锻炼一段时间。那王氏能同意？他若死活不同意，本王也不强求。我之前也没教导过世子，到底亏欠他。若是他志不在军中，只想富贵，那就如他愿。哎呀，王氏曾多次下手残害你府里有孕的侍妾，这也是你子嗣稀少的原因。只不过因为你一直在外征战，王氏又生下了嫡子，朕也没想处置了他。你可用谋害子嗣之罪软禁王氏，肃清王府，拔除掉他的人全换成自己的。只要你不想一步到位废掉他的王妃之位，王家还有那些管闲事的官员也不会说什么。好，就这么办。那些官员要是还逼逼叨叨，皇兄，你替我骂回去，我这几天就不上朝了。滚！爷，到了你立大功表现的时候啦。什么表现？爷，肃王一直在战场上，铁定不是很懂后宅争斗这些事儿。你不如提点王爷，让他补全安保上的漏洞，更能的保护好我娘亲。真要是让娘亲和孩子遭了毒手，那到时候追悔莫及啊！他根本就没有表现的机会。肃王找了皇上这个大外援，3下5除2就把事情给解决了。谢晋不知道说啥，为什么会有一种自己越来越没用，只能吃软饭的感觉？这就是靠山背后还有更大的靠山的感觉吧？啊，好爽！叶青只听到肃王妃被软禁，皇上亲自下场为肃王手撕大臣，羡慕的都要流口水了。他这个后爹的后台实力更硬啊，皇上的大腿才是真的粗。这一日，叶青芷又被叫到了夫人的院子里。叶姨娘，听说穆淑妃有喜了，肃王妃还因谋害子嗣被软禁了，恭喜恭喜啊！夫人，你小日子这是又来啦？是不是周期不太准啊？要不要找王太医给你调理调理？他就擅长于治疗这方面的问题。这次我没怀疑你想上位取代我，我是真心恭喜你的。这下娘家有靠山了。咱们女人，娘家给力，在夫家才能真的站稳脚跟。夫人，娘家给力是很重要的，可更重要的呢，还是要夫君争气。在这方面，全京城的贵女们谁不羡慕夫人嫁得好？咱们爷儿多给力啊！御前红人，前途无量，还对夫人尊敬有加，脑子里绝对没有宠妾灭妻的荒唐念头。就连我这个靠山这么硬的宠妾，都拜服在夫人的魅力之下，只想着为夫人保驾护航，帮你坐稳侯夫人的位置，帮着小少爷日后袭爵。夫人才是让那些贵女们眼红的存在呢。张静怡不知道说啥了，呵呵。要论拍马屁的水平，叶姨娘若成第2，无人敢称第1，她都要被她捧得飞起来了。你这张嘴呀，是真厉害。天气渐冷，要不再给你放几天假，
再去庄子上泡泡温泉。夫人，就凭你这个上道劲头，你不当领导谁当领导啊？主母的位置必须是您的。夫人，以后谁要是想要害你，我可第一个不答应。咱们爷要是以后碰到别的小妖精犯糊涂，我让我后爹打醒他。别急着说好听的，你去庄子上玩，光我同意可不行，你还是要征得侯爷同意。叶青之点头表示明白，这还不简单。叶青只刚出了夫人院子，就碰上了苏冉冉、苏姨娘。叶姨娘，我有件事儿想拜托你。我不行，我不会，咱们也不熟，要不你找其他人吧。哎呀，叶姨娘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是这样的，1个月后就是老太君的寿辰了，我也想尽一份孝心，就是想为老太君绣个墨额。这府里啊，你最得老太君的欢心，我想请你帮我拿个主意，这绣什么花样能好一些？这事你还是去问问夫人或者侯爷吧。我刚入府得见老夫君几次，虽然有幸得他老人家欢心，但是对他老人家的喜好还拿捏不准。我出主意再把你给带沟里了，你回头要不好意思怨我，自己又憋气，多不好。苏冉冉彻底无话了，好话坏话都让你说了，他还能说什么？那就不麻烦叶姨娘了，是我唐突了。没事儿，我原谅你了，下次不要再这么唐突就好。那就这样吧，我先走啦。苏冉冉再次哑了。姨娘，这个叶姨娘说话也太不讲究了。或许这就是她得宠的原因呢。姨娘，咱们侯爷还是喜欢像您这样恭顺温柔的女子，只是对叶姨娘这样的一时贪新鲜罢了。你别学叶姨娘这样说话，太得罪人了。我一介孤女，无依无靠的，又哪能学她那样张扬不管不顾，可真让人羡慕。你说侯爷会独宠她吗？像苏王对他娘亲那样？不会的，咱们爷可没这么昏头。叶府，苏王一顿操作猛如虎，已经让叶家成了皇商。父亲，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大，光靠你打理也不行啊，家里的叔伯都要用起来。这事儿为父已经做了安排，你在户部待得如何？那些官员可有故意刁难你？一开始有些为难，如今没有了，一个个客气得很。老爷，陈公子来了，请他进来。叶永元对这个二女婿有点不满意，秋闱考得也太差了，明年春闱都可能无法中进士。陈元凯来到叶永元跟前，就冲他见礼，又冲叶俊峰见礼，然后说明来意，他想把婚礼给办了，把叶映雪娶回家。叶永元闻言也就同意了，两人三两句的就商定好了此事。陈元凯拜别离开，可是他愿意娶，叶映雪还不愿意嫁了呢。娘，我想退亲，我要退亲，我不嫁给陈元凯了。你以为咱们娘俩的地位还是从前啊？你不想嫁，你闹一闹就行了，老爷就由着你了。闺女啊，你可别再做那白日梦了，你认清现实吧。你嫁过去至少也是个举人娘子，娘子给你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不会过得太差的。叶青只开心的又回到了温泉庄子。第二天，苏王和美人娘亲也来了。娘，你身子还好吗？孕吐严重吗？娘还没孕吐过，可能日子还浅，也可能孩子比较乖，不折腾人。那绝对是我弟弟乖呀，知道疼娘。娘也盼着是个男孩。那绝对就是了，听说怀孕后是男是女，当娘的会有一些心理感应的。娘，王爷虽然一开始行事不讲究，可是他对娘是真的挺好，还爱屋及乌，对我们也挺好。娘，你有没有一点点动心，喜欢上王爷？娘没想那么多，情爱一事太过空幻，
娘不知是何滋味。娘很感激王爷的爱重，也会尽心尽力相陪，为他养育子嗣，为他念经祈福，盼他平安，盼他无忧。那娘觉得是和素王在一起生活好，还是自己一人青灯古佛相伴好？外面想进来寻人的素王听到这话，瞬间停住脚步，屏气凝神，紧张地等着他的答案。娘确实习惯了青灯古佛相伴的清静日子，一开始和王爷在一起生活很不适应。王爷有时候太热情，又像2岁孩童，太过粘人，让我有些头痛，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不过现在习惯了，也就好多了。娘既然选择进王府，就是为了陪伴王爷，为他念经祈福。身边不管是青灯古佛，还是王爷富贵相伴，只要心够虔诚，佛主都不会怪罪。日子都一样，没什么好不好的。原来在他心中，他就是一盏灯，还是没灯罩的那种破灯，太亮了，照得他眼睛疼头痛。叶青只心想，不愧是美人娘亲啊，这心态够佛的。娘知道王爷想要娘如世间其他女子爱情郎一样爱他，只是娘恐怕要让王爷失望了。娘还害怕最后再殃及你们。娘，你这么想就不对了。有的人的感情呢，就如野火烈酒，热情奔放，容易让人招架不住。就像王爷这样啊，可有的人的感情就如那弯弯细水，清冷绵长，能净化包容一切，能长长久久。就像娘这样。娘，其实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相信不管王爷以后还会不会如此这般爱重你，只要王爷来找你，你都会一如既往的陪伴他，为他念经祈福，为他抹去疲惫，让他放松心情。只有像娘这样始终不变，始终如一的陪伴，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哎呀，王爷能得你这样相伴守护，真是太幸福了。穆念秋看着他，这么简单吗？就这样就够了吗？娘，做你自己就好，只要一直这么陪伴王爷就好。素王恍然，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她这个闺女不愧是贴心小棉袄，可真是太会说话了。素王不得不承认，刚才还哇凉的心顿时就回暖了。谢晋来到庄子里，就看见站在门廊下笑得一脸傻样的素王，简直没眼看啊！这是又被他家小妾灌迷魂汤了？他可真是太熟悉这个滋味了。见过王爷，恭喜王爷。明日木休，闲来无事，本王喊几个好友，我们去附近山头打猎，再来你这庄子上烧烤痛饮。好，微臣会让下人们提前准备好相应的物品。到了晚上，谢晋格外卖力地伺候了一下自家小妾。再看素王这边，没有激情满满，只有温情暖暖。若是本王再上战场，可能许久不能回京，你要陪着本王去边关吗？穆念秋没有迟疑的点头。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太粘人了？是有点儿。王爷要改一改吗？不改。那就不改，王爷开心就好。怎么了？又做噩梦了？林夫人又给你托梦了？没有，自从处理了赵信兰他们，我就再也没有梦过有关于林夫人的噩梦。爷，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忘了许多事情，就连我给宋逸轩赶考银子的事情都不记得了，你还记得这事吗？怎么了？你找到原因了？在说之前，妾身想要问问爷，可信佛家的轮回转世、前世因今生果这些说法？若是爷不信，就让我娘一会儿呢好好跟你讲一讲佛经里面说的这轮回转世是怎么回事。别信，你接着说。刚才妾身做了个梦，梦里的一些画面给了妾身不少的启示，让妾身终于弄明白了一些事情。爷，
我做的那些梦，应该是妾身的前世轮回时的一些经历。谢晋吃惊，又带着些许怨念地看着叶青芷。他很想说，他一个字儿都不想相信。你就简简单单的当个小妖精不好吗？整出这么多，一会儿是林夫人附体托梦，一会儿又是轮回转世，前世因今世果的。谢晋就怕自己阳气再重，也要镇压不住他了。爷，你听我说，虽然这事听起来太玄乎神神叨叨的，但是你等我跟你捋一捋，摆一摆证据，你就相信了。首先也可以去找叶映雪求证，抓了他审一审，他铁定也能梦到一些前尘往事，要不然他不会之前迫不及待的要入侯府，突然就态度大转变，还用一些不光明的手段设计妾身。他不入侯府做妾，把陈元凯这个渣渣给抢走了，甚至呢他还一心高喊陈元凯可以高中状元。在妾身刚才的梦里，陈元凯确实求为高中解元，1年后高中状元，可是现在他就考了个倒数第3。爷，你可知为什么？宋逸轩，陈元凯并没有中状元的才学，你梦见他高中状元，应该是抄的宋逸轩的策论。爷果真是聪明，妾身虽然没在梦里看到确切答案，但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得到了这个结论。妾身确定的是，梦里的宋逸轩因为得罪江南学府的学政，没法参加科举，又没胆魄进京来考，就错过了这次科举。进而妾身猜测，陈元凯因缘际会下得到了一些宋逸轩的策论稿，求为时借此高中解元，考进士殿试时也是借助拔得头名，因此皇上也喜欢有真才实学的治世之臣。合情合理。那个叶映雪，按理说没有任何理由对宋逸轩下手，可他偏偏在科举前要把他废掉，应该就是要给陈元凯扫清障碍。还有你，给银子鼓励宋逸轩进京赶考，指点他拜入蔡大人名下，仿若未卜先知一般。恐怕真的只有相信你说的前世因今世果，才能解释得清楚这些不合情理的地方。爷不愧是锦衣卫指挥使，心思缜密，分析的鞭辟入里，厉害厉害！妾身都没想到这么全面呢。少给爷灌迷魂汤，我看你想的比我还多呢。你说这么多，目的呢？爷还记得我有一次做噩梦，梦见自己被人毒死了，那碗毒药还是被自己悉心养大的儿子给灌进去的，可气死我了。所以想让爷给你怎么报仇？爷，你可真好。若是没有那些梦中启示，妾身就不会进侯府，更不会这般被侯爷宠着，享福贵亲享了。佛主都要把妾身送到侯爷身边，看来妾身的福缘果真是印在了侯爷身上，这就更意味着妾身和侯爷的缘分天注定呐。前世纵然错过了，今生还要补上。所以呢，爷直接把陈元凯弄死，给你出气好不好？爷，不着急弄死他，先狠狠地折磨他，让他艰难地活着就行。我觉得留着他还有点用。我觉得我想获得那些梦中启示，可能需要一些刺激才行。就比如我娘亲怀孕，我就梦到了她怀孕的事，还是双胞胎呢。我以后还想要得到一些梦中启示，也或许就需要陈元凯的刺激。他死了岂不是就没了？先留着呗，反正他也翻不起什么浪，也想他死不过一句话的事儿。你梦见你娘怀了双胎，是龙凤胎还是双生男孩？最差的就是双生姐妹花了。我还没梦到呢就醒了，根本不知道。没错，兴许很快就能梦到了，再过1个月应该就能诊断出是否是双胎了，借此做个验证。一定是双胎。快点起床，王爷和树木妃也应该起来了。起来后，叶青芷还有谢晋陪着美人娘亲和素王一起用早膳。弟弟妹妹乖啊，等你们出来，姐姐给你们好吃好玩的。青芷，你一口一个弟弟妹妹，还你们的喊着，难道以为你娘肚子里有2个孩子？王爷，我昨儿做梦真的梦见了我娘怀了双胎。苏王心都化了，他的贴心小棉袄对他真是太贴心了，也不怕把他娘亲给累着。1个就够难的了，还2个，他做梦都不敢这么梦。若是双胎也挺好，王爷子嗣太单薄，
一次添丁又进口，为王爷诞下2个孩子，妾身以后都不用忧心此事了。哎呀，不过是个梦，哪里做得了真啊？本王只想你母子平安，双胎风险太大，这样的美事儿咱们就不求了啊。不强求，随缘就好。谢晋扫了一眼叶青芷，这个小狐狸精，故意提起这个，应该不是单纯的逗乐子，不知又在铺垫什么呢？但真是越看他越觉得稀罕呢。昨个肃王说今日要休沐，要邀请好友一起来这玩耍。第一个来的是凌月公主。皇叔，我父皇母后就想我在宫里待着学规矩待嫁，这可是憋死个人。还好昨天收到你帖子，我就早早的来了。我就是想着皇兄皇嫂总是束缚着你，就让你出来透透气，给你皇婶见礼。皇婶好，像皇婶这样清雅脱俗的人，我看见了也觉得好生喜欢，怪不得我皇叔那么爱重呢。当不得公主一声皇婶，还请教妾身穆淑妃。公主不要听王爷胡说。好的，皇婶。这是青芷，你皇婶的女儿，十分聪慧讨喜，你和她一定处得来。啊，对了，你要是有心烦的事啊，可以找她说说，保管你听她说完心情舒畅。叶青芷都听懵了。王爷后爹呀，你这个人啥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眼睛滤镜太重，对喜欢的人那更是睁眼瞎，无脑吹。原来他在王爷后爹心中的地位这么高吗？见过公主殿下。青芷，你能得我皇叔这么夸赞，一定是有过人之处。青芷，谢大人就是你的夫婿？我只是侯爷的妾室。真的社交了，叶青芷也是意识到这妾室是真的拿不出手。凌月公主知道叶青芷的身份，果然不在意她就是个小妾。会不会骑马？你也换一身轻便的衣服，我们去山边跑跑。只在这庄子上待着也没意思呀。许久没骑了，我的脑子说我会骑马，可我身子说我不行。哎呦，真是个妙人儿，你果真有趣儿。没事儿，你脑子会就行，我再手把手的把你身子教会，这很简单的。多谢公主。侯爷，那妾身就和公主去骑马啦。不可逞强，注意安全。等叶青芷换好了轻便的骑马装出来，便发现庄子上又来了3位大人物，一个还是个少年郎，身份可不低，皇上亲封的安郡王。叶青芷虽然对这2位大老官夫都很好奇，但也不可能盯着外男看，他就匆匆一瞥，见礼后便退到一边，和凌月公主去庄子外练习骑马了。你笑什么？想到了有趣的事情。合适，我也想听听，好跟着偷乐一下。公主现在不正是在偷乐吗？哎呀，这怎么会有人这么优秀，这么好看呀？总是勾着我的眼睛想瞧瞧，这老天爷可真是偏爱他。就瞧瞧，就瞧瞧啊，这还能干嘛呀？这强扭的瓜不甜啊，我可不爱吃苦瓜，还不如光看看呢。公主通透，我就是看多了这世间的怨偶，不想自己也做其中的一个。你也是个清醒的，和你说话有意思，往后闲着无事啊，就来找你说说话。还是算了吧，我一个小妾不合适多出门。那就拉上你家夫人一起。你刚刚不说你家夫人也挺不错的吗？回头我给你家夫人下帖子，让她带着你出门，也不算失礼。叶青芷都傻了，她可真是太优秀了，不声不响的就把夫人拉进公主的圈子了，硬生生的给夫人拉了个等级。可她不想出门交际呀，一出门就容易惹事儿，真的。
谢谢公主台，我这个人性子懒，就不乐意出门招摇，更不喜欢看那些女人明明嫉妒我、眼红我，还瞧不起我的样子，太扭曲了，难看。表姐，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青芷说她不乐意出门，因为不想看见别人嫉妒她，还瞧不起她的扭曲样子。哎呦，皇叔说的果然是没错，这和他说话啊，心情立刻就变开心了。到了晚间，方首府他们都离开了，安郡主和灵月公主两个小的留在了庄子上，又玩了一天，他们两人才离开。随后素丸和美人娘亲也回王府。我们也回侯府吧。爷，妾身还想再在这儿待2天，爷这2日铁定是耽误了不少公务，你就快些回去处理吧，妾身可不敢再缠着你，再误了要事，妾身就是红颜祸水了。叶姨娘，这2日我收到了不少帖子，都是邀请你和我一起出席的，你要不要去？不去，夫人又不是不知道我很烦这些，在庄子里那是王爷叫来的贵客，不得不陪着，你让我主动去交际，我才不要。那灵月公主的帖子呢？她邀你进宫的，也去了。烦请夫人给推了，我这身份不适合与公主深交。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一系列事情给刺激的，叶青芷最近总觉得自家领导爵位太小，不够顶事儿。然后他就又做梦了，他梦见了原主刚上吊苏醒的画面，他看见原主坐在书案前写画画，最后上面一行写着：把娘亲藏起来，不让她被肃王瞧见，避免她入王府。姐妹啊，你这部戏已经被我走废了，这可怪不得我啊！你也不早点托个梦啥的，现在已经晚了。叶青芷对原主要写的事情愈发感兴趣了，睁大眼睛认真看下面的内容，就见上面赫然写着想办法早点曝光谢晋的皇子身份。谢晋，他的领导居然是皇子！叶青芷震惊地从梦里直接醒过来了，醒来过后人还是有点发懵，他也就是随便吐槽，没想到居然还成真了。那他的职场目标岂不是要奔着皇贵妃去了？就他领导着争强好胜、心机深沉的德行，都是皇子了，甭管母妃是谁，他要是不想去抢龙椅，他脑袋拧下来给人当球踢，那前世铁定是谢晋最后登上了皇位啊！毕竟夺嫡失败的皇子下场会特别凄惨，原主应该会避开的。至于叶映雪重生后不选谢晋，而是选陈元凯，绝对是他在侯府做妾时，还没等到谢晋的身份曝光，人就死了。原主也写了，要想办法早点曝光谢晋的身份，所以前世谢晋成为皇子是好多年后的事情了。既然要争龙椅，那绝对是早点入场，早点积累资源更好啊。所以现在这个早点曝光谢晋皇子身份的任务就是他的了。爷这2天没睡觉吗？怎么这么重的黑眼圈？没怎么休息，有个案子一直在审。爷，妾身昨晚又做梦了。又梦见什么了？可梦见你娘生的是男孩女孩？没梦见我娘，梦见爷了。是不是小爷疼爱你了？爷，我梦见你的真实身份是皇子。你刚说我的真实身份是皇子？对。哎，爷不困了吧？你到底梦到了什么？说具体点。真没什么，就是看到梦里的自己写了下一句话，说是要想办法尽早让爷的皇子身份曝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倒是波澜不惊，沉稳得很。哎呀，装的，这都是装的。爷不信摸摸人家胸口，那砰砰砰跳得可快了呢。破天富贵来，说来就来，妾身也是又惊又喜，还怕只是妾身做的一场白日梦。有关自己的身世，
也可想到一些蛛丝马迹来验证，该不会妾身白高兴一场吧？哎呀，毕竟妾身不是爷，知道爷可能是皇子后，妾身光畅想着以后的破天富贵了，倒是没有考虑到爷和老侯爷的父子情啊这些的。爷是在纠结这些吗？你口中的破天富贵畅想到哪一步了？也没多远，就是仗着爷的睿智谋略，仗着爷皇长子的身份，再靠着肃王后爹的大腿，拉拢方首府这些人，等爷以后当了皇上，妾身就能混个皇贵妃当当。畅想的不错，以后就在脑子里想想，别说出来了，也怕你脑袋会掉下来。妾身又不傻，这话就光和爷说说而已。你觉得要想验证我的身份，要从何处入手最快？这还要问吗？爷铁定也有答案了，直接去找老太君问啊。为何在你梦里要强调早点曝光？是老太君不愿意说？也可能是被不孝子孙气的，就没办法说了。让爷好好想想。妾身铁定不会擅自做什么的，爷慢慢想就行了，不急于这一时半会的。3天后就去找老太君了。这今天怎么来了？祖母，孙儿有一事相问，还请祖母能够如实告知。孙儿的身世可有问题？为何这般问？孙儿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只言片语，怀疑孙儿身世有问题，恐怕孙儿不是父亲的孩子。好孩子，祖母原本是想着过段日子再告诉你，不过既然你怀疑了，那就今日说了吧。你其实是皇上的孩子。怎么会？这种事儿，老身自然是不能开玩笑。殿下这些年受委屈了。祖母，您这是在折杀孙儿。孙儿一点都没有受委屈，不管是父亲还是你，都将孙儿保护得很好。你们对孙儿有再造之恩，是孙儿应该拜谢祖母。说着，谢晋跪在地上，真心实意地朝着祖母叩拜，感激这些年的养育之恩。祖母，那孙儿的亲生母亲是谁？当年又为何要将孙儿藏在府里？还请祖母解惑。你母亲是古兰国的一位女子，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30年前，皇上曾经因为受伤而在古兰国养伤，曾与一位佳人生了情，就有了你。当年你出生时，咱们大赵的江山社稷不稳，需要大氏族的支持。皇上那时候也刚刚大婚，没有嫡子出生，也没有被立为储君。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是万万不能抱出来的，这不仅仅是给皇上的品行抹灰，也让当今皇后的母族不满，皇上很可能会夺嫡失败。后来皇上登基，可依旧是朝政不稳，还有外敌虎视眈眈，这时候必须要安内而攘外。皇上这早早立下太子储君，不可再出现动乱，你的身份也就一直瞒着了。其实上次皇上来看望我有试探过皇上，皇上仍然是把你母亲放在心上，不曾忘怀，还称说与你母亲在一起时是他此生最快活的日子。所以他若知道你的存在，定然也是开心的，因为人老了就容易心软，念旧情。而且如今大燕被打退，朝政也稳，皇上身体也还不错，他正忧心下一代储君的才能德行是否可以守住江山社稷。我了解皇上，他对太子是不满意的，因为太子与外戚走得太近了，其他的几位王爷皇子也不能让皇上满意。不论从哪点来看，你这时候认祖归宗，那都是最好的。谢祖母大恩，为孙儿考虑这般周全。
就连祖母都不知道我的生母是谁，又该如何证明我的身份？自然是有信物的。老太君让他稍等，叫来贴身嬷嬷，打开他的一个匣子，从中取出一枚玉佩和一封旧信，交给谢晋。这是当初老二把你抱回来的时候，你身上带着的东西和信件。谢晋猜测这玉佩应该是皇上和娘亲的定情信物，这信上说的也很清楚，他就是皇上的儿子。我母亲还活着吗？这个不清楚，等你和皇上认了亲，可以问问皇上关于你娘亲的事儿，再去古兰国寻找。好了，既然你都清楚此事了，那就立刻将此事禀告皇上吧。我这就让人往宫里递个帖子，请皇上来一下，早点让你恢复了皇子身份，免得再生变故。这么快吗？说实话，他还没做好准备。你就先做不知，欺君一事你也不用担心，我会为你铺好这最后一段路的。孙儿谢祖母一片爱护之心，日后孙儿定然会回报这份恩情。老太君笑着摆摆手，让他先离开。爷，你是在紧张吗？不如我们来下盘棋。皇上见到老太君和他说完话，怎么着也要1个多时辰后了。等了又等，等到了皇上身边的大总管亲自来到烟柳院传话，请他去。哎，除了眉毛，你怎么长得一点不像朕呢？但凡像得多点儿，还算了，还是想不到你会是朕的儿子。嗨，皇上，微臣怎么会是？皇上，皇室血脉不是儿戏，微臣恐怕有人拿此事做文章，想要搅乱安定的朝堂时局。臣一定会好好调查此事。此事断不会错的。刚才姨母亲自向朕说了你的身世，还有信物为证，不是细作散播的谣言，你就是朕的儿子。谢晋依旧表现得很镇静，他抬起头，愣愣地看了一会儿皇上，才神色郑重地说：微臣惶恐，还望皇上不要怪罪祖母和老侯爷的欺君之罪。虽然微臣不知道这里面的是非曲折，可微臣能确定，他们对皇上只有忠心和敬畏，对微臣更是爱护非常，绝没有不好的心思。朕知道他们是一心为朕考虑，也是为了大赵的江山社稷。朕虽然有些窝火，也遗憾没早点知道你的存在，但是并不会真的降罪。倒是你知道是朕的儿子后，可为自己觉得委屈。微臣现在还是太震惊了，心中更是充满了各种疑惑，倒还没想委不委屈的问题。这是他从叶青芷那儿学的，和上位者说话7分真3分傻，更能直击人心。他都被这招拿捏得死死的，皇上只会比他更吃这一套。不管你想没想到，之前确实是委屈你了。待明日朕就下诏书昭告天下，公开你的身份。马上到年底祭祖了，正好让你认祖归宗。微臣，儿臣谢父皇一片全权爱护之心。父皇，儿臣心里有千百个问题，可最想知道的是儿臣的亲生母亲是谁，她可还活着？说实话，朕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是不是还活着。不过朕会派人去古兰国好好查访的。父皇可是觉得儿臣长得更像母亲？应该吧。当年朕双目受伤，暂时失明，其实未见过你母亲的样子。若你长得很像你母亲也好，也方便朕寻人。谢晋千想万想，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心里的槽点太多。看看皇上，念着这既是九五之君，又是刚认的亲爹，谢金忍住了，在心里也不喷他了。回到皇宫，皇上就开始亲自拟旨。这时肃王来了。皇兄，写什么呢？封王的诏书。皇兄，还是你厉害，突然白捡这么一大儿子，嘿嘿。嘿嘿，恭喜皇兄了啊！我这大侄子我接触了2回，真心还不错，论才智品性比太子其他几个兄弟强。哼，你对他的评价倒是不错。哎，你来做什么？哎，别瞪眼，是正经事儿。楚国还是出兵了，暂时是小打小闹，不足为惧，就怕他们大量增兵，除夕前后来场大的。开完内阁会议，定下了增兵的计划，天都黑了。皇上要留肃王一起用晚膳，肃王当然要回府陪穆念秋吃晚饭了，无情拒绝不说，他还有脸提要求。皇兄，记得给我大侄子身边的叶氏封个侧妃啊！滚！送走皇上后，谢晋还是先去找了叶青芷。恭喜殿下啦！爷，你怎能变得这么客气啊？这声谢谢，是爷的偷师谢礼。偷师？什么意思？学你怎么忽悠人，拿捏人，跟你学习真诚这一必杀技，对皇上特别好使。和叶青芷玩闹了片刻，又一起用过晚膳，谢晋也没留宿，而是去了贵心院。夫人这边要提前交代一些事情。爷来了呀，爷可用过晚膳了？吃过了。今日皇上来了，祖母向皇上透露了一桩秘辛，我并非是谢家人，而是皇上的儿子。害怕了？是，妾身害怕，是妾身太没用了，妾身怕当不好王妃，怕给爷丢脸，甚至招惹灾祸。你这样确实让我失望。你是我的夫人，未来的王妃，不该这般立不起来。也可以给你一个承诺，你就是王妃，只要不犯爷的底线和忌讳，就不会被舍弃。为了玉哥和燕姐，你也该学着立起来。妾身不会让爷失望的，妾身会做一个合格的王妃。回头我会给你找2个得力的嬷嬷帮你。叶氏那边，你如往昔待他便可。他的确没取代你之心，你可信任他。张静怡失眠了一夜，顶着2个黑眼圈，睁眼到天明。去烟柳院把叶姨娘请来。哎，到了烟柳院不用催促喊人，等她睡醒了再让她过来就行。贴身丫鬟不知道说啥了，哼，这话通常是夫人派人早晨去叫小姐时才格外吩咐的，现在对着叶姨娘也这般慈爱，不是温柔吗？她不懂，但大为震撼。叶姨娘，昨晚上爷给我说他其实是皇子，皇上很快就会恢复他的身份了，想必你应该知道了吧？天爷说了，夫人这眼圈呀，就因为这个消息给兴奋黑了。我知道你有能耐，本身聪慧不说，你现在还有肃王当靠山，你想要坐我的位置，我是斗不过你的。所以我十分感念你没这个心思，还愿意帮我。以前我只是盼着玉哥日后能袭爵而已，可现在我知道咱们爷是有大志向的。叶姨娘，若真有那一天，你若还这样帮我，帮助玉哥，我也必不会负你和你的孩子。叶青芷颇有些意外地看着夫人，夫人倒是比他想的坚定不少，也没那么疑心，就只是再和他重新签订协议而已。好啊，夫人放心，我初心不改。方爱卿啊，你是不是有个侄子邱维中了第3名？正是，是我大哥的第2子，才学尚可，但是手高眼低，太过清高。
你觉得让他做驸马，上了灵月公主如何？皇上，微臣这位侄子性情孤傲，克己复礼，对女子的言行举止也很严苛，恐怕会让公主受委屈。皇上正要说话，外面太监通传，说是灵月公主求见，皇上让他进来。见过父皇，方首府也在啊。微臣见过公主殿下。父皇，我刚才在外面碰见了皇叔，皇叔说你捡了一个大儿子，还是谢大人，可是真的？是有此事。你有什么要说的？儿臣恭喜父皇父子团聚。你来的正巧，刚才朕刚和方爱卿说起你的婚事。朕原本想让方家的方文燕做驸马，可方爱卿说他性子太过古板孤傲，怕你受委屈。你怎么想的？这个方文燕是你侄子？回公主，正是。我要是嫁给他，那你岂不是我的小叔了？微臣当不起公主这声小叔。父皇，儿臣不愿意，再换个吧。要不你把我远嫁吧，发挥点我的利用价值，和个亲什么的。说什么混话呢？你以为和亲是好事啊？皇上狠狠地瞪了一眼灵月，糟心的摆摆手，让他也滚蛋。灵月出了大殿，也不急着走，等着方云燕，多看一眼是一眼，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公主殿下，方大人准备何时续弦啊？这对公主很重要吗？也还行吧，就随便问问你。行了，天黑了，方大人快些回府吧。皇后知道谢晋是皇子的消息。皇上，你一定是在和臣妾开玩笑，这怎么可能呢？那谢大人……朕只是知会你一声，不是让你质疑的。朕明日就会昭告天下，你知会内务府那边，准备好一应物品。翌日，早会一开始，皇上就让内侍宣布了封王诏书，封谢晋为景王，谢晋被封为景王，张静怡成为景王妃，叶青芷也被封为侧妃。今天皇上宣布了一件事，谢晋是大皇子，封他为景王。孙氏傻了，眼睛一黑，孙氏差点晕过去。哎呀，不行了，心肌梗塞了。静怡如今已经是景王妃，她的生母再是个妾室，不合适。我要将她抬为平妻，你准备此事。接了圣旨，要去皇宫里谢恩的。青芷，你紧不紧张？我以前虽然面见过皇上皇后，可那到底是隔着很远，也不曾被问话。但是今天去宫里，不光会被问话，面见皇后时还极可能会被刁难。我真的怕自己应付不好，或是出了错给爷招祸。王妃，我也是紧张的，你摸一摸，我这手都吓凉了。天还没那么冷呢，你手怎么这么凉？你要多穿些，注意保暖才是。王妃，皇后刁难很正常，那些含沙射影的讽刺话，那些询问爷身世和喜好的话，你呢就假装听不懂，直接说不知道就行了。为了不显得你忤逆他，你回话的时候都要加上一句：臣妾愚笨，娘娘您说的太对了，臣妾之前怎么没这么想一想？回头等臣妾问过王爷再回娘娘的话。反正设计爷的难以让你回答的问题，不管皇后说什么，是威逼还是哄骗你，你就说臣妾不知道，臣妾一妇道人家，平日里王爷也不告诉臣妾，臣妾不懂的。再问呢，你就说感激母后，母后真是太宠爱臣妾了，这么提点臣妾，臣妾万分感动。回头就去问问王爷怎么回事。皇后听我这么说，恐怕会被气死了。生气是皇后的涵养不够，和咱们有啥关系啊？王妃，皇后和咱们只会是死敌，
他一心要弄死咱们，所以千万别想着和他缓和关系。但是呢，因为她是皇后，又是嫡母，我们也万不能得罪她，这面子上一定要过得去。所以在她面前就一个策略，装傻扮乖，一问三不知。又要说好听的，甜死她，恶心死她。青芷，谢谢你，我记住了，我会按照你说的来的。咱们对着皇上就是主打一个真诚，只要不触及底线，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需要对皇上恭敬，但也不能只有恭敬，更不要畏缩害怕。皇上也是人，他天天被一群人敬着畏着，也心累心寒，需要一些温情和呵护关切。王妃是皇上的儿媳，孝顺关心皇上才是你本分。王妃面对皇上，记得做到这个本分就好。张静怡听着这番提点，感动的眼圈微红，用力的握住叶青芷的手，冲她说谢谢。王妃太过客气了，咱们本就是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玉哥儿、燕姐，以后除了母妃的话，你们侧母妃的话也要听。侧母妃聪慧过人，你们更要听她的教诲，明白没有？还请侧母妃教我们，还请侧母妃教我们，我们也想像侧母妃一样聪明，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哎呀，这孩子啊，还是白捡的香，不用劳心劳力的照顾，一接手就聪明又懂事的，还知道分寸，不会气你。啊，多香呀！太监通传过后，叶青芷跟着领导一家子进去，朝皇上见礼。都起来吧，这就是明玉和明艳吧？啊，你们过来，让朕好生瞧瞧。拜见皇祖父。都是好孩子，你们母妃把你们教养得很好。谢父皇赞誉，孩子们是皇子龙孙，自身优秀，妾身并未多做什么。皇祖父，你就像父皇说的那样和蔼可亲，一点都不吓人。孙儿看见你就好喜欢，孙儿也有祖父，不用羡慕别人的了。可读书了？都读了什么呀？读了《千字文》《三字经》，孙儿有好好练字，先生都夸我写得好。侧母妃还专门去求了孙儿的字，挂起来天天看着，说看了孙儿的字能生聪明宝宝。孙儿写一幅字送给皇祖父好不好？是吗？那你写的字还怪厉害的，朕也得挂起来天天看着呀！啊，来人，伺候小皇孙写字。明艳都学了什么呀？皇祖父，孙女除了看一些启蒙的书，就是学女工、学琴、练字描红，跟着嬷嬷学规矩礼仪。近期还要跟着母妃学习怎么打理庶务。好孩子。在皇上这里走完过场，景王被皇上留下说话，张静怡和叶青芷他们则带着俩孩子随着内侍去皇后的坤宁宫。都起来吧。妾身叩谢母后。谢皇祖母。谢皇后娘娘。简王一事，本宫实在是被惊到了。你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回母后，妾身也是昨天刚刚知道的，被惊得一夜没睡，这黑眼圈铺了很多层粉才遮住了。你不知道？难道景王也不知自己的身世？那又是谁突然告知的皇上呢？谢谢母后提点，妾身脑子愚笨，听了这事儿后光顾着吃惊了，都没想这么多前因后果。等回头妾身问问王爷到底怎么回事，再来回禀母后，可好？你是真的太蠢，听不懂本宫的问话，还是故意戏耍本宫？靖王妃，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母后息怒，妾身怎么敢戏耍母后啊？妾身真的是愚笨，真的是刚刚知道王爷的身世啊！世人皆知，妾身是庶女出身，不够聪慧，不够有才，
都是因为命好，才能嫁给王爷为妻。母后慧眼如炬，一眼就瞧清楚了妾身的底细。妾身是真的蠢笨，妾身知道自己不够聪慧，又是一妇道人家，平日里除了管着后院教养子女，王爷的事情是一点不敢过问插嘴的。王爷也不会告知妾身，妾身是真不知道啊，还请母后指点迷津，妾身该怎么做能让您满意，让您相信妾身说的都是真的。本宫昨夜没休息好，头疼得很，今天就到这儿吧。说完这话，皇后也不管众人脸色如何，起身就走了。恭送皇后娘娘。等终于从皇宫里出来，张静怡虚脱之余，又觉得她超脱了。青芷，谢谢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是王妃自己争气，我呀就不邀功了。这一关总算过去了，以后我是不是就要有个笨蛋王妃的称号了？王妃，你想什么呢？明眼人都知道你聪明厉害的不得了，打得一手好太极，又不是真的傻。他们先出了宫，在宫门等候了半个时辰，景王才从宫里出来。做得不错，谢谢王爷赞誉，妾身以后争取做得更好，不给王爷拖后腿。你表现得也不错，想要什么奖励？先攒着吧，妾身一时间想不起来。啊，快回家吧，好饿呀！父皇，我也好饿，咱们快点回家吧。母亲，我觉得我们也不用那么悲观，哪怕就是他成了景王，那也是和咱们谢家捆绑在一起的啊。公爹对他有教养之恩，他不可能一朝富贵就翻脸不认人啊。母亲，你怎么也是他名义上的养母啊？若是他敢伤害您，那不就是不记恩的白眼狼，对他名声也不好。景王聪慧，心机又深，是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的。只不过母亲不会被景王报复，可是夫君就不好说了呀。完了完了，你说的对，灵儿这次才是真的完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呀？你说向景王告罪求情，能不能让景王放过灵儿啊？母亲，这就算你跪下哀求景王，景王也同意放过夫君，前尘往事既往不咎。可是一旦夫君回来，他知道谢晋成了景王，他虽然是会害怕，可是他的脾性，他更多的一定是嫉妒，是不甘，是想闹事，甚至他还自作聪明的投靠了太子，来达到给景王添堵的目的。那就这样，回头你找景王说一说。母亲，这事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只要能让景王相信咱们的诚心诚意，儿媳妇豁出去半条命，那也得办妥呀。哦，老夫人蔫蔫的应了声。唉，大儿媳妇去父留子的狼子野心，她瞧得清清楚楚。可那又如何？是大儿子自己太能作死了，总不能拉着其他人和他一起死吧？王妃，你只要是以王爷为重，就不会出错。而且咱们王爷掌控欲很强的，对什么事什么人他有特殊安排，铁定会提前告知于你。平日里的一些事务，后宅的女人们该怎么管教，你呢就放心大胆去做。你可是王妃，对府里有一半的掌控权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后院的女人，你更是我们的主母，是主子，该敲打敲打，该拿捏拿捏。等咱们搬到王府里，年后开春了，府里铁定会进新人的，很可能是家世贵重的侧妃还有庶妃。王妃，你一定要硬起来，可不能让那些贵女觉得有可趁之机。好，我明白了。青芷啊，你快回去歇着吧，要是觉得府里闷，就出去玩几天，你自己安排就行了。谢谢王妃。这日，叶青芷算算，娘亲怀孕也有3个月了，便递个帖子去王府里看望娘亲。娘，今日太医可有来给你诊过脉？还没有，孩子挺乖的，
我孕吐不厉害，胃口也不错。你瞧，我都胖了不少了。我弟弟嘛，当然乖巧。娘亲这样还好，不算是胖。半个时辰后，院正孙太医来了，不止他自己，还有2位太医。穆淑妃，前几日微臣给你诊脉，有些拿不准的地方，今日特意喊了胡太医和王太医一起来。随后，孙太医上前，笑着冲莫念秋恭喜道：恭喜穆淑妃，经过微臣们的再三诊断，你怀的是双胎。肃王从外面大步走进来。有什么喜事啊？啊，刚才本王在外面听到什么恭喜了？上清旨给说对了，妾身怀的是双胎。穆淑妃身子怎么样？怀双胎风险可大，要怎么做确保大人一定平安？肃王是真的把娘亲放在第一位了呀。唉，要是有男人这么真心对她，她也爱对方，应该也愿意为他生儿育女，甚至会因为有2个人的孩子而觉得幸福。至于现在的景王，那是要伺候的领导，不是他的爱人。回王爷，目前穆淑妃身子安好，胎儿也很好，只是随着月份变大，怀双胎的艰辛和风险都会变大。本王要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要穆淑妃生产时没有任何风险。王爷不要心焦，妾身不会有事的，孩子们也很乖，会平安出生的。哎呀，辛苦你了。妾身没觉得辛苦，王爷把我和孩子们保护得很好。王爷如若不放心，可再找2个会接生的医女在旁照应，稳婆也找有接生双胎经验的那种。好，明日本王就让人去寻。王爷，这医女或许可以去药王谷找。微臣听说，从药王谷出来的医女非常擅长接生，甚至还听过他们为难产的产妇剖腹取子，不光婴儿活着，孕妇也活着的例子。剖腹取子，本王听说过，只是事后产妇不能活。你确定那不是谣传？这产妇的肚子都被剖开了，大出血，事后如何能活？旁边的叶青芷听到这话，眼睛却是猛地一亮。药王谷，医女，剖腹取子，呼呼，该不会他的哪位穿越老乡整出来的这些事情吧？说是这位医女老乡在古代都能成功做剖腹产手术，说明她铁定有金手指啊，不是系统就是空间灵泉的。如此一来，找到这位医女老乡，又能给娘亲的生产加一层保险了。微臣也不知对方是如何做到的，只是耳闻，未曾亲见。青芷，上次你说你做梦梦见你娘怀了双胎，还真应验了。要不你再做做梦，看看是男是女。我也想知道啊。可是最近不争气，一直都没梦到。最好是一对龙凤胎，男孩像你能沉住气，女孩像我不受气。若是生下了2个女儿呢？生女儿怎么了？那也是本王的宝贝闺女，到时候本王请皇上给他们封郡主，给他们封地，本王还要教他们武艺，看谁敢欺负他们。娘亲你就放心吧，说都是妹妹，这不还有我这个姐姐呢吗？未来我也能照应他们一二的。你回去就告诉景王，我支持他和太子夺嫡，让他放心争。真不行，本王带着黑羽军助他杀上皇位。皇兄那边也是不满意太子的，他要是能把太子的势力给弄垮，皇兄只会给他拍手叫好。这么直接的吗？饶是喜欢打直球的叶青芷，也被苏王后爹的生猛给弄得有些猛了。青芷，还是你提醒本王了，有你的关系在，还是景王登皇位最合适。
你想不想当皇后？我不想当皇后，就想做宠妃，想富贵清闲。我们家王妃对我也挺好的，她当了皇后，我相信她也依旧会护着我。我实在是没必要坐在这个扎眼的位置，还劳心劳力的。而且我家小世子是个聪慧的，好好教导可看大人。我就算是以后有孩子，也只会让他像王爷一样辅助兄长，兄弟同心，而不是兄弟相争。那就这么说定了。回到烟柳院，殿下可用过膳了？用过膳了。听说你今天去肃王府了，穆淑妃，一切可好？挺好的。今天太医诊出我娘怀的是双胎，四王爷知道娘怀的是双胎，高兴又担忧的。胡太医说可以请个药王谷的医女来照料，还说一旦孕妇难产，医女可剖腹取子，产妇还可活下来。殿下听说过此事吗？听过，也是近2年偶尔有这种事传出去。不过这种事情没有亲眼所见，就无法让人信服。别太担心，我也让人搜寻一些厉害的稳婆和大夫，到时候预备着。你想想，整个大赵最厉害的大夫和稳婆都会找来，保障你娘亲顺利产子，绝对不会有事的。也是。还有一事，对殿下来说应该是意外之喜。什么？今天肃王让我当个传话的，他说为了以后不让我娘亲还有2个没出世的孩子受委屈，他全力支持爷和太子夺嫡，甚至还要带着黑羽军助你杀上皇位。肃王还说皇上其实也不满意太子，尤其是陈家，你若是有手段打掉太子势力，皇上是乐见其成的。姜王瞪着他，这就是被老天追着喂软饭吃吧，是吧？你怎么想的？依旧不想当皇后？那以后你生了孩子呢？你也不想他争皇位？你不想争，孩子能愿意吗？妾身宫寒不宜有孕，若一直没孩子，到时候殿下会舍弃妾身吗？自然不会，你就算以后没孩子，本王也会一直给你荣宠的。殿下，你也是知道我做的噩梦的事情的。我对生孩子养孩子这事儿是真的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我现在的侧妃身份，还有肃王给撑腰，一旦我有了孩子，底下的人都会生出不该有的心思，到时候你又该让世子如何自处？世子那么聪明伶俐又可爱，还叫我一声侧母妃，我怎么忍心伤他的心呢？殿下就忍心吗？妾身也不是说不要孩子，妾身是想等过个7、8年的，到时候世子也大了，妾身即便生孩子也不会轻易威胁到他的地位啊。孩子们的感情也都是教养和处出来的，到时候我若是生个女孩，那就简单了，宠着就好。我若是生个男孩，就让他给世子当好弟弟，就像皇上和肃王那般相互扶持，不也挺好的吗？殿下你说呢？有时候本王真的不想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清醒和通透的，因为你这么清醒就是对本王没有情义。殿下，做人是要知足，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对不对啊？就是突然想到了姚姨娘了，殿下是想妾身向她看齐吗？景王郁闷地捏了捏他的小脸儿，伶牙俐齿，说不过他。殿下，你要不要把姚姨娘接回来？她背后的4品礼部侍郎爹，还有怀着龙种的丽嫔，也是不小的助力了吧？你不在意他回来，他可是一心要害你。妾身没那么拎不清，当初妾身就劝殿下留他一命，自然不介意可以回收垃圾再利用。青青不计前嫌，一心为本王打算。本王要奖励你什么呢？皇后之位你都看不上，看来本王只能在床上伺候好青青了。等等，大可不必啊！这让人无福消受的毒虫杀肉结束大姨妈救命啊！咦，皇兄，你没午睡呀？没睡踏实，知道你一定会过来，在等你。朕已经知道穆氏怀的是双胎一事了。嘿嘿，皇兄，
你不必羡慕的睡不着觉，你也白捡了个大儿子呀。皇上糟心的瞪他一眼，他羡慕个屁，得亏穆氏年纪大了，也就生这一回孩子，要是多来几次，他都跟着受罪。除了报喜，还有别的事情吗？皇兄可是不太中意太子继承大业，我也不太中意他。等哪天他当基了，我这个太子侄子一准让我把兵权交了。好一点是把我赶到封地，再坏一点软禁我都可能。别给朕兜圈子，有话就直说。咱们大赵江山不能毁在不孝子孙手里，所以我思来想去，觉得景王比太子更适合接替皇兄的位置。皇兄觉得呢？有没有这个打算？你不是之前一向对此事不关心的吗？景王找你了？当然没有，就算景王有这个野心，他也不可能这么急不可耐，刚认祖归宗就开始准备夺嫡的事了。这不是今天穆氏诊出是双胎，我就琢磨着这两个孩子以后怎么能不受委屈。嘿嘿，我是被皇兄给宠大的，我的孩子以后不能享受这待遇，我就觉得憋屈的慌。思来想去，也就景王以后坐上皇位，能让他们不受屈了。毕竟除了叔侄之外，我也算是景王的后老丈人了。皇上无语了，神他妈老丈人！你想支持景王就支持，朕确实不想看到太子势力独大。这日，叶青芷又收到灵月公主的帖子，邀请她一起参加方府的赏梅宴。灵月，这赏梅宴可是方大人的相亲宴，你确定要去掺和？我就去看看，又不掺和。再说了，本公主也是待嫁之身，我去和那些贵妇人聊聊天，给自己找个青年才俊当驸马，这很合理吧？真的特别合理，你开心就好。这过了今天，方大人就是有妇之夫了，我也要脸的，总不能再盯着他看了。你就当陪着我见证我这一颗心是如何破碎的吧，愣着干啥？走啊！姐妹，怀疑你精分。灵月公主客气地和方家的几位重要女眷见过礼后，就拉着叶青芷真的去往梅园赏梅了。公主，不招驸马啦？先赏梅，别这么急色嘛。是自己的男人的终究跑不了，不是自己的你天天看着也变不成自己的。见过公主殿下，见过叶侧妃。方大人原来今日在府里啊，专门请假相看未来的夫人吗？公主想去赏梅，可去东面的梅园，那边的红梅开得更好。那方大人给本公主引个路。公主请，叶侧妃请。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许久不怎么走这么长的路，脚有些疼，我就在这儿坐着赏赏景。公主请。好啊。叶青芷撇撇嘴，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位方首府的心思也不蠢啊。这里的景致确实是不错，红梅开得也挺漂亮的。灵月公主对上方云燕的目光，突然上前几步，手上用力将她推倒一株红梅树干上，整个人压了上去，堵住她的嘴。方大人，你明知道我对你有狼子野心，你还主动拉我到这儿来，这要是被我轻薄了，你可不能怪我啊。这般公主便满足了，如愿了。能这般占你便宜，自然是如愿了。可要只是这样，当然是不满足。人心总是不足的，之前偶尔能看见你就能开心好几天，后来天天是想着办法的见你，都觉得不够。现在我这样亲了你，一时是满足了心中渴望，可日后也只会想要的更多。可这人啊，若是只顾着自己的欲望，不知克制，不就与禽兽无异？你是我父皇信任的重臣，不可能做我的驸马。我也从未想过能嫁给你，
我之前也就是想看看你，今日我过来，看你选了未来妻子的人选，也就算是断了我的念想了。可你非要招惹我干嘛呀？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微臣只是想让公主赏梅而已。公主既知不能做禽兽之事，那能放开微臣了吗？那你难道不知，这知道是一回事儿，能不能做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再亲一次就放开你，好不好？以后你续弦，我嫁人，我就不烦你了。说着，凉月公主又吻住他，不得章法，亲了2下，又觉得不对，却又不知该怎么办。师姐，我不会亲人，你教教我。这边，叶青芷坐在暖亭中。现在可真是世风日下啊！这半老徐娘都能张狂得宠，逼得正妻下堂。我们出身就是再贵重，做正妻又有何用？还不是得被这小妾搓磨拿捏。是啊，尤其是那些商贾女啊，不懂礼法，一身铜锈味，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有银子就能为所欲为了，就能坐上高位了。哼，真是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啊！说的没毛病，会说你就多说点，听听这忧国忧民的口吻，为世家贵女主母的地位忧心忡忡，更没毛病。侧妃，以你现在的地位，完全可以教训他们一顿。咱们俩到底谁是主子？我还要你教我做事啦？在自个儿府里啊，你行事随意些，我也就由着你去了。出门在外，你若是拎不清，以后不必跟着我出来。主子，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起来吧。叶青芷教训丫鬟的动静，让那几位阴阳输出的贵女们都拿不定主意了。这是沉不住气了？可怎么没朝他们撒气呢？去请那几位贵女过来，本侧妃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好，想要仔细听听，和他们聊聊。见过叶侧妃。都坐下吧。你们都是谁家的姑娘？做一下自我介绍呗，让本侧妃也都认识认识。四人互相瞧瞧，依次介绍起来。哦，原来是陈姑娘。刚才听你们说我们商贾女都是一身铜锈味，本侧妃觉得你们恐怕是误会了。我们商贾女也都是沐浴熏香的，再多的铜钱和银票也不会随身带着，身上不可能沾染铜锈味。不若你闻闻本侧妃身上可还有那铜锈味？我们说的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讲的仔细一点，最好是举2个具体的例子。你这是碰见哪家不讲究的商贾女都不沐浴熏香的吗？看样子是说不出来了。陈姑娘可觉得自己错了？你也别觉得委屈，本侧妃喜欢对事不对人。我们商贾女身上就是没有铜锈味，这是事实，就是你错了，对不对？你是我错了总行了吧？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那就请陈姑娘以后不要再这么说我们商贾女了，我们听了也怪伤心的，还显得陈姑娘没教养。不过本侧妃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对了，下次陈姑娘再听到别人讽刺商贾女一身铜锈味，可一定要记得纠正对方，这是助人为乐，也是为过去的错误赎罪，知道了吗？陈佑轩的脸色已经扭曲了，要告辞离开。哎，急什么？关于你们刚才忧心主母被小妾搓磨的事情，咱们还没聊一聊呢。你们口中的半老徐娘，说的应该是本侧妃的娘亲吧？本侧妃就不喜欢遮着掩着，尤其是针对人的时候，这是和人都要对得上号才行，不要模模糊糊的，平白增加误会。你说是不是啊？对，就是说的你娘穆淑妃。素王为她宠妻灭妾，世人皆知，你有什么好辩解的？我娘亲是得宠，可苏王妃被软禁，那是因为她残害王爷子嗣，和我娘亲没有任何关系。陈姑娘，不要把这件事情的因果关系给弄错了。
苏王妃残害子嗣在前，我娘亲入王府在后。你若非要辩解因为我娘亲的关系，苏王才会追究苏王妃残害子嗣的罪责，那本侧妃确实是无话可说。可是什么时候残害子嗣不是错了？当家主母的主要职责，不就是要开枝散叶，教养子女吗？主母做的称职了，就如平南侯府林夫人那样的，她从未残害过子嗣，却被小妾搓磨死，咱们才要为她叫屈，为她伸冤。像苏王妃这样残害子嗣的，你非要说她做得对，为她叫屈伸冤，你就不怕死在她手里的婴儿化作罗刹鬼缠着你吗？听说他们怨气大得很哦，特别的凶恶，又年龄小，不懂得什么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听到你们护着坏人就生气，会在你们肩上趴着，吐着舌头吸你的阳气，让你还他们的命。我可没有，我不是，你别吓唬人啊！我没有，我不是在为苏王妃叫屈，我错了，别来缠着我。其他3个贵女也都瑟瑟发抖，脸色苍白，就差抱一起哭了。陈姑娘，别怕，回头去相国寺烧烧香，捐点香火钱，再多弄点粥棚，接济灾民，积功德，反正多做些好事，那些罗刹鬼、小儿鬼就不缠着你啦。你可别炸我啊！我就不信这世上有……哎呀，陈姑娘，你肩膀上……哎呀，陈姑娘，冷静，我刚才是在和你开了个小玩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任侧妃，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乱说话，我能走了吗？来都来了，干嘛着急着走啊？刚才光解释了我娘亲的事情，咱们这不是还没说世风日下，主母地位不稳等诸多问题啊。陈佑轩不理他了，就自己哭。就这时，又有不少人从远处过来了。他们看见陈佑轩在哭，再看其他3位贵女，都一脸惊惧，便认为叶青芷欺负人了。沈燕看见自己宝贝闺女哭得这么惨，顿时怒从心中起。不知佑轩他们做错了什么，让叶侧妃这么动怒惩罚他们？母亲，叶侧妃没欺负女儿。闺女，你是被威胁了吗？就咱这地位，你还怕一个叶侧妃？既然陈姑娘解释清楚了，本侧妃没有欺负她，沈夫人是不是该冲本侧妃说声抱歉呢？叶侧妃啊，对不起啊，刚才臣妇太急切了些，多有冒犯，还请叶侧妃恕罪。沈夫人也是爱女心切，本侧妃理解。本侧妃也懂，以沈夫人的地位，确实没必要把本侧妃放在眼里，所以你不分青红皂白，直接质问本侧妃为何欺负令爱，本侧妃一点都不生气的。你既然道过歉了，今天这事儿就接过去了。叶侧妃说笑了，臣妇万万不敢对叶侧妃不敬的。您这么说，就是给臣妇扣大不敬的帽子，臣妇惶恐，万万不敢应的。哦，那行吧，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沈夫人说的对，确实没必要上纲上线的。沈夫人可别惶恐了，好像我欺负你家闺女又不放过你似的，本侧妃可没有那么坏的心眼儿。沈燕气的脸扭曲了下，刚才上纲上线的是你，现在说不的也是你。短短几句话，她真实的感受到了叶青芷的难缠。就这么又等了1刻钟，她才看见凌月公主回来了。赏梅赏得那么开心啊？这方府的梅园确实不错，咱们回吧。不给自己找驸马了？不看方大人选的天房了？急什么呀？驸马暂时不找了，方大人选不选天房的，又会选谁，我又决定不了，没什么看的。走。石景啊，娘觉得这工部侍郎陆家的大姑娘不错，她之前订过1次婚，不过因为家中祖母去世要守孝，就延误了婚期。等出了孝期能结婚了，却发现男方连庶长子都生出来了。陆家不愿自家姑娘受这气，
婚事也就作罢了，所以这姑娘也就被耽搁了。之后婚事又不顺，如今都20岁了，娘寻思着毕竟是给你做填房，姑娘大一点也好，成熟稳重，心思也周全，进门就能照顾昭昭他们。方老夫人巴拉巴拉的说了一堆，发现儿子神游了。石锦，你想什么呢？这陆姑娘各方面很符合娘的心意，就这样定下。母亲，对不起，暂时不能让您如愿了。什么意思啊？儿子暂时不打算续弦。你何时也出尔反尔了？之前说续弦的可是你，为何又改了主意？抱歉，让母亲受累了。你是不是看上了谁啊？你说，只要不是太离谱，娘铁定帮你娶进门。儿子心中有成算，无需母亲操心。你下次再偷吃，把嘴巴磨干净再回来。方云燕抿抿嘴，面无表情地冲自家老母亲一拜，转身离开了，耳朵有些红了。当天晚上，殿下来了，可用过晚膳了？果真没有童秀儿，青青身上香得很。殿下的消息倒是灵通，我还没给殿下汇报呢，你都知道啦？你怼的沈夫人都向你低头认错了，如此大快人心的消息，底下的人都想邀功，自然是迫不及待地告知本王了，又给本王长脸了。本王的青青可真能干。那殿下给不给奖励啊？你想要什么？有件事情没有琢磨明白，想让殿下帮我拿个主意。好，什么事儿？还有你这个聪明的小脑袋瓜想不明白的事儿。殿下，你说有多大几率皇上会同意方首府做驸马？为何突然这般问？灵月公主说想嫁方大人，难不成让你帮着出主意了？那倒是没有，之前我以为就公主一人单相思呢，可今日我才知方大人对公主也有同样的心思。我不了解方大人，但他能年纪轻轻坐上首辅之位，心机手段自然不是我能猜得到的。我就怕方大人这样的人一旦动情就可能深陷，一发不可收拾，再闹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若是方大人辞去首辅之位求娶公主，皇上可能同意？景王立刻拧眉摇头，我也觉得皇上不可能同意。可是我隐隐有种感觉，方大人估计在憋着大招呢，他可能真的会为了娶公主干出此关之事，而我怕皇上依旧不同意，还会将公主远嫁，结束此闹剧，最后受伤害的还是公主。你确定方大人会辞官求娶？不确定，但说不定呢。方大人那样儒雅清高的人一旦动情，或许真的能为公主舍弃权力，做个富贵闲人。方大人毕竟不是肃王，还没那个资格让皇上信重到愿意把公主嫁给他，还让他当权臣吧。这倒是提点我了。这事儿你问我，还不如去问肃王。若论这世上谁最了解皇上，那就是肃王。谁能让皇上让步，还是肃王。谁能将离谱的事情变成合理的，也得是肃王。哎呀，殿下你念经呢，肃王肃王肃王的，咱们什么事情都要找肃王爷，这也太不好了吧。一个是他的侄女儿，一个是他的至交好友，这事他不管谁管？这么说的也对哦。那明日我就去肃王府，正巧看望一下娘亲，问问他们药王谷的医女找到了没。景王点点头，自认为说到这正事儿也就说完了，他的手开始不老实了。殿下，我小日子来了。那我们继续说话吧。不是你离开，我睡觉吗？最后景王也没离开，两人盖着棉被纯纯的聊着天，说着说着叶青芷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叶青芷用过早膳后就主动去王妃那里了。青芷啊，可用过早膳了？我还想着一会儿派个丫鬟请你过来呢，正好有事儿要问问你。吃过了，王妃还没用早膳。
树屋再忙也要顾好自己身子，有些事情不必亲力亲为，要擅长用下面的人。倒不是树屋，是倩姐儿昨夜受了寒，突然发了烧。刚才夏淑妃派人来告知，请了太医，我又亲自过去瞧了瞧，这才回来。咱们府里的女人还有庶子庶女摊上王妃这么心善的主母啊，绝对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了。就你会说话，昨个听说你在方府教训了陈家嫡女一顿，还编出什么罗刹鬼、小儿鬼的吓唬她。就你有这个胆子做这事儿。那罗刹鬼、小儿鬼的佛教故事中常有，也不是我瞎编的。唉，我明日要回一趟国公府，不怕青芷你笑话，虽然我现在是简王妃了，我甚至还让皇后吃了瘪，也没那么在意我的出身了。可想到要回去，想到面对嫡母还有嫡姐，哎呦，我还是觉得紧张。想到他们可能要在背后说的那些话，哎，也不对。我那个嫡姐一向跋扈，欺压我欺压惯了，纵然我是景王妃了，一些嘲讽难听的话，她也铁定会当面说的。我可以发火发怒，仗着景王妃身份发落嫡姐，治她藐视皇家的罪。可是国公府毕竟是我的娘家，也是我的依仗，我若是闹得太僵，我也有诸多担心。一是怕我娘在府里被搓磨，二也怕国公府和我离了心，阳奉阴违，关键时刻不出力还拿捏我。三嘛，就是名声问题了。我太过较真儿发落嫡姐，治她的罪，铁定落得一个得势后欺压嫡姐的刻薄名声，显得我不够端庄大气，不够沉得住气，失了风度。可是除了使出强硬手段，我一旦面对言语嘲讽攻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巧妙化解才好。青芷，你在这方面最是擅长了，尤其是在方府刚发生的事儿，恰恰说明这一点。所以我特意向你取经，拜托你教教我该怎么说。王妃，恭喜你啊，你立身扬名的机会又来了。只要你做到我接下来说的几点，等过了明日，就再不会有人小觑你了。以后你出席宴会不想和其他贵妇多比比，你就淡淡一笑，估计啊能让他们吓退，不敢和你交手过招。难不难？很简单，以后只要面对有人当众刁难你、羞辱你、让你难堪，你就祭出这套组合拳，保准让对方下不来台，王妃可全身而退。第一步就是千万别生气，就当是看猴子表演了，一定要表明你欢迎的态度，用你从容不迫、雍容大气的态度来衬托他的蛮横无理、无规矩、无教养。张静怡点点头，对照昨个丫鬟给她讲的叶青芷的做法就悟了，这就是有现身说法的好处了，更容易让人理解掌握。第二步，细节化，不管对方指责你什么，你就让他说的详细点，再详细点，举个具体的例子什么的，通常对方也说不出细节的，就被噎住，也能彰显他指责你站不住脚，不可信。第三步就是你要同情他、可怜他，宽容大度的守护他，而不是生气。王妃可以这么说啊，姐姐啊，我知道你针对我，是后悔当初让我替嫁了，可是谁让我好命又好运，福运来了，姐姐都要给我抬轿子。像姐姐这么命苦的人，我田富贵接不住，哎，我也好同情姐姐的。姐姐有怨气就冲我发泄发泄吧，我都懂的，万万不会和姐姐生气的。以后姐姐有难处了就来找我，妹妹一定尽全力为姐姐排忧解难。哎，谁让姐姐命苦呢？哎呀，青芷啊，你这些话也太绝了，哎呀，比直接发落他可要好太多了。我既有宽容大度的好名声，还不会被人小觑。王妃觉得有用就好，
多多琢磨琢磨，其实凭借着这套话术，王妃绝对能应付所有皇家宴会。青芷，谢谢你，我一定好好琢磨，早点出师。叶青芷从王妃那儿离开，就坐上马车去肃王府了。到了肃王府娘亲这儿，居然看见了凌月公主。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来看望皇婶的呀，来听她讲讲佛经，好让自己这浮躁的心啊静一静。好巧啊，我也很浮躁呢，特意来找我娘静静心的。公主昨夜没睡好吗？光想着方大人了，夜里都难眠啦。嘘，懂就行了，不要说出来嘛，怪难为情的。若是方大人求娶，公主会嫁给他吗？青芷，你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昨日还不够明显吗？方大人也把公主放在了心上，并非是无动于衷。你也觉得他是故意的，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人可真是，他那就是故意勾搭我，不，应该叫是故意考验我的定力。哎呀，我看出来了，公主啊，你就是个渣女。对方大人的态度是想着玩玩就算了，满足心中念想，不想着负责的。若是方大人钟情于公主，愿意为你辞官，只做一个富贵闲人呢？我何德何能啊？这我也承受不起，我也不愿意看见这样。那就去和方大人说清楚，别因为两个人沟通不好，各想各的，出了误会，惹了麻烦。明确告知他你的底线在哪儿，别让他失了理智，害了你们俩。我这2天就想办法见他一面，说清楚了。公主好棒啊，你比谁都拎得清，以后也会过得很好的。哎，你快去里面看望皇婶吧，我去园子里面转转。青芷来了呀。娘亲身子可还好？弟弟妹妹们还乖吗？挺好的，他们都挺乖的，我还没觉得太累。那就好。可找到药王谷的医女啦？王爷说人是找到了，但进京来还需要10日，不着急，我还有好几个月才生产呢。现在太医每天都会来诊平安脉，我也有按照嬷嬷说的用膳食补，走动锻炼，一切安好。那就好，那就好，娘亲还是辛苦了。我父亲一直没有再娶，这叶府里连个主事的女人都没有，实在是不方便。催父亲再娶，他自己倒是不急，还说该给大哥娶亲了。大哥年岁确实不小，娘，你对大哥娶亲可有什么想法？只要姑娘有能力管家，与你大哥一条心就行。至于门第，与其高娶攀个好岳家，不如低娶选个踏实的，嫁给你大哥心里不会委屈的姑娘，日子过得更顺畅。你大哥娶亲一事，本该我给他操持的，可我久不过问这些俗事，也不知哪家姑娘合适。回头我问问王爷，让他找人选一些合适的姑娘出来，再让你大哥自己选吧。好，王爷能者多劳，我这次上门也是因为姻缘一事，想要询问王爷的意见呢。哦，谁的姻缘？凌月的。叶青芷简单的和娘亲说了凌月和方云燕的事儿。穆念秋听完，只是淡淡道：“各有缘法。”另一边，看着湖里的鱼，静静的发呆。不知过了多久，凌月听到有人走过来，便抬头看去。你怎么在这儿啊？微臣找苏王有事商议，苏王急着回府里看望穆淑妃，微臣便跟着一起过来了。恰好看见公主也在这里。跟本公主来。凌月丢下这句话，就脚步匆匆地朝前走去，身上有一股子本公主现在火气大，谁都别惹的势头。
等方云燕也进屋后，他将门一关，一句话不说，拽着他就往床上一丢，整个人压上去，发了狠的亲他。动作一气呵成，有章有法，直接撬开他的唇，不给他一点拒绝的机会。殊不知，被他压着的男人其实也不想拒绝，甚至比他还要迷醉。理智的旧嫌一旦崩裂，新找回来的理智就很脆弱，受一点刺激引诱，就会瞬间土崩瓦解。方大人，你明知我对你的心思，知我是想亲近你，你还这么招惹我干嘛？哼，你难道是真的要做我的驸马吗？但不是现在。你别吓我，你是父皇信任重用的首辅，你还这么年轻，你的仕途才刚刚开始。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就失了抱负，做一个闲散人。这一日两日的是友情饮水饱，不会考虑这些。可是1年2年，往后余生，你的才华不能施展，那该多郁闷，那是会生怨的，我们也就会成了怨偶。还不如这样，在这个最美好的时候分开，留有美好的遗憾，往后余生念起彼此，虽然疼，可也是甜的。施展抱负才学，也不一定要祸于帝王家。编书立传，修订史书，精进才学，做一个不入世的大儒，才是我心中所求。真的吗？你真不是在哄骗我？你这该不是被我美色所迷，失了智，才生出这样的想法吧？以后可还是会后悔的。我在公主眼里就是这样不堪的小人。那需要我做什么？只需要公主忍耐地等待一段日子。忍耐这个词用的可真好。若是皇上问起你此事，你就装作不知我的心思和打算，明白吗？好，不过我会先和母妃通个气的，免得她一直操心我的驸马人选，甚至闹不清形势，又太过忧心我嫁不了好人家，为此和皇后做什么交易什么的，那可就完了。荣昭仪娘娘知道了，会是什么态度？我母妃一直知道我对你的心思，还骂我痴心妄想。这若我告诉她你愿意辞官娶我，她一定很惊讶，也会很高兴的。娘娘不反对，娘娘不反对。待我辞官，嫁于我，公主还是受委屈了。母妃为何会反对？你那么好，相貌、才学、能力、人品、仕途、官位是样样顶尖，就是年岁大一点，有个亡妻还有俩孩子嘛，可这有什么呀？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我只恨我出生太晚，我要是早出生个11、12年，一准没你亡妻什么事儿。我还要去见肃王，日后还是不要这样见面的好，被发现了，对公主名声有损。好呀，都听你的。哦，对了，我还要和青芷说一声，他是我好友，刚才还提醒我要和你说清楚的，就怕你一时冲动，直接辞官，反倒是害了你我。青芷的心思通透，聪慧过人，又是景王哥哥宠爱的侧妃。你既然有意助景王哥哥夺嫡，那就让他给景王那边通个气儿好了。也可。苏王看见凌月，见他满脸笑意，满面春风的模样，一脸了然地说：你刚才看见方云燕了？嘿，没出息，她不就长得俊点儿，见她一面怎么就值得这么高兴啊？皇叔，你看见皇婶不高兴吗？我这高兴点儿，那不也是很正常的吗？我们俩能一样吗？皇叔，你可快去前院书房吧，这方大人还在那儿等着你呢，别让他久等了。哎，你快去快去，我和青芷好好说说话。和皇婶说了一声，凌月拉着叶青芷去外间说话，告诉他方云燕的打算，
还有她应该能安然嫁给他。叶青芷了然，你回去和景王哥哥说一声，可别忘了多给自己邀邀功，就说你说服了我，我又征服了方云燕，让她甘愿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的公主殿下，倒也不必。一个个的主动让他抱大腿，真的很感动。以后他也能争取让他们抱他的大腿，就互抱呗，这样才温暖嘛。殿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做局，给陈家最小的嫡子下套，让他陷入一个死局中，先让陈家痛一痛。殿下厉害，在搞陈家一事上，殿下或许可以和方首府通通气，拉通一下彼此能利用的关系和信息渠道。方首府，你不会出去一趟，给本王拉来了方首府的全力支持吧？叶青芷笑眯眯的点点头，给他说了方云燕的打算。景王真想躺平啊，真的，吃软饭吃多了，也觉得撑得慌。现在本王真心觉得青青是我的福星，从你来到身边短短半年，本王的身边发生的都是好事，就连这凶险的夺嫡，都是被人追着给好处。翻遍史书，恐怕都找不到本王这么幸运的。互相成就嘛，以后人家能够仰仗的也就只有殿下。本王即便以后坐上皇位，也不会把佛主送到身边的小福星给煮了，因为本王怕佛主怪罪，再让本王日夜梦魇，不得安生。殿下，你做锦衣卫指挥使的时候，审讯完那些犯人，会将人杀死吗？要杀，但不用本王动手。有何问题？为何要这般问？随便问问，对殿下的任何事情，人家都好奇嘛。青青有没有想过，想要什么样的奖励？景王见他依旧摇头，思虑了一番后，青青为本王做了这么多，本王不给你些什么，总觉得太委屈你了。容本王想想，定要给一份配得上你的大礼。那妾身就等着殿下的惊喜啦。另外一边，凌月回到宫中，就去了母妃那里。你来的正好，为娘列了个名单，上面是相貌身份才学人品都还不错的青年才俊，等到年底的宫宴上，你也挨个瞅一眼，有看顺眼的，娘就去求你父皇，让他给你赐婚。娘，不用了，我已经找到驸马了。娘知道，在梦里找的方大人是吧？可梦里的也不能跑出来给你暖床啊！你过完年都19了，说什么都要嫁人了。娘，我跟你说个秘密，你铁定想不到。贴近母妃的耳边，小声的给她说了方云燕的计划和她的求娶。能耐了呀，我的闺女，你真的得偿所愿了，挺好，挺好。娘也了却了一件大心事，一会儿去御膳房多要几个菜，给你庆贺庆贺。终于有人接手了。娘，你这口吻好像赔钱货终于卖出去了一样。方云燕回到府中，也同样被老母亲给叫过去了。石锦啊，娘想了又想，你养外室终究不妥，被外人知道了，御史一准弹劾你，有损你的名声。你要是真喜欢对方，娘也不管对方什么身份了，咱立刻娶进门，这样才妥善，对不对？母亲，我没养外室，我倾慕的是凌月公主。谁？凌月公主？你难道还想做驸马？你还不如养个外室呢。母亲，喝些茶水，压压惊。你首辅不做了，要去做驸马，你问问你爹同不同意？我会说服父亲的，母亲无需担心。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担心了？我就看你怎么说服你父亲那个犟种的。请母亲静候佳音。翌日下午，
叶青芷先收到了一份王妃送来的大礼，一堆好东西，琳琅满目的。周嬷嬷带着2个小丫鬟亲自送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桌案上，说是谢师礼。叶青芷便笑了，看了眼那堆礼物，询问周嬷嬷王妃在镇国公府发生的事情。周嬷嬷克制着兴奋，高高兴兴地讲了一遍王妃是怎么对的嫡母和嫡姐，面色扭曲，差点吐血的。那就劳烦周嬷嬷转告王妃，恭喜她已经出师了。侧妃，这事奴婢知道，那天你在方府教育陈姑娘的话，现在外面都传开了。这些夫人送您大礼，铁定是感谢您那番话，让世人不好再随意的讽刺伤过您一身铜锈啊。莫不是有什么人借着他的那些话，在背后刻意引导、推波助澜，故意扩大影响力？这是要帮他造势，提高个人声望，还是要捧杀他？他可不想被人利用了，还傻乎乎的觉得是自己厉害呢。很快，景王就回来了。哦，是本王刻意让人散播你的那些言论，又进行了一番引导，为你造势，提高你的声望。为什么？青青可知，为何后宫的女子都想做皇后？乔殿下问的，皇后可是一国之母，地位最是尊贵，想做皇后不是很正常吗？具体说说，皇后如何尊贵了？皇后这个头衔，除了拥有地位和权力之外，还有一种先天声望。不管皇后的德行配不配得上，表面上皇后都会被世人敬仰尊敬，其他女子见了她都要跪拜行礼。殿下为妾身造势，是要提高妾身的个人声望吗？等妾身的个人声望达到一个顶端，即便是没有皇后的头衔，也同样被世人敬仰尊敬，是这样吗？本王的青青真是聪慧，本王觉得只有这样，将你捧上名誉的高位，才不至于委屈了你。好慌啊，怕塌房。殿下，您的心意妾身真是太感动了，就是吧，哎呀，你听臣妾说啊，这件事情啊，不是那么简单的。领导啊，咱们俩最近沟通确实有点少，来，好好聊聊，清理一下你的恋爱脑，恢复一下理智，别觉得好的就想给我，也不问我要不要。青青，本王知道你想夺揽，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可你有没有想过，再过个10-20年，本王登上皇位，肃王也老了，王妃坐稳皇后之位，世子成为储君，你若没有自己的地位声望，没有忠心的拥护者，你又凭什么立足？只是寄希望于本王与王妃的昔日情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利益才是最牢靠的。青青，你是个聪慧的女子，你如今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高峰上，可是还未到顶端。接下来的路是不容许你往回退缩的，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在你的背后已经站着一些拥护你的人。你想夺揽，你想往后退，他们就会跌下去，会摔得很惨。你不是冷心冷血的人，你在意他们，为了他们，你也只能往前进，体现你的价值，稳固和提高你的地位声望，一直拿捏住王妃，甚至一直拿捏住本王。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生活，才能真正的享富贵清闲。还不明白吗？现在远远没到你夺揽的时候。你倒是什么时候都不忘给王妃扒了好处，事事都以她为先，维护她的威望。这不是妾身的本分吗？妾身的小日子走了，殿下要不要留宿啊？让妾身也在殿下这儿尽尽本分。靖王呼吸顿时乱了，他都多久没享受过这种高级待遇了，激动一点很合理吧。翌日，景王和叶青芷一起用完早膳，身心舒畅地从烟柳院离开，一路好心情地去了王妃的院子。正巧这会儿正是其他的妾室
来给王妃请安的时辰。本王的后宅何时成了青楼妓院？一个个的搔首弄姿，嗲声嗲气，没有一点端庄仪态。从今日起，都开始给本王好好学规矩。王妃，教导管教妾室是你的职责，看看你做的，一个个的都没了规矩，让本王很失望。从明日起，让叶侧妃也天天过来请安。她故意夺了，你还纵容，成何体统？臣妾有错，还请殿下息怒，臣妾一定改正。等王爷一走，赶紧把庆旨请来，问问他王爷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都先起来吧。刚才王爷的话你们也听到了，从明日起都给本王妃好好学规矩。毕竟咱们爷身份地位不一样了，更需要你们谨守本分，不可做出任何给王爷声誉抹黑的行为。若是被本妃发现了，直接杖毙。妾身听令，都退下吧。青芷，刚才殿下过来发了好大一通火，让那些妾室们好好学规矩，还说要你每日来我这里请安，这是要闹哪一出？王妃，王爷这么做是要给您树立威望呢。之前咱们一个小小的侯府后宅，这规矩散漫些也无所谓，也没人盯着。可现在啊，咱们爷那可是景王了，还要往上爬。这后宅呀，就不能再像之前那般没有规矩，否则皇上知晓了也会责怪王爷和王妃，还会觉得主子们能力不行，难堪大任。王爷的后宅能否安宁，王妃是否宽容大度，又不失威严，妾室是否安分守己，谨守本分，这都能衡量王爷的品行能力，也都在皇上的考核表中呢。之前妾身想要多来，就请王妃免了请安，如今万万不能这么做了。您是王妃，妾身是侧妃，不论在什么时候，妾身都要以您为尊，维护您的威望。青芷，我何德何能让你这般全心全意地为我打算？以后我若是有一丝怀疑你对不住你的地方，就让我不得好死。哎呀，王妃不必如此，妾身为您打算，自己也是受益者，咱们是利益联盟。等到年底宫宴的时候，妾身和王妃打个配合，您呢就尽显您当家主母的威严气度，宽容大气，妾身就尽显为妾的安分守己，忠心护主。如此一来，皇上看在眼里，便会赞赏王爷和王妃后宅和睦，之下有方，能力出众。而其他的世家主母看见王妃能让妾身这么恭顺啊，也会高看您，赞誉您手段了得。毕竟妾身又不是普通侧妃，妾身不光得殿下宠爱，又有肃王撑腰，还与灵月公主交好，又在藩府的宴会上扬了名，让其他人知道妾身不是个好惹的主。妾身有这么硬的靠山，对着太子妃母亲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可是对着王妃您恭顺听话，服服帖帖，这越发衬托了您手段了得。再算上王妃令皇后吃瘪宰相的声望，还要在镇国公府面对昔日嫡母嫡姐尽显宽容大气的好名声，您可就真的是牛逼坏了。妾身敢说啊，不会再有人小瞧您了。翌日，他就邀请灵月公主一起去了英国公的府邸。一开始宴会进行得很顺利，到了后半段，就有人跳出来找叶青芷的茬了。叶青芷和他切磋了3个回合。第一回合，苗夫人说叶青芷的佛经造诣一定很高，知道罗刹馆、小儿馆的典故，说他家学渊博之类的，其实就是影射他靠娘亲上位才得侧妃之位。本侧妃不爱吃斋念佛，就是个俗人，因此佛经造诣不高，只知几个典故而已。可本侧妃心思纯净，不存害人之心，更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争不抢那不该属于自己的，因此佛祖就偏爱几分。就连了因大师都说本侧妃福缘深厚，命中自有贵人相助。像苗夫人这样一看面相就命苦的，估计是不能理解何为福缘深厚，什么是被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叶侧妃啊，我这人命好得很，并不苦，你恐怕是不知啊。那就好，那就好，不命苦就行，具体的本侧妃就不需要知道啦，毕竟过日子的是苗夫人，也与本侧妃无关。第2回合较量，苗夫人再次落败。
第3回合，叶青芷主动出击，给苗夫人还有其他人讲了个窦娥冤的小故事。叶青芷都无需极力渲染，这种经典故事只要讲出来就能吸引人。等讲到窦娥被冤死时许下的3大誓言，血溅白练、6月飞雪、抗旱3年都一一应验时，众人各种唏嘘，震撼不已。苗夫人，你家老爷可是刑部侍郎，专门掌管刑狱一事，回去你也好好给他讲讲这故事，可别让他手底下出个窦娥一样的苦主。若苦主的正义无法伸张，邪恶无法被惩治，老天爷也会看不下去的。人在做天在看，人不罚天也会罚的。叶侧妃说笑了，我家老爷公正严明，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是断然不会有冤假错案的。那是自然啦，若是有，你家老爷也不能坐在侍郎的位置上。窦娥冤的故事呢，就是提醒当官的一定要为百姓做主伸冤，伸张正义，不用较真。里面说的3大誓言也不可能真的是实现。是，侧妃说的是，即便不做真，可这个故事也说得太有道理了，特别深刻，特别警醒。教训完苗夫人，后面大家就都乖巧了，没谁再找茬了。出了英国公府，明月公主笑着又把叶青芷给夸了一顿。你这小脑袋瓜确实是好使，讲的窦娥冤的故事也真好听，让我又生气又震撼，最后还觉得解气。回去我就告诉父皇，他应该也能喜欢这故事。也不知去年青州大旱是不是因为冤情导致的，可也别管是不是，就说是，直接开始造势。就现在的刑部侍郎那狗腿样儿，不可能是个刚正不阿的，那手下一准是有冤假错案。可不是人人都是大理寺的顾大人。借着这事儿，我家石景和景王哥哥联手造势，摆出证据，再以舆论压迫，这到手就能轻易把那个刑部侍郎给拉下马，然后咱们再换上咱们的人，绝了！你说呢？要他说呀，要是公主是个皇子的话，可能就没他家领导啥事儿了。也不对，两人非得斗个你死我活的。再说就是他可真是太能干了，感觉又干了一片大的插会儿腰，可把他牛逼坏了。凌月公主回到宫里，就去找父皇，就说我有个有趣又有意义的事儿要禀报给父皇。内侍就去禀报了，不一会儿就出来笑着告诉凌月，皇上让他进去。你说的是什么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啊？父皇，我今天去表叔家参加宴会，景王哥哥府里的叶侧妃也是和我一起去的。他在宴会上讲了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叫窦娥冤。哎呦，听得女儿是震撼不已，我就想着回来赶紧分享给父皇。窦娥冤？哎呀，光听名字就有趣。凌月，快些讲一讲。凌月便将窦娥冤的故事讲了一遍。皇上听了此故事，双眼微眯，想的是怎么借此御臣，散播舆论，树立官场警戒线。太子听了就想，这应该是景王出的招，他开始担心底下的人会不会因此中招之类。刑部可是他的自留地，不光刑部侍郎是他的人，里面的不少官员都是太子党。景王和方云燕听了这个故事，想的是针对陈家小儿子的局该收网了。两人对视一眼，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这故事说得不错，非常不错，很深刻，很警醒。可见讲故事的叶氏也是个心中有沟壑的聪慧人啊。父皇，儿臣听到这个故事后，除了觉得震撼之外，又不禁想去年青州大旱的事儿。青州半年之内不下一滴雨，导致大半个州都颗粒无收，灾民无数，饿殍满地。父皇还为此下了罪己诏，安定民心。可这真的是父皇的错吗？老天发怒，久不降雨，那兴许就是青州藏着天大的冤情呢。
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天罚。下面的官员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导致民怨沸腾，这才会引来天罚干旱。可最后却要让父皇来背锅认罪，想想就令人气愤。父皇，你觉得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好闺女呀，会说话就多说一点，这话听着舒心呢。说的有道理，不无可能。凌月，本王也觉得你这话说得太好了。皇兄自登基以来，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就不敢松懈一天。皇兄对得起大赵百姓，对得起江山社稷，他能有什么错呀？一定是下面的官员鱼肉百姓，贪赃枉法，制造了一堆冤假错案，那些窦娥们的冤情聚在一起，就犯了天怒，导致天不降雨。本王真是越想越气，断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兄背这样的黑锅。皇兄，等过了年，你就派景王去青州明察暗访吧。他以前就是干锦衣卫的，最擅长查案一事，让他把青州的官员摸个遍，一准能摸出一些冤情来。禀皇上，每年青州的官员考核，上交吏部的情况几乎一致。微臣有理由推测，他们在上面弄虚造假，确实需要核定。太子一看，好家伙，哼，你们3言2句话就要动青州，那怎么行啊？青州那是陈家的祖籍地啊，万万不能让景王去那边查案。说完这事儿，皇上也没心情听言中总结了，直接散会。凌月，你先别走，朕还有话要问你。父皇，什么事儿啊？朕知道你对方爱卿有几分心思，你想不想嫁他呀？父皇，儿臣确实是对方大人有心思，可那也是属于小女孩家的儿女情长，是镜中花水中月的幻想。方大人是首辅重臣，儿臣可从来没动过让他做驸马的心思。儿臣就是再怎么拎不清，也不能和父皇您抢人啊。这话说得发自真心，他可没欺君啊。可是这是之前的想法，现在嘿嘿，不是儿臣要抢人，是方大人主动要往他的碗里跳，他实在是拦不住啊。嘿嘿嘿。朕知道你一直都是个聪慧通透的好孩子，你母妃前几日还给朕提及，万不能再纵着你了，要给你找个驸马，明年一定把你嫁出去。若方爱卿有辞官求娶之心，凌月，你可愿嫁？这怎么可能？方大人年岁不大，怎么就要辞官了？他首辅不做了，那父皇不就少了得力大臣？说实话，儿臣乍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着实恐慌，不安都大过了惊喜。儿臣不明白，也不敢应承。这涉及到朝堂争斗，朕不和你说那么多，你只要明白，方爱卿明年便会辞官，你若想嫁他，到时候朕给你们赐婚。父皇，这是真的吗？方大人真的会辞官不做首辅了？你真的会跟我们赐婚？我这多年的相思夙愿就突然间成真了。我可以把方云燕拿下，让他做我驸马了。天哪，这不敢信，真不敢信。这青芷一定就是我的小福星。你个姑娘家家的，也矜持点儿。父皇，人家就是太高兴了，一时间忍不住，您见谅，见谅。父皇，听说前段时间方大人还在选续弦的人呢，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去敲打一下方大人，告知他不能娶别人，
让他等着做我的驸马。父皇，你觉得呢？别惹出麻烦来，到时候煮熟的鸭子飞了，别来朕这儿哭。凌月点头如捣蒜，虽然把他家实情比喻成鸭子，让他很不喜欢，但是他也没想着现在就煮熟啊，他顶多就是啃2口，2口不够就再啃2口。凌月公主风一般的从皇宫里出来，就看到了停在路边的熟悉马车。师姐，你是不是在等我？皇上找你说什么了？可是试探你要不要嫁给我。父皇说等明年你辞官之后，就为我们2个人赐婚。师姐，从现在起，你可就是本公主的驸马了，不准你再看其他女人，也不准纳妾，你听到没？微臣听令。以后眼里心里只有公主一人。青州一事能有定论吗？过了明年，能不能让景王哥哥去那边查案啊？可以，且耐心等等，最多半年，明年中秋节之前，我必是公主的驸马了。我也没那么心急是微臣心急。景王从皇宫回到府里，就去找叶青芷，抱着他各种亲亲抱抱一通夸，简直要把他给吹上天。殿下，妾身就是个抛砖引玉的，还是殿下你们利用的好，配合的好，否则也不会演出青州一事，直接要动陈家的根基了。今日虽然在御书房说的都是调查青州官员一事，但实际上我们接下来要动的还是刑部，青州要留到年后。另外一边，方云燕回到府中，我今日听你父亲说，皇上已经准了你辞官的请求。皇上对儿子还有几分君臣情谊，虽然不高兴，但还是准了。皇上要是知道你对凌月公主有不臣之心，想做驸马，恐怕你那点君臣情谊不够吧？母妃无需担心，皇上那边公主已经出手搞定，待我辞官，皇上便会为我和公主赐婚。哦，那就好。哎呦，凌月公主可真能干，这速度真不是一般的快。公主聪明伶俐，会审时度势。皇上一直对公主疼爱有加，又觉得有几分亏欠，所以还不等公主主动求嫁，皇上便主动提及了此事，一切都刚刚好。瞧把你骄傲的！聘礼仪式倒是还需要母亲操持。把你的家底都拿出来。就该如此，嫁给我终究委屈了公主，我要把我能给的全都给她。从皇宫散会，太子和陈尚书就召集了手底下的能臣干将还有幕僚，一起商议该如何应对青州一事。哎呀，景王那边会不会拿属下开刀啊？你的确要多加注意，将过往的卷宗还有一些尾巴都清理干净。有敢喊冤的，在事情变大之前直接将人给杀了。那位叶侧妃确实有几分诡辩之才，难道咱们就任由他这么到处蹦跶惹火吗？哼，除掉一个小侧妃有何难？下次他去参加宴会，一杯清酒一个男人，就能让他彻底毁了，还能给景王戴个绿帽子。行，就这么安排。然而事情并没有太子他们想的那么顺利，叶青芷确实有隔天就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太子的人也准备妥当了。大冬天的，宴会上女眷也会喝一些米酒暖身子，可叶青芷滴酒不沾，问他就是喝酒会起疹子，过敏不能碰，行吗？酒不行，那就往你身上泼一杯水，引着你去换衣衫，照样能把野男人塞到你怀里。可是水泼到身上了，
叶京只直接起身告辞，众人挽留，他就直接说道：对不住啊，今早本侧妃出门时，王妃特意提醒说，宴会中若是衣服被人弄湿，就立刻回府，别因为更衣中了坏人的招数。王妃这般叮咛和教导，本侧妃感激涕零，更何况听从王妃的话是本侧妃的本分啊，不敢有半分不服从的。众主母傻了，叶侧妃居然这般给自家王妃抬轿子，长脸面。太子的人心想，这叶侧妃呀，怎么那么难搞？下次一定要找个别的法子，做好周全准备，让他一定掉坑里。眼见都过了小年了，太子每日都要含怒问一遍手下的人：怎么叶侧妃还好好的？她什么时候给景王戴绿帽子？属下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叶侧妃龟缩起来了，他们有再多的坏点子，也没机会下手啊。那就等宫宴再动手。然而还未到3日后的宫宴，第2天他们这边先出事了。陈家的嫡出小儿子陈光耀失手把皇上的堂侄子谢永胜给捅了，人没死，可捅的地方太往下了，变成太监了。皇上知道此事后都气笑了。是朕的种，一出手就够绝的。皇上立刻把景王召进宫。陈光耀捅伤谢永胜一事，是你布的局。回父皇，是儿臣。陈家是太子岳父家，陈尚书是父皇的亲家，还位高权重，轻易不好动。想要他痛，让他惹上轻易摆不平的灾祸，就只能另辟蹊径。所以儿臣思来想去，决定动他的心头肉，小儿子陈光耀。陈光耀得宠，又是个纨绔，心思蠢笨还自大，好接近，好哄骗，做事还容易冲动上头，太适合惹祸了。而能和陈家硬碰硬的，只有我们黄家人。皇室宗亲众多，仗着是宗亲，作奸犯科的纨绔也不少，而谢永胜是最佳的人选。谢永胜这一脉虽在朝中无实权，但是和太祖关系亲近。当年谢永胜的祖父更是为太祖挡过剑，这是能顶罪的大功。念着旧情，父皇也给他们面子，多有赏赐，还让他们在宗人府担着职务，拿捏着一些宗亲。虽然他们有地位了，谢永胜的祖父和父亲也享受了多年的泼天富贵，可骨子里还是混不吝的泼皮刺儿头。让谢永胜做太监，又留了他的性命，让他们痛，又没有痛到底，还时时刻刻提醒着谢永胜他们这一耻辱。因此对陈家的恨足以让他们疯狂，绝对会站在太子的对立面，因为只有打倒太子才能扳倒陈家。儿臣只要这时候稍微示好，就可获得谢永胜一脉以及与他们交好的一部分皇家宗亲的支持。此消彼长，用此办法能够迅速地弥补儿臣在皇室宗亲这一块的不足，做到与太子抗衡的地步。这份揣度人心、借力打力的脑力手段，尽显博弈之术，让他非常满意。景王是有帝王之才的。你倒是算计得清楚，好好的一个年都让你算计没了。哼，朕还要为你擦屁股，大过年的听那些人哀嚎个不停。父皇息怒，儿臣知道父皇一定会为此心烦，所以儿臣有个建议。你说。父皇不妨称病，将这一堆子破烂事儿全丢给太子处理。您趁着过年放假，搬到皇家的温泉庄子上，泡泡温泉，好生休息放松几日。哎，这主意不错啊！累了一年，他也想躲清静，不光让耳根子清静清静，也养养眼，不想见的人便不见，只见想见的。这个主意不错啊。父皇，这件事上，太子无疑会偏向陈家，想法子护住陈光耀，即便将陈光耀关押在刑部大牢，也定然会让人好好伺候着。到时候
只要让人将这一消息透露给谢永胜，谢永胜这个已经变疯的狗，铁定也会咬住刑部不放的。稍加引导，刑部侍郎林有才就会成为谢永胜的报复对象。林有才需要应付谢永胜这边，就没精力再管什么往日冤案的苦主。等过了年，选在正月的某日，一起爆出来苦主一事，配合着窦娥冤的故事，激起学子们的愤慨。林有才等刑部的一些官员必定会被拉下马，到时候父皇在刑部安上自己的人，借此整顿刑部，也就重新把刑部给收回来了。景王府邸已经弄好了，你这2日就搬进去吧，这破烂事儿多远些。是，父皇。儿臣多谢父皇一片全权爱护之心。离开前，和谢府的人再吃一顿家宴，这家宴自然也包括东院的平南侯府那边了。家宴这天，你们都是好孩子，快起来！你们现在是皇家人，身份贵重，不要再跟老身磕头了。不管孙儿的身份怎么变，您都是孙儿的祖母，谢家也是孙儿的家。等明年春闱一过，明庆中了进士，入了仕，大房那边的爵位就让他来承袭。明庆是个不错的孩子，也能成为我的助力，孙儿会好生培养他的。老殿下费心了，明庆慢慢成长，能撑起西院这边，可东院那边，那明理是个糊涂虫。他于读书上也是个聪明孩子，又娶了清婉那么好的姑娘，本来也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可毁在了赵新兰手中。还有修寒的孩子，我以为他怎么也是明理的孩子，可没想到，这终究是明理自作孽不可活。明理的子嗣现在就只有一个庶子，一个庶女，看他那个样子，也不可能再娶续弦了。而东院2房的孩子也是资质一般，若是当初清婉的孩子好好的，应该也不会生出这么多的事儿。祖母，别说谢修寒不是明理的孩子，就算是，就以他母亲做的那些恶事，他纵然天资再好，也绝不可能让他席卷。现在能在侯府给他一片栖息之地，也是看在赵家的面子上。他的舅舅毕竟立下不小的战功，又是肃王手下大将，咱们也不好把事情做得太绝，而且家丑更不可外扬。你说的有理。祖母宽心，东院没有资质好的子嗣，就在宗族里挑一个天资不错，善于读书的，还是记在林清婉名下，日后他也能有后代一直给他祭拜燃香火。也只能如此了。回头问问明理的意思，选个好孩子，让他亲自带在身边教导，也让他找件正经事儿做，别一直沉溺于过去的悔恨之中，要不然这人就真的要毁了。说完这些正经事，老太君又和王妃说话，笑着夸赞了她一番。祖母，你恐怕不知，多亏了青芷提点我，如果没有她，我也成长不了这么快，做不到这么好。青芷不光帮助我打理后宅，处理庶务，在外还帮着殿下结交权臣，给殿下提供助力，她才是功劳最大的那个。若有机会，祖母应该在皇上那里多夸夸她。妾身可没有王妃夸赞的那么好，妾身做的那些都是本分罢了，也多亏了王妃宽容大度，能包容妾身的种种不规矩和逾越。这世间少有王妃这般仁慈的主母，妾身时常感激和庆幸呢。妻妾和谐，你可是有福气。你呀，要惜福，不要让他们日后寒心。青青又做噩梦了，林清婉又给你托梦了。是啊，又做噩梦了。这次又是什么？别害怕，本王曾经问了了因大师，大师说林清婉的残魄与你已经融为一体，
绝对不会害你的。他有什么残留的心愿或是执念还未得到平息，我们就帮他实现。等他平息了心中执念，就不会再让你做噩梦了。殿下去问过了因大师，大师说妾身和林清婉融为一体了。殿下听到这样的话，不会觉得妾身可怕吗？心里不会有芥蒂吗？刚开始知道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芥蒂。本王发现你能写2种字体，还派人查验了你的笔迹和林清婉的笔迹，发现其中1种字迹和林清婉的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本王很震惊，缓了2日才缓过来，也确定了了因大师说的没问题，你确实和林清婉的残魄融合在一起了。我的领导啊，你的心思真不是一般的深，偷偷摸摸在背后做了这么多事。那后来呢？殿下怎么也没找妾身询问此事？了因大师告诉本王，对于融合一事，你是被动的，不知情的，而且你依旧是你，并非林清婉。本王也没有问的必要，该说的你都已经说过了。了因大师，回头一定再给你多送些香油钱，多给你拉一些业务。本王也知道林清婉是何性情，你和她的确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不光有林清婉的一些记忆，你不是还有你前世的记忆吗？本王觉得恰是因为这些，才会成就现在的你，聪慧过人，又安分守己，明白底线，真诚不贪婪，让本王十分喜欢。而且你自从来到本王身边，还帮助本王良多，本王总不能享受着你带来的好处，还要骂你是个不洁的鬼魅。当时本王便想，只要你是人，不是能吸干本王的女鬼，本王也就认了你，接受你。现在本王越来越觉得你其实是个小福宝，不可能是什么鬼魅。本王也希望你可以日夜陪在我身边。你刚才又梦到了什么？脸色这么难看。别提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白日听了老太君的话，就做了个挺离谱的梦。我梦见当初林清婉生下的孩子可能不是死婴，我看到的梦境应该是属于林清婉过往记忆的影射，都是主观的思想或者是想象，不一定都是真的。林清婉希望孩子活着，就有可能在梦里孩子是活着的。产房那么多人呢，要林清婉的人，孩子是死是活，这些中仆难道不仔细检查一下吗？除非有人故意要害他，夺走了他的孩子，孩子明明有气息却被说成是死婴，要立刻抱出去丢弃，免得被人发现。可是这需要把对林清婉忠心的人都调走才行啊。但不是都说林清婉之家有道，规矩严谨吗？应该不会出现这样无脑的情况。而且当年谁有这么大本事冲他下这样的毒手啊？当时赵新来还没进侯府呢。这件事咱们先不下定论，既然有了新发现，重新调查应该就能翻出一些东西。青青，你虽然聪慧也很谨慎，知道自保，可是你心思太干净了，甚至有点太善良了。你没有害人之心，就无法想象一些女人为了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能做出多么阴暗的事情，耍的手段又能有多么恶毒。千万不要低估那些想往上爬的女人。妾身记下了。殿下还困不困？做什么？殿下，一起做个晨练吧。叶京直咬着他的耳朵，黏糊糊地说道。景王没想到他会这样，景王府的规格自然不是侯府可比的。看过新院子后，叶京直很满意。见过侧妃。嬷嬷坐吧，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问问嬷嬷，是关于林夫人的。侧妃想问什么？当年林夫人生产时，你可是陪在身边。当年主子生产比预产期提前了1个多月，那时候老奴家里正好出了事，老奴告假几天回家了，没有陪在主子的身边。等我从家里回来后，就听说主子早产，拼死生下了一个死婴。老奴当时生产过后，主子面如死灰，
日夜流泪，一度没了活下去的念想。老奴真是后悔死了。当年老奴若是不回家就好了，一直守着主子，就可能不会有主子早产一事了。你的意思是当年林夫人早产是被人害的，你们当年查了吗？我们查了，查得很细致，可是并没有查出什么结果。也许我们想起来查的时候太晚了，证据都已经被销毁了。那是谁在产房待着守护林夫人？稳婆是临时请来的，还是你们一早就找好的？不是说孩子被抱出去埋了，又是谁抱出去的？林夫人生下孩子之后就真的没能看到孩子一眼吗？那日在产房陪着夫人的是琥珀和夏夜，他们都是夫人的贴身丫鬟。稳婆是临时请来的，因为之前问好的稳婆当日被其他人请走了。老奴听说孩子是被侯爷身边的一个小厮给抱出去埋的，主子想给孩子修坟，来日投个好人家。侯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磨不过主子强硬的态度，就同意了，还全权操办此事。待坟修好，夫人也出了月子，便日日去坟前念往生经，这么持续了1个月，主子情绪也稳定多了，就不再日日去了，而是1月去一次。夫人说过，她有瞧了孩子一眼的，可她当时眼睛都被汗水和泪水弄模糊了，根本就没看清楚孩子的样子，人就累得昏过去了。侧妃，您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事情了？哎，嬷嬷，你恐怕还不知道赵新兰被幽禁的真正原因吧？因为是赵新兰害死了林夫人，她给林夫人一直下慢性毒。那谢修涵其实就是赵新兰的亲生子，之前谢明礼以为是他自己的孩子，就让人带回府让林夫人养着，现在也查明了，其实并不是。还有昨儿个林夫人又给我托梦，说是怀疑自己当初生下来的不是死婴，想要查明真相，找一找那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平南侯府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赵新兰，你个黑心肠的贱人，你不得好死，你死后下地狱也要受尽折磨。我可怜的主子啊，我可怜的主子啊！你看你这副死人样子，看多了都觉得晦气。人都死了，你摆出这副悔恨要死的样子给谁看？纵然林清婉回魂能看到，就你做的那些糊涂事儿，你以为他会原谅你？微臣不求原谅，这都是微臣活该受的。哼，本王问你，当初林清婉生下的孩子真是死胎，你让人给孩子修的坟，里面埋的真是那死婴吗？当时清婉提前生产，我在城外办事，下人来找我说清婉难产，因为当时我对清婉有些误会，一直对她心有芥蒂，我也没上心。等我处理好事情，从外面赶来到产房外面时，就听到稳婆惊呼是死婴。那时我正巧办事不顺，心里存着一口气，又听到孩子是死婴，一怒之下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让人抱出去找个地方埋了。我是后悔的。事后等我冷静下来之后，我询问过那个下人，他直接抱着孩子去了城外的乱葬岗。我当时就发了怒，让他将孩子尸骨找回来重新安葬。只是乱葬岗那个地方，下人去了，回来后就说寻不到了。后来清婉要给孩子修坟，我只是让人放了些清婉给孩子做的衣物进去，并没有孩子尸骸。王爷，你问这个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孩子是不是活着？寻不到，是被人抱走救了。你想什么呢？纵然那孩子当时没死，你让人丢到乱葬岗那地方，什么野狗豺狼呢，都能把孩子给啃了。即便不被野兽吃了拖走了，你觉得一个刚出生的体弱婴儿凭什么能活下来？
谁能救活他？你脑子里装的是粪吗？那是你的嫡子，看都不看就让人抱出去埋了，你可真行！你确实是自作孽不可活，你今日的苦果，都是你自己酿成的，你也别怪任何人。没你的纵容，你府里的妾室不可能敢对当家主母动手，对嫡子动手。现在你后院就那2个姨娘，你不妨直接逼问他们，问问他们当初在林清婉生产一事上有没有动手脚。景王停住了，因为谢明礼又吐血了，还是吐了好几口血，整个人都站不住了，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谢明礼吐血晕了，景王也没走，等太医的过程中更没有闲着，别浪费时间，正好审一审，干一下老本行。谢明礼还没醒过来呢，景王就已经审出来结果了，没跑了，就是谢明礼的2个姨娘联手做的。等景王告知他审讯完的结果，知道孩子当时确实是活着的，谢明礼激愤之下又吐了一口血，将太医喊到一边，问他的身子如何。殿下，谢大人郁结于心，太过严重，伤心伤肝，这么长此以往下去，会英年早逝的。可有好法子救他？心病必须心药医呀。汤药能补身子，可提不了人的心气。人活着，心里没心气，哪里能活长久的？用汤药吊着，也是苟延残喘啊。怎么废物利用一下呢？回去和青芷商议一下，问问他这谢明礼是活着还是死了，能让林清婉更满意。别有事没事就托梦了，让他不仅糟心，还跟着忙活。景王速度很快的就查明了当年林清婉生产时的真相，确定了孩子生下来并非死婴这一事实。叶青芷这边办事的效率也不遑多让，等张嬷嬷稍微平复情绪后，叶青芷就让他立刻套车去安乐侯府，把侯夫人给请过来。臣妇拜见叶侧妃。夫人快快请起。臣妇谢侧妃恩典。等他回过神的时候，发现叶侧妃正泪眼模糊地看着他，眼睛里满是如沐之情，还喊了他一声娘。叶侧妃，你怎么会喊臣妇？对不住啊，看见夫人太激动了就失控了。夫人快坐，听我跟你解释。范夫人，刚才一看见你，我就觉得仿若看见了亲娘一般，就忍不住叫了出来。夫人或许会觉得我说的太过匪夷所思，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妨碍我看见夫人激动又亲切的心情。我现在看见夫人这般悲痛欲绝，早生白发，我心里也难受得很。是清婉太过固执，当初没有听你的好言相劝，没有和离，才落到了那般下场，害你也跟着伤透了心。别说了，别说了，我可怜的女儿，哪里会是你的错呀？都是那谢明礼太过畜生，那般欺辱你。好了娘，别哭了，女儿都回来了，应该觉得开心啊，怎么还越哭越上瘾了呢？你还是不要喊我娘了，毕竟你现在是叶侧妃，这样不好，会给你招祸的。在皇家一定要谨言慎行，多小心都不为过的。你现在过得好吗？景王对你好吗？您放心，我现在过得很好，景王对我很好，王妃也是个宽容的，待我也很好。您看我这容光焕发的样子，也不是受了委屈的，对吧？那就好，那就好。这时外面恰好通传，说是景王回来了。范夫人，您见了殿下后便跟着张嬷嬷去厢房稍作等候，
我和殿下说会话，再送您离开。殿下，这位便是安乐侯夫人。臣妇见过殿下。免礼。景王看着叶青芷红红的眼圈，再听这位安乐侯夫人沙哑的声音，微微挑眉，有了些许猜测。殿下，你说我给安乐侯府那边说自己就是借尸还魂的林清婉好不好？以安乐侯府那边疼爱女儿的态度，这样就又能给殿下拉来一个还不错的助力。安乐侯府的几位公子啊，还都算是可用之才，尤其是三公子，听说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殿下如今手底下正缺这类忠心又有将才之人。景王他自己都没想到，还能这么拉拢安乐侯府那边的人，这时又被喂了一口软饭。你刚才给那位安乐侯夫人都说了什么？就是说林清婉会给妾身托梦啊，所以妾身才能知道她死亡的真相。妾身还强调自己只不过就是个传话的，一切都是殿下在出手。殿下不仅帮着调查和处置赵新兰和谢修涵，谢明礼也被殿下好一顿训斥威胁，所以他日夜被悔恨折磨，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范夫人听了妾身的话，又伤心女儿遭受的悲惨事情，又感恩殿下能如此帮助，对殿下感激涕零。妾身见范夫人对殿下的感激不是作假，不禁动了拉拢他们的心思。但是听说他们家风清正平和，一心为皇上办事，不是那喜欢弄权钻营之人，恐怕不会参与夺嫡之争，所以对这样的人家光是许以利益恐怕不行，还要动之以情。刚才范夫人听到真相，哭得太过伤心，悲痛欲绝之下，范夫人还抱着妾身喊我可怜的女儿。哎呀，妾身听到这声哭喊，就想到了林清婉悲惨遭遇，当时就跟着红了眼眶，落了泪。也正是因此，妾身忽然就有了灵感，先想着若是妾身说自己是借尸还魂的林清婉，并且给出证明让范夫人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就会选择站在殿下这边。可是这事太过玄乎，殿下相信妾身融合了些许林清婉的记忆，那是殿下心胸广阔，可别人不一定能接受。所以妾身也就是想了想，还没有向范夫人提及。恰好殿下这时候回来了，正好和殿下商议一下此事，殿下觉得可行吗？这样会不会给你带来困扰？你毕竟不是林清婉，你要在安乐侯他们面前装他的样子，还要不要向穆淑妃和苏王解释此事？殿下这么为妾身考虑，妾身好感动啊！殿下不必忧心，只要您不在意就好，我是没有太大困扰的。我虽然不愿承认自己是林清婉，可我毕竟也继承了一些林清婉的福泽和本事。他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知恩不报就太损了。他的家人因为他的早死，因为他的遭遇而痛苦不已，悔恨没有保护好他。若他们认定我就是还魂之后的林清婉，看见我现在被殿下如此宠爱，过得这么好，他们也会心生安慰，不会再纠结痛苦了。他们对我好，那我自然也会真心对他们好，抚慰他们失去女儿那颗痛苦的心，所以也不会存在演不演的，难不难的。殿下上次不是还说让我要有自己忠心的拥护者吗？这安乐侯府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殿下你说呢？确实是，你这颗小脑袋看来已经想得很透彻了，本王没什么意见。细细品味一下他刚才说的那段话，心里不由得感叹，他可真会拿捏人，正面说反面说都能让他说出花来，他的一张嘴可太厉害了。你也太会哄人了，本王自诩聪明，可还是觉得以后要是被你卖了，恐怕还要开心的为你数钱呢。瞧殿下说的，妾身能把您卖到哪里去啊？这卖来卖去的，还不是都在妾身的1亩3分地上？殿下，妾身不喜欢如烈酒的爱，为其醉生梦死，失去清醒，变得没有自我。妾身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如妾身对殿下这般，妾身会一直陪在殿下身边的，急殿下所急，想殿下所想，为您排忧解难，尽心尽力地伺候您。又不能辞职啊，又不能跳槽，不陪着你能去哪里呀？至于死遁跑路，
哼，他想都不想的，那么累，逃了干啥呀？天天担心害怕不说，也没人伺候了，富贵清闲日子铁定没了。这口迷魂汤太好喝了，让他整个人都迷糊了，心跳都加速了。景王抱着叶青芷亲亲抱抱腻歪了一阵，才说起了他这边的收获。叶青芷见他这么快就查明了真相，又是冲他好一顿夸，夸的景王嘴角都要咧到天上去了。还有一事，你站在林清婉的角度想一想，你想谢明礼很快就死吗？不想。我觉得他死了就是便宜他，让他活着才是折磨他。当然，我的前提是他要一直像现在这样忏悔痛苦，内心不得一刻安宁，而不是某天突然顿悟想开了，重新娶妻开始新生活。若真有那天，我会想要立刻杀了他。景王点点头，也能理解。殿下，谢明礼可是户部侍郎，身居要职，还是陈尚书的直系下属。你和方首府不都想着年后要除掉陈尚书吗？何不试试让谢明礼深入作耳，弄出一个什么贪腐大案，把陈尚书给套进去？具体的殿下你们发挥，妾身也不是很懂，就觉得不榨干谢明礼的利用价值太过可惜。事后把谢明礼摘出来，判他一个贬官流放，让他远离京城，去南边散散心，可能还有益于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呢。景王点头，好一个流放，散散心，得罪谁也别得罪叶青芷，天天听他灌迷魂汤多好呀，他喂的毒他一点都不想尝。殿下，谢明礼犯事，平南侯府的爵位会被剥夺吗？这要看父皇的意思，以祖母的脸面应该可以保留，而且谢明礼也算是牺牲自己扳倒陈尚书，父皇会法外开恩的。那爵位不剥夺的话，能不能先留着，万一林清婉的孩子找到了，正好让他继承爵位，这很合理对吧？总不能一直等着，等10年20年不合适，你说个期限吧。那最多等8年。谢晋可有可无的点点头，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很在意，回头给父王禀告一声便是。殿下，那妾身就先去见范夫人了，跟她说说话，妾身送她先离开。别说太久，本王等你，一起用午膳。殿下一说用午膳，妾身也饿了呢，铁定就说2句话便回来。妾身和范夫人还没那么亲近，不管范夫人信不信，总是要给她一点时间的消化。等过了正月16，臣父设宴，到时候请侧妃来府里一趟。好啊，我一定去。你回去后要是有事，让人来给我说声。我要是有孩子的新线索，也铁定马上告诉你那边一声。你现在是叶侧妃，不是清婉，你要把握好尺度，别太过于关切那孩子，让殿下心里膈应。张嬷嬷，你陪着范夫人回去。主子，老奴得令。兜兜转转的，他又回到了主子身边伺候，这如何能让他不欣喜若狂？心里的空洞也得到了弥补。睡了1个时辰醒来，叶青芷收拾妥当，就去了隔壁的肃王府看望美人娘亲。娘，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你感觉可还好？孩子大了，身子就觉得沉了。我现在已经不久坐抄佛经了，会时常走动，他们照顾得很尽心，并不会多累。对了，药王谷的医女找到了，已经到了王府，你不是对她感兴趣吗？要见见吗？好啊好啊。穆念秋吩咐下去，不到1刻钟，那位医女就来了，恭恭敬敬地给穆念秋和叶青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啊？起身回话。民女叫梅霜。听说你会剖开产妇的肚子接生，还能确保产妇不死，是真的吗？回侧妃，民女自己做不到，需要师傅自己动手，还需要一套特殊的器具。民女只是给师傅打个下手。你师傅是谁？药王谷谷主？他在哪儿？
师傅带着小师弟去南边游历了，2、3个月，恐怕是回不来。你给我细细说一说，你师傅是什么性情，擅长医治什么？平日的言行，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又是怎么教导你医术的？用的器具都长什么样？都给我描述一下。叶青只这么问，就是想确定这位药王谷的谷主是不是老乡。回侧妃，师傅的性子洒脱，不拘小节，不重礼法，擅长妇科和接生。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难了，太难了，还是躺平算了。梅霜又说了几句师傅常说的话，还有戏剧长什么样子。叶青只嘴角抽抽，已经不用听了，就这2句太难太难了，躺平算了，就已经深刻表达了现代打工人的精神内核，老乡无疑了。师傅更是时常感叹，这事情规矩对他们男妇科大夫太不友好了，所以他才尽心培养我们这些孤儿女子，带他行医，为妇人接生。不是，你师傅是个男的呀？是啊，侧妃难道一直以为民女的师傅是女子？是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师傅是个男的，还是个男妇科医生，怪不得天天高喊太难了太难了。确实是难啊。侧妃误会师傅是女子倒也正常，毕竟这世间接生的都是稳婆，大夫只是开催产药之类的，不可能进产房为妇人接生，不敢欺瞒侧妃。我师父曾经说过，他一开始行医的时候，为了能给妇人接生，曾经扮作女子的模样。即便是现在，一些难产的产妇，若需要师父出手做手术，师父也是戴上特制的面罩，扮作女子的样子。若不这样，产妇的夫君家人是不可能同意的。男扮女装只为接生，真是离谱又合理。人家穿越后都是靠着本职职业大杀四方，各种装逼打脸，他是直接失业呀。来到这古代，一妇产男科医生想要有一番事业，真的要换职业换赛道才行啊。叶青芷又和梅霜聊了2句，对他的师傅有了基本了解后，就让他先退下了。青芷，梅霜师傅的事为何能让你一直乐个不停？就是觉得这位药王谷谷主太倒霉，学了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如他说的那样，太难了，太难了。既知他是男子了，即便他扮作女子，王爷应该不会同意他为我接生的。娘，你不要想当然，若你在意此事，可以直接问一问啊。你就问王爷，说你生产时不顺，危及性命，会不会让那位男妇科大夫亲自为你接生？我觉得王爷不是那样迂腐之人，说他在意娘亲是合离妇，在意你生过3个孩子，又怎么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疼爱呢？我会问王爷的。叶青芷陪着娘亲一直用了晚膳才回景王府。王爷还没回来吗？老奴差人去前院问问。主子，您该安置了，王爷可能回来的晚一些，您不必等着，您的身子更重要。好。主子可是身子不适，可要宣医女来看看。不用，我身子挺好的，或许是王爷没回来，我有种要紧的事情没做完的感觉，就无法安睡。主子这是挂念王爷呢，王爷去面圣，皇上也可能会让王爷留宿山庄。主子放宽心，王爷一颗心都在主子这里，不会去宠幸别的女子的。嬷嬷误会了，我没想那么多，王爷去宠幸别的女子才是正常的，他这般对我才是有违常理。正常的不是意味着便一定是对的呀，王爷这般有违常理，才是主子之福啊。说世间女子都能得夫君这般爱重，那又是多么美好的事儿，主子您说是不是？嬷嬷是会说话的，有嬷嬷在身边照料，我觉得很舒心。主子这般说，
老奴惶恐又感动，老奴只是尽本分。又过了半个时辰，苏王才匆匆回到府里。回王爷，刚才穆淑妃那边差人来问王爷是否回府，穆淑妃那边出事了。一边问一边大踏步往听雨阁去。哎呀，王爷等一等，穆淑妃没事，已经歇下了。王爷这般去，只会惊扰了穆淑妃。苏王瞬间停下脚步，等张公公靠近后，才问道：穆淑妃那边真无事？哎呀，没事儿，好着呢。祝嬷嬷说穆淑妃挂念王爷，没王爷陪着呀，无法安睡，就差人来问问王爷回了没。真的？穆淑妃没本王陪着，没法安睡？自然是真的。哎呀，我的王爷呀，就祝嬷嬷那嘴，有2分给你说10分，哄你开心呐。王爷对穆淑妃一片真心，纵然穆淑妃真是菩萨，如今对王爷那也是动了凡心了。奴才恭喜王爷得偿所愿。就你嘴甜。苏王心情极好的把随身带的几百两银票都赏给了张公公。张公公拿着一大把银票咧嘴笑了，嘿嘿，他好像掌握了一个了不得的财富密码。主子心里挂念着王爷，刚才一直没睡着。刚才老奴陪着主子说了会儿话，主子似乎有些心思。王爷明日可问问，孕妇最怕忧思，最伤身体了。祝嬷嬷你尽心了，好好伺候主子，你的儿子本王也会提携一二。王爷，吵醒你了？心里一直记挂着你没回来，就没睡沉，现在可以安睡了。说完，还不等苏王表达他的狂喜和柔情，穆念秋就真的睡了过去。早晨醒来，穆念秋看着旁边还在安睡的苏王，一直盯着我看，是不是要把昨天少看的补回来呀？啊？洗漱完，昨晚上皇兄说夜里寒冷，不让我赶路，还想让我在山庄留宿。我说是应了，你岂不是要一晚上难以安眠了？还好我念着你没答应。谢谢王爷惦记，王爷赶路辛苦了。听说昨天青芷来看你了，她可是有什么事啊？青芷没事儿，只是来看望妾身。妾身有件事儿要问问王爷的意见。你说。昨天妾身才知道，梅霜那位可以剖腹取子的师傅是位男子。若妾身到时候生产困难，王爷会介意他为妾身接生吗？哎呀，自然不介意，你和孩子的安危更重要。这种事关生死的大事，本王怎会在意那些礼法和男女大防啊？他有过硬的医术，能确保你和孩子平安，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本王就不会介意他是个男的。谢谢王爷。苏王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他再也不是一颗要为他念经祈福度他的菩萨心肠，他真的对他动心了。念秋，你……苏王想问什么，又闭上了嘴巴，觉得问出来太过肉麻了些。嘿，他自己懂就好了，若是再问了，再让他羞赧了，缩回去了就不好了。有时候最美好的事情反而更想偷偷藏起来，自己一个人品味。皇上称病搬到温泉山庄，是喊了荣昭仪伴驾的。皇上怎么不开心了？爱妃，你年轻时入宫前可曾真心爱过？你不用顾忌那么多，朕都这个年纪了，纵然你曾经有过情郎，朕也不会介意了。你就当和好友聊聊过往。可惜的是啊，臣妾还真的没有。年轻时太过贪玩了，性子又是个迟钝的，还没碰见个让臣妾心动的就入了宫。若是臣妾也有情郎，入了宫难免心思郁结，
恐怕就活不了这么自在，也入不了皇上的眼了。皇上也有过心动的女子吗？是景王的生母吗？是啊。古兰国如今的皇上是女帝是不是？听说这位女帝曾经是皇后的，因为皇子不堪大用，就自己登基为帝了，真是太厉害了。你们女子也和男子一样，对权力也有着一样的执着。臣妾并不否认是这样的，很多的女子也有权力的野心。不过臣妾对权力没有执念，能依附皇上得到一片安宁的居所，能让灵月平安长大，能让他找到如意郎君，臣妾就满足了。而现在这些都实现了，臣妾真的心满意足。你确实是这样，那你对那位女帝怎么看？羡慕？羡慕不准确，应该是崇拜。世人都是慕强的，臣妾也是。就如臣妾崇拜皇上，觉得皇上英明睿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大赵能有皇上这位英主，是百姓之福。当一国之君是位女子时，臣妾身为女子，更知道女子要做到这一步是有多么不容易，手段又是多么厉害，所以自然更佩服崇拜了。的确如此，那位女帝上位8载，不光整顿了乱糟糟的内政朝堂，还重新组建军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往外扩张了一些版图。去年咱们之所以能和大燕和谈，也是因为古兰国开始强大，有了威胁大燕的能力。大燕也怕腹背受敌，就妥协了，签订了盟约。皇上，景王的生母那边可有什么好消息传来？朕派人去古兰国寻觅了2个月，还是一无所获。不知他是不是已经不在世了？看景王的相貌，他的生母必然也是个绝代美人。当年她怀孕后，皇上应该已经离开了古兰国，他选择留下这孩子，就说明对皇上是有真情的。皇上，你刚才说景王的生母身份不高，是个丫鬟，臣妾不敢苟同。臣妾想，世间对女子要求严苛，她能平安生下孩子，还让人把孩子送了过来，她的身份不会太低，身边有得力的手下，手段也高，人也清醒，心更是个狠的。臣妾也是做母亲的，母子连心，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只要有办法，是不会和他分开的。皇上，你不如让寻找的人改一改寻觅的方向，找那些高门大户的主母，臣妾觉得更可能寻觅到。爱妃说的对呀，这世上是朕思虑不周，固执地相信过往的记忆，而忘了去想这里面的不合理。美好的记忆，谁都不想去破坏的。昔日的心上人，就连身份可能都是假的，很难不去怀疑那些爱意又有几分真。这对一代君主来说更难接受。翌日，年29，今年过年没有年30，今晚就是除夕夜。一大早的，景王就带着王妃和叶青芷，还有明玉和明艳2个孩子，来温泉山庄给皇上提前拜年了。王爷爷，我们来提前给您拜年，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岁岁朝朝都顺心如意。好孩子啊，明艳越来越秀气端庄了，等过了年，皇爷爷给你封郡主，封号就叫宝珠，好不好啊？好啊，宝珠，如珠如宝。明艳谢皇爷爷偏爱。皇爷爷，
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陪皇爷爷过年吗？我们很乖的，不会吵的。你们不参加宫宴呀？宫宴很热闹，有很多人，还有好看的歌舞表演，还有漂亮的烟花可以看。我不想参加，人太多会很吵，歌舞表演没意思，咿咿呀呀不喜欢。烟花我们可以自己放，父王给我们准备了很多，一会儿带了过来。皇爷爷这里人少，正好说我们来添人气，添喜气。你这小嘴巴倒是厉害呀。行啊，那你们就留下吧，有你们在这里确实能添不少的欢乐。谢皇爷爷恩准。张静怡和叶青芷见完皇上就去见了荣昭仪，他们说话间，宁月公主便来了。你们怎么比我到都早啊？这来的也太勤快了。公主怎么今日才过来？我还以为你昨天就会来这儿，然后留宿不走了呢。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杨永胜的爷爷和父亲直接就住进东宫里去了，一天向太子哭3回，要求太子把那个陈光耀也给阉了才行。哎呦，现在这东宫啊，都成宫里的一景了，谁说起来都要乐呵一声。叶青芷听着也想乐，纵然你是太子又如何，碰见极品亲戚也一样抓瞎和憋屈，因为不仅不能拉下去将他们砍了，还得陪着笑脸好生的劝慰，想让他们和解让步，哈哈，那滋味绝对酸爽至极。极品亲戚的威力到哪儿都是无敌的，只能说他家领导千挑万选的入局人让人难以破解。别幸灾乐祸过了，皇上不在宫里，宫宴上皇后和太子最大，他们想要拿人开刀，一准是景王妃和青芷。确实，皇后娘那张脸，哎呦，沉的那叫一吓人啊！你们晚上赴宴的时候可得小心这点儿，皇后娘娘啊，很可能会拿人做法子发泄怒火，尤其是你，青芷啊。皇后娘娘可绝对会找你单独问话，兴许还会弄出什么陷阱等着你跳。这我有心理准备，可我还是有些慌。荣昭仪也不吝啬，倾囊相授，将这些年在宫里看到的，还有亲自经历过的那些手法，都给叶青芷说了一遍。叶青芷上了一堂大脑课，再结合他看的那些宫斗剧、宫斗小说，觉得现在的自己强大的可怕，什么都不再怕的。叶青芷他们在温泉山庄与皇上一起用了午膳才离开，到了皇宫，叶青芷和王妃就与景王分开了。皇嫂，你家小世子呢？可是跟着景王，怎么就没见着明艳啊？他们听说皇爷爷身子不舒服，就说要去陪皇爷爷说话，不能让皇爷爷自己一个人过年。俩孩子要尽孝心，我们也不能拦着，是吧？王爷就把他们送去温泉庄子了。可真是俩有孝心的孩子。他们怎么没想到要把孩子送去皇上那里帮着争宠呢？光想着明天一大早再去给皇上拜年了。要论争宠的手段，还得是以前做惯了臣子的景王，知道怎么钻空子，能不要脸的放下身段。哎，这位就是叶侧妃吧？可真是个精致的美人儿。本王妃也听了你讲的《窦娥冤》，说的可真好。不若一会儿宫宴上你再给大家讲一遍，许多人听的都是流传的版本，那都失真了。回端王妃，大过年的讲《窦娥冤》不太合适，妾身怕皇后娘娘怪罪。回头妾身让人印刷成画本子赠送给大家，到时候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一份，这样就不怕故事失真了。王妃，您觉得妾身这般处理可妥当？不错，你考虑得很周到。窦娥冤故事虽好听，也不适合年宴上讲，想必端王妃也能理解。弟妹，你觉得呢？给你画本子可好？端王妃傻眼了。哎，不是，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配合的也太默契了吧？这景王妃也太好命了，简陋家的男人
摇身一变成了景王，就连得宠的有靠山的侧妃都对他恭敬有礼。端王妃算了，算得他牙都要疼了。皇嫂，刚才确实是我思虑不周，画本子这主意不错，那我就翘首以盼了。端王妃走了，不大一会儿，太子妃朝着这边走过来了。都说叶侧妃是个聪慧有能耐的，一张嘴巴厉害得很。我倒是瞧着叶侧妃这娇媚的样子才是最难得的呢。怪不得叶侧妃有恃无恐啊，确实是有本事的啊！太子妃谬赞了，还是太子妃慧眼识珠，一下就发现了妾身最大的优点，妾身真是太感动了。好好好，叶侧妃果然是个讨喜的，会说话的。回头本太子妃请你来东宫做客，咱们再好好亲近一下。叶侧妃，太子妃近期有烦忧事，你别再上门叨扰了，这样太不懂事了。是，妾身听王妃的。不得不说，他家王妃真的出师了。瞧这话说的，戳了太子妃痛点的同时，还树立了自己的王妃威严，又护住了她。太子妃气的就没见过这么团结一致的妻妾。太子妃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致，怒哼了一声，面子话也不说了，直接走了。王妃，我们俩最好不要分开。好。接下来张静怡和叶青芷就如俩连体婴儿一样，走哪里都一起。这般大概过了半个时辰，皇后终于来了。皇后让众人免礼起身，端着架子说了两句场面话，就让大家移步宴会厅那边用膳。走到半道上，就有小太监匆匆而来，冲叶青芷说：叶侧妃，皇后娘娘有请。你哪个宫里的小太监，竟然敢在这里假传母后的旨意？我们刚从母后那里过来，她若是有事，当场就会留人了，哪里还需要你来传话？你们将这个小太监拿下，带去宫宴，交给太子处置。奴才冤枉呀！奴才真是皇后宫中的。堵住他的嘴巴！哎，王妃，该不会有人故意借着皇后娘娘的名头要害妾身吧？我们绝对不能让坏人得逞，不能让皇后娘娘的名声蒙一点点的灰。定然是这样，母后那么细致周全的人，怎么会干这样反复无常的事情？张静怡说的斩钉截铁，这动静自然也让周围的命妇们听见了。张静怡和叶青芷含笑谢过大家的仗义直言，带着那个堵了嘴巴的小太监去了宫宴，交给太子，并委屈地告了一状，求太子做主。太子满头问号啊，他做什么主啊？要他自爆吗？小太监传话确实是皇后安排的，这他知道。只要叶青芷跟着小太监走，前面某个宫殿内就有个侍卫猛男等着叶青芷呢，目的就是要搞死他。可是太子万万没想到，他们不仅没信小太监的话，还把人给抓起来了，扭送到他这里来，并且一个个义愤填膺的将皇后给捧上天，判定皇后绝对不会让小太监传话。这般吹捧皇后，是为了皇后没法给叶青芷安一个蔑视皇后威严的罪名。太子知道这一计策失败了，这小太监留不得了。宫宴开始，太子致辞，然后宫女们来回穿梭，开始上酒菜。有个宫女给叶青芷这桌倒酒时，叶青芷闻到她身上的香味，立刻皱眉。随即叶青芷捂着嘴巴干呕了一声。叶侧妃身子不舒服，宣太医看看。这是有喜了？看样子像啊。景王，恭喜啊！恭喜景王，府里又要添丁了，新年添丁，大喜事儿啊！为了能顺理成章的不吃不喝不碰这些酒菜，还能顺利退场，他就提前用了假装怀孕这一招。
顺便再给自己立一个天天盼着怀孕，可就是宫寒难以怀孕的可怜人设。唉，像她这样的宠妃，又能干又有靠山，能提供助力，还生不出孩子，对主母和世子没有威胁，对领导也没有外戚专权压力，这么优秀的工具人，2位领导不爱她才怪呢。叶侧妃，你真的有身孕了，真是太好了，我们王府也许久没有添丁进口了。王爷子嗣单薄，本王妃希望你能一举得男，给世子再添个好兄弟。啊，这不一定是呢。王妃不要开心得太早，若妾身不是怀孕，无法为王爷添丁，您就要失望了。没关系，你还小，这次怀不上，以后有的是机会呢，好好把身子养好才是。母后，臣妾府里的叶侧妃身子不适，可能是有喜了。事关皇家子嗣，臣妾不敢有半点疏忽。这宴会上酒菜味儿、熏香味儿都太浓了，对叶侧妃身子不好。臣妾恳请母后和太子准许臣妾带着叶侧妃先行告退，去偏殿等待太医诊断。准了。王爷，那臣妾就带着叶侧妃先去偏殿了。王爷，那臣妾就带着叶侧妃先去偏殿了。叶侧妃是个娇气的，若诊断不是有孕，说不定要哭晕过去。到时候让她先回去吧，别让她搅了宫宴的喜庆。若不是，那臣妾就陪着侧妃妹妹一起回府了。她还小呢，需要安慰一二。皇后傻了，放肆！她有说准吗？不能就这么让他们溜了。然而，皇后娘娘正要开口，这时肃王姗姗来迟，大踏步地走进来。青芷，你怎么回事啊？啊，本王刚来，你就要退场，有事情？回皇叔，叶侧妃身子不舒服，刚才干呕了一下，可能怀孕了。这殿内的酒菜味儿让她不舒服，特意去偏殿等待太医来诊脉。可能有孕了？哎呦，那是要多加小心。去吧，我等着听好消息。肃王后爹呀，你就别凑热闹了，根本不会有好消息的。到了偏殿，为了确保准确，太医诊了3次，对上叶青芷期盼的眼神，太医不忍心地说：叶侧妃，你只是肠胃紊乱，并非怀孕了。我不信。闭上眼，假装哭晕过去的那一瞬，叶青芷心累地表示：姐终于可以下班了。叶青芷没有怀孕的消息传到景王等人那边，景王微微露出失望的神色。叶侧妃如何了？叶侧妃哭得伤心呢，听不进任何劝。本王就知道会如此。叶侧妃的年纪还小，怀孕一事不必这么心急，叫她叫过来，本宫正好有事要问她。到底要把人给扣下来，内侍应下，赶紧回偏殿喊人去了。景王丝毫不慌乱，也不做多余的事情，就是静静等待，因为他相信叶青芷的能力，他绝对能想到新的招数推脱。过了好一会儿，内侍又急匆匆地回来了。回皇后娘娘，刚才叶侧妃哭晕了过去，景王妃一听说皇后要喊她问话，就掐她人中，又将人给弄醒了。可谁知叶侧妃醒来后就直接吐了，还吐了很多，弄脏了衣服。太医诊断说是叶侧妃肠胃本就紊乱，又被刺激了一通，就让肠胃愈发不适了，这才呕吐严重。叶侧妃如今的模样实在是不适合面见皇后娘娘，太医也建议叶侧妃回府休息，不宜在宫宴这种场合待着，混杂的气味容易刺激肠胃。景王佩服，他家青青也是豁出去了，哭晕没用，直接催吐。大过年的，人怎么突然病得这么严重了？景王，
你还呆坐着干嘛？赶紧把人带回府，好生照料。回头本王再去你府中看望他。好的，皇叔，侄儿这就去了。这场宫宴的猎物已经跑了，真是太窝囊了。在自己的主场，重重不止之下，这都让他跑了，真是耻辱。再说叶青芷这边，见过殿下，可是还要去见皇后娘娘。不用，一起回府。那就好。今晚做得不错。殿下快去看看青芷吧，她可是遭罪了。来到叶青芷跟前，心疼地摸了摸她有些苍白的小脸儿，然后轻松地将她公主抱起来，温声道：带你回家。谢谢殿下。这一茬可算是过去了，胃里可难受？不难受，没什么事。殿下怎么也和我们一起走了？苏王一听你吐得厉害，点名让本王送你回家，好生照料。本王可不敢不听。殿下，今天青芷在宫里受了惊，伤了心，遭了罪。殿下送青芷回揽月居，好生安慰她吧。好，你也早点休息。两个孩子不在，也不必守岁了。王妃，今晚是大年夜，您怎么还主动把王爷往外推啊？老奴觉得王爷为了规矩和脸面，也会留宿您这边的。嬷嬷，以后莫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本王妃的脸面并不靠王爷留宿与否来获得，本王妃只想王爷能真正的开心，王爷开心了，才有本王妃的好日子。可是，嬷嬷，你是我的奶嬷嬷，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我也愿意相信你，仰仗你，给你脸面。可你若还认不清形势，成长不起来，我就要让嬷嬷回家养老了。房子、银子，还有你儿子的差事，我都会安排好的，这些你无需担心。王妃，老奴错了，求您再给老奴一次机会，老奴还想留在王妃身边，继续伺候您。嬷嬷，本王妃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多跟着李嬷嬷他们学习，他们都是宫里退下来的嬷嬷，眼力手段不缺，会让你受益良多。用青芷的话说，不进步就是在退步。嬷嬷，本王妃以后想坐稳那个位置不容易，所以不允许自己有弱点，也不允许身边的人拖后腿。老奴听令。肃王府，肃王从皇宫里匆匆赶回府邸，刚一进门就被张公公给拦住了。王爷，今晚大年夜，世子说他想要见王妃一面，恳求王爷同意。行，让他去见吧，派人一直盯着，将他们说的话都记下来，1个时辰后让世子离开。张公公领命离开，肃王缓缓吐出一口气，朝厅宇阁走，心情有些烦闷。等到了院子里，肃王第一眼便发现站在窗前的穆念秋，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含笑看着他。肃王看见他，一颗烦闷焦躁的心就平静了大半。怎么站在这里啊？冷不冷啊？站多久了？可累了？刚来到窗边就看到王爷了。王爷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了？我看得出来，王爷心情好时不是这个样子。嗨，因为世子的事确实有些心烦，嘿，不过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让人准备了烟花，要不要出来和我一起看烟花呀？王爷稍等，我换衣服。哎呀，不急，慢慢来。王爷怎么从宫宴回来这么早？青芷他们离开后，我也没多留。若不是想着皇兄不在，我要去给青芷他们撑腰，压一压皇后和太子，我都不想去宫宴的。辛苦王爷了，谢谢。嗨，这要谢什么呀？都是相互的。哎呀，以后啊，我老了，你和咱们的孩子还要仰仗景王和青芷他们呢。说他们可以成长为像他们父王这般优秀厉害的人，
也就不用依仗别人。打铁还需自身硬，妾身不希望他们贪于享乐，长大后只想依附别人而活。苏王看着他，喟叹一声，将他拥入怀中。世人只觉得他钟情于穆念秋太过离谱，可他真的值得。一开始他看中他，是因为他有个秘密，他需要他。现在嘛，他更需要他，离不开他了。叶府的年夜饭比较特殊，饭桌上就3个爷们儿，连个女眷都没有。父亲，你真的该续弦了。哎呀，过了年就找，这府里没个女人主事，确实不行。哎呀，过了年先把你的婚事给办了。那么多官家女子都想嫁进来，你怎么还是选了个商贾之女啊？还是个破落的商户，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有你娘亲和你妹妹的关系在，你应该选个出身更好的姑娘。父亲，那些官家女子眼高于顶，嫁过来求的太多，如你所说，她们求的是娘亲和妹妹的关系带来的好处，不是我能给的。我自己不能给她想要的，她就不会真心敬重我，而是瞧不起我，我们2人的日子也不可能过得顺心。有妹妹在，我不需要再要个得力岳家了，我需要的是一个得力能干，能担得起事，能挑得起大梁，又能拎得清，没那么多贪欲的妻子。封家这位大姑娘在她的父亲突然去世后，能够在一群豺狼般的亲戚中守住家产，就足以可见她是个能耐的女子。而且她不仅能护住母亲和幼弟，守住家业，她还女扮男装，继续经营甚至扩大家中产业，能力不输于任何优秀儿郎。不过她的行为以礼法来度量，终究离经叛道，不被大多数世人接纳。再加上被退了婚，婚嫁困难，还不放心母亲和幼弟，她本来已经打算找赘婿了。儿子让媒人去找她亲自说媒，她直接推脱了，直言不相配，说明她是个清醒的，贪欲并不重。这门亲事是儿子3请5求才让那疯姑娘点了头的。父亲，你万不可做什么事给我搅了，否则我就要去找妹妹告你一状了。哼，你说的倒是热闹，你妹妹那边呢？啊，你要娶那疯姑娘，她同意？妹妹夸我慧眼识珠，说疯姑娘品行能力都是顶尖的，让我好好对待疯姑娘，定能收获良多。父亲，待疯姑娘嫁进来，这府里的一应事务还有叶家一些产业，你都可以放心交给她。哼，是不是老子找续弦一事也能交给她办？她应该能为父亲寻觅一段良缘。我真是谢谢你们夫妻俩。俊逸啊，你在国子监学习怎么样啊？准备何时考秀才啊？明年。夫子还说我可以尝试3年后的乡试，兴许可以一次中举。嘿嘿，我儿聪慧，以后叶家的门楣就靠你提高了。父亲，万一以后姐姐当了皇贵妃之类的，儿子需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能再提高咱家的门楣？儿子，算了，你读书图个开心就好，不用特别努力，咱们家有你姐姐就够了。哎呀，你可真是亲爹！叶青芷直接哭着从梦境中醒过来了。不管你梦到的是林今晚的糟心事儿，还是你那梦中的预警，都是过去的事情或是还没发生的。别哭了，有什么难事你说出来，本王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太惨了，好惨！到底梦见了什么？怎么哭成这样？梦见娘亲难产，生下双生子后人就没了。3年后出招大战，宋王后爹战死，林月也战死了，无数将士战死，我们大周惨胜。这些不好的事情还都没有发生，我们可以阻止和改变。青青，不要提前悲伤，不要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和心力。殿下说的对，我们可以改变这些。木淑妃生产的危险，
一是倍加小心，防止有人陷害；二是让药王谷的那位谷主出手，应该能保母子平安。你不是对那位谷主很有信心的吗？待明日，本王会加派人手，立刻寻回那药王谷的谷主，就让他守在肃王府里待命。好，谢谢殿下。至于楚赵大战，这是国之大事，不是本王能一人左右的。而且和楚国的摩擦一直都有，大小战役不断，虽然还没战报传回，但是或许楚赵边境那边正在打着仗呢。对楚国，父皇一直都有忌惮，从不放松警惕。可两国实力一直都是楚国更加强大，就如你梦见那般，若爆发大战，即便我们能战胜，也是惨胜。这种军队和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便可做到的。不过也没关系，还有3年呢，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穿越老乡啊，你给力点儿，一定要保证美人娘亲平安产子。你要做到这一点，我都能活由肃王后爹排除万难，给你开个妇产医院。至于肃王后爹上战场战死这事儿，他还真的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啥好主意。皇叔能得一对双生子，着实是一件大喜事。还盼着是龙凤胎呢。现在的世子不堪大用，肃王府想后继有人，还是要靠你这双弟弟了。又怎么了？叶青芷就给他说了自己脑补的前世事。关，咱不和自己过不去。殿下，你还不如不安慰呢。你刚才的沉默真的是很好的补刀。殿下，你有派人给陈元凯一些苦头吃吗？5天一大打，3天一小串，几乎让他天天活在被打和被揍的痛苦之中，绝对给他特殊照顾了。挺好，谢谢殿下。不客气。青青不提此事，本王也有让人多多折磨他。殿下，那叶映雪呢？你当初从他嘴里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还以为你不关心这一茬呢。从他嘴里没套出来多少有用的东西。他是个没脑子的，前世进了侯府后院没2年，就被姚茵茵给害死了，都不知道本王的真实身份。那确实是没什么意思。那他现在呢？陈元凯一事无成，天天被打，他能忍受和他在一起，不提和离？仗着叶家和你的威风，她嫁给陈元凯1个月就和离了，转头嫁给扬州知府当了田房。那扬州知府今年50了。行吧，祝他幸福，好歹也是个田房呢。等扬州知府一蹬腿儿，那也是个当家主母啊，底下的继子也要奉养他的。哼，那扬州知府不中用，他和继子搞在了一起，还没被发现，要捅出来吗？算了吧，让他自己作死去吧，不用管他。殿下还不如让人把精力多放在陈元凯身上。纵然他前世中状元是抄了宋子轩的策论，平步青云一开始是借助于肃王的势力，但是若他没脑子，没有钻营的本事，短短10来年的时间也做不到首辅的位置。殿下一定要小心，别被小人在背后捅了刀子。青芷啊，你的眼睛怎么肿这么厉害？昨夜回去又哭了？你还小，孩子的事情真不用那么着急。王妃，妾身真不急，不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是昨夜做噩梦，梦见我娘生产时出了事，就伤心的大哭了一场。梦境都是反的，穆淑妃一定会平安生产的。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就说，别客气。谢谢王妃。咱们对外就说我是因为没怀上哭的，妾身现在太遭嫉恨，殿下宠着，还有肃王撑腰，我若是怀不上，那些嫉妒的人也能找到平衡点，不再一心把我当成眼中钉。到了温泉山庄，叶青芷的一双肿眼泡果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谁见了她特指女眷，都要假模假样的宽慰她2句，秀一下自己生了孩子的优越感，再劝她年龄还小，不要着急。就连荣昭仪听说了此事，也是真心劝慰她不要为此着急，甚至还理智地给她分析她所处的地位和位置，
隐晦地提醒他，说是以后他没有更进一步的野心，就晚些年生孩子。现在他怀上了，就是天人的靶子。以后府里进了厉害的新人，因为怀孕生产要耽搁1年，他恐怕都没法争宠了，甚至因此失宠。娘娘，我记住你说的话了，我真不着急。听人劝，吃饱饭，就该这样。遇事啊，不钻牛角尖儿。好了，母妃，我和青芷去一边说话了，就不听你说教了。你真是因为没怀上才哭成这样呢？当然不是啊，昨天你是不知道，皇后一副不弄死我就不罢休的样子，我是为了脱身才假装的。叶青芷给凌月说了昨天宫宴上的事情，还有他昨天晚上的噩梦，冲凌月说梦见他上战场战死了。若不是景王哥哥突然认祖归宗，让石锦生了现在就辞官的念头，机缘巧合之下让我们两人走在了一起，过上2、3年我还未出嫁，我真的会上战场吧，战死沙场，未尝不是一种归宿。屁毛归宿！你若战死，你母妃怎么办？还让不让她活了？在我梦里你死了，你母妃真的把自己吊死了，你知不知道？还有方首府，世人都说她为了楚赵一战，虽没能上战场，可也呕心沥血的在后方筹谋着粮草等事。当知道战胜那一刻，终于支撑不住，在大殿上吐血晕厥，之后就辞官。我倒觉得他是听到你身死的消息才会吐血晕厥，后面心灰意冷，直接辞官了。不是，你说这个噩梦，我怎么还跟着哭上了呀？你说说你怎么做个噩梦都比别人离谱？哪有你这么讲的好像真的一样，比编故事编的还真。我可真心受不住这样。反正我以后是绝对不跑到战场去了，我得好好保重小命。这就对了吧，任何时候都不能拿小命开玩笑。别深想了，你那是因为没和方首府走到一起才会选择上战场。你现在和方首府你侬我侬的，现在让你拿着长枪上战场，你去不去啊？坚决不去，我还没把他睡到手呢，我去什么去啊？叶青芷心想，你有精神了就行。叶青芷和凌月唠完嗑，看见肃王后爹，想到梦里的事儿，就也是一阵鼻酸眼热。那前世的梦后遗症不是一般的大。王爷，等会儿呢从山庄离开，我去府里去看望娘亲，她还好吧？身体挺好的，要不等你眼睛消了，你再去看望你娘，我怕她看见你这样添心事。好，王爷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了，那我过2天再去。肃王见他这个样子，欲言又止，还是没说什么，但是转头他就找景王训上话了。生孩子也不是女人自己的事，要不你去看看太医，多努力，别让青芷一个人干着急。就你操的这份心，本王叫你一声皇叔都不合适，都要喊一声岳父大人了。多谢皇叔关心，皇叔误会了，青芷不是真着急，他故意表现出来的这样，是为了迷惑别人。那怎么青芷看见本王一副伤心难过的样子啊？因为昨晚上他做了噩梦。景王简单的冲肃王说了梦中的事儿，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让肃王相信梦里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只是借着噩梦的说法给肃王一些警醒。梦里的他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进了王府啊？听青芷说是这样的，在青芷梦里，皇叔好像和穆淑妃关系不亲近，也和青芷没来往，你也没有处置肃王妃，可能就让人钻了空子。虽然青芷的梦境挺真实的，还自带逻辑，可终究是梦境，不是真的发生的事，只能当个警醒。皇叔，你也不要太过伤心了。还有楚赵的战事，可能也是我给青芷提过1、2句，他就上了心，这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又担心皇叔的安危，就梦见皇叔战死在了3年后的楚赵大战中。我倒是觉得，虽然楚国国力是比我们大赵强一些，但比不上之前的大燕。
皇叔都能在大燕最强盛，我大赵最弱之时，将大燕军队压制在国门外，又怎么会死在楚赵之战中？楚国并没有什么大将可以与皇叔相提并论，哪怕以后皇叔去了楚赵战场，也一定能够取胜，平安归来。肃王依旧沉默不语，但这次他眼神有些复杂地看了眼景王，接着摇了摇头。青芷的梦大有文章，你该重视起来。我的好皇叔，你到底在瞒着什么呢？另外一边，皇上也正在和太子谈话呢。皇上询问太子这几日做事的心得体会，就差说让他交一份日报、周报，再抄送一应大臣查阅了。父皇，儿臣觉得此事也简单，严格按照咱们大赵律法秉公处理就是了，也能堵住一众宗亲的嘴。哦，如何秉公处理？按律法规定，故意伤人没有危及性命者，但是念及对方受伤严重，儿臣想着判陈光耀被关60天，杖30，还要服劳役30天。你是太子，是储君，不论是陈家还是宗亲，他们都是臣子，都不能影响你的判断和态度。涉及私情时，律法是最威严、最公正的制衡手段。若你能做到你刚才说的秉公处理，在此事上也算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哎呀，皇上啊，老臣不活了呀，没法活了呀，求您为老臣做主啊！他不悦地瞪了太子一眼，让内侍将人请进来。皇上啊，老臣的孙子被陈光耀刺伤，老臣伤痛不已。太子说秉公处理，老臣也不敢多做要求。向着陈光耀能够受到应有的刑罚也行，可是今日老臣去了刑部大牢，却看到让老臣吐血的一幕啊！那陈光耀在牢房里穿着锦衣，盖着锦被，燃着炭火，吃香的喝辣的，不光有女人伺候着，还能冲那些狱卒喝舞吆六，仿若那些狱卒就是陈家的奴仆一般。老臣当时就气得差点吐了一口血呀！陈光耀一个有罪之人，居然能让狱卒对他俯首帖耳，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刑部到底是皇上的刑部，还是他陈家的地盘啊？这江山，这朝廷官员，都是咱们谢家的呀，何时成了他们陈家的？老臣已经不是为了孙儿的事情气愤了，老臣是起陈家的狼子野心呐！气下面的官员居然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居然一味的跪舔陈家。皇上啊，你可不能再这般纵容下去了呀！再这样，说不定哪一天陈家就敢逼宫谋反呢！放肆！放肆！不过是那些狱卒奴颜婢膝，看见贵人就想讨好，做事不当，怎么就能扯到陈家逼宫造反上面去了？谢山虎，你休想在这里危言耸听，乱扣帽子！哎呀，皇上，老臣冤枉啊！老臣说的句句属实啊！老臣身为皇室宗亲，看到下面的官员藐视皇权，只认大臣不是皇上，心里怎么能不愤怒呢？这就是你说的秉公处理？好，好得很！啊，父皇息怒，父皇息怒！儿臣真的不知道啊，下面的人阴奉阳违，欺上瞒下，儿臣听到后也是愤怒不已呀。皇上失望地看了一眼太子，任人唯亲，仰仗外戚，出事后没有担当，只会甩锅。和景王一比，太子就是一头被圈养的猪。皇上整顿刑部和陈家，朝堂一片腥风血雨，大臣们的年假都没休好，提心吊胆的，有的担心被清算，有的担心被殃及池鱼。不过这些朝廷纠纷影响不到叶青芷，
到了正月16，按照之前的约定，叶青芷受邀去了安乐侯府做客。主子，你以前的闺房还给你留着呢，等会儿你去看看，兴许能想起更多的事情呢。叶青芷坐在马车上，到了安乐侯府，就发现亲娘还有亲爹带着一大家子的人都在门口等着他呢。天气还这么冷呢，怎么在大门口等着？快进屋去。见过叶侧妃。好啦，快些免礼吧，我和清婉非常有缘分，我今日是代替她来看望家人的。你们都不要拘礼，弄得我也要端着架子，怪不自在的。到了花厅，叶青芷先坐下，等聊过了家常，安乐侯府的众人对叶青芷就是林清婉一事再也不怀疑了。虽然还是会觉得惊奇，但是看着他的眼神都带着关切和心疼。叶侧妃，您要不要去清婉之前的闺房看一看？好啊，劳烦夫人带路。我们已经拿到了和离书，清婉以后再也不是谢家妇，和平南侯那个畜生没有一点关系，当初的嫁妆也都拉回来了。近期选个合适的日子，清婉的坟也会迁回来。挺好的。娘，谢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说什么傻话呢？你是娘的闺女，做这些还不是应该的。今天你爹他们都很克制，再多的情绪都不敢表露，就怕给你惹麻烦。可你不知道，知道你就是清婉，知道你还能这样好好活着，我们是多么的开心。你爹连着哭了3个晚上呢，你几个哥哥嫂嫂们也是激动的不行。他们平日里见不着你，从知道这事儿后就都盼着这一天呢。我的性子变得挺多的，你们不觉得我陌生吗？我们以前呢，总觉得你性子太刚直了，太看重脸面和规矩。你现在就挺好的，人活着就要自己过得舒心才行。叶青芷回到景王府揽月居，发现景王在等着他呢。殿下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今天父皇给本王指了一个侧妃。哪家的闺女啊？你就关心这个？妾身关心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那位侧妃何时入府，性子如何，殿下是想要多宠宠还是晾一晾？殿下也知道啊，妾身不是个主动挑事的，可万一这新侧妃非要找妾身的麻烦，妾身也不会轻饶了她。不过妾身自然一切以殿下为重，若是这位新侧妃对您有大用，您要宠着捧着，妾身也就刻意避着点，不和她冲突，免得对方找事。妾身再忍不住把人给干废了，到时候让殿下左右为难。若论对本王的重要性，谁能越过青青去？不管是谁入府，断然不会让你避让对方，委曲求全。殿下说这话，妾身是信的。妾身虽然不爱揽功，可也不是那妄自菲薄，非要把功劳往外推的人。虽然妾身的出身低，只是商贾女，可架不住妾身福缘深厚，身边的贵人多啊。殿下你就是娶了和亲公主，得到的助力都没妾身一个人带来的多。所以殿下你这么英明神武，聪明睿智，深谋远虑，绝对不会干出把妾身丢一边去，无脑宠别的女人的事情。妾身就是因为笃定这一点，对府里见信任，也就没觉得有什么威胁性啊。妾身若是被他欺负了，难不成殿下还能偏向他，委屈妾身向他低头？真要是发生了，你要如何？当然是找四王和爹告状啊，至少现在那还是好使的。你的脑袋倒是一如既往的好使。父皇想让王家嫡出七小姐做侧妃，但被本王拒绝了。哪个王家？肃王妃的娘家？王爷拒绝了？皇上能同意？对，就是那个王家。据本王猜测，皇上选择王家，可能是王家主动向皇上求来的，甚至还可能做出让步，同意肃王
彻底休了肃王妃之类的。那殿下还拒绝？为何拒绝啊？王家也是名门望族，尤其是在学子之中威望很高的，得王家支持也是一份助力啊。本王很厌恶这些名门士族，他们野心太大，操控欲太强。你看陈家对太子就是如此，纵然有太子无能的因素，但这种大士族对皇室缺乏敬畏之心，甚至想架空拿捏君主，是毋庸置疑的。当初太祖起兵推翻前朝，建立大赵，创业初期，确实不能离开这些士族的支持。可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大赵已经不是最开始的孱弱小国，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个时候，若是再与这些士族深度联姻，只会将自己束缚住，喂大这些士族的胃口。这些士族们不断的兼并土地，又要导致穷苦百姓失去土地，朝廷失去税收，随后民不聊生，又是一个循环。所以本王一点都不想大士族女子进府做侧妃，滋养他们的野心。父皇和肃王都默许本王去争皇位，还给予支持，本王已经不需要多余的助力了。目前这些势力已经够用了，本王只需要一步步地除掉太子的羽翼就好，到时候再给父皇一个名正言顺的废太子的理由。叶京只听到他家领导这番话，真的有被他惊到，甚至怀疑他也是穿越过来的。殿下，你这话可谓振聋发聩的，你冲皇上说了吗？皇上到底同意了没有？自然说了，要不然无法说服皇上同意。不过本王这一句啊，让皇叔休掉肃王妃的打算可能要受阻了。王家不会那么轻易同意了，很可能还会往你娘亲身上引战，说一些因为他皇叔宠妾灭妻之类的说法。真是这样也一点都不意外。我们女人就是生孩子和背锅的工具，别说宠妾灭妻是我们的错了，亡国了也是我们女人背锅。我们女人啊，是做妻做妾，还不就是靠男人的脸色过日子啊？过得好与坏和名分根本没有多大关系，就看男人的态度。男人不给脸面，就如林清婉，是正气又如何？也有才情也有脑子啊，可是因为男人的漠视，就能让妾室有了野心和胆子谋害他。就如妾身做的梦，也是当正妻的，被糊弄的养妾室生的孩子，最后还被毒死给人家让位。如我娘亲之前还不是被扔在了家庙里10几年，悲苦过日子。这世间礼法都是你们男的制定的，何曾有我们女人说话的份儿？纵然肃王给了我娘亲王妃的名分，世人依然可以用她的过往攻击她，只是这攻击能不能落到我娘的身上，能不能给她带来伤害，我娘是护不住自己的，就还是只能靠肃王，不是靠王妃的名分。要什么整齐名分，就把肃王妃关着吧，让她当个靶子一样立在那儿，还能给我娘亲挡挡外面的唾沫星子。